再调皮，床就不用起了。本王现在就回去做了。昨晚消耗太大，先让你嚣张一会儿。1池千里，一幕幕白色的纱帐正随着微风轻轻地浮动。这妖孽倒是会享受，竟然引了活犬进院子，还建了如此之大的一个水池泡澡。地上滑，小心掉进水里。哇，这水里竟然还在冒泡哎！还有香味儿，我喜欢，我要泡。急什么？等等本王。你一脸不怀好意，我才不要等你。先说好了，一会儿在水里，你要是敢骚扰我，我就3天都不陪你玩了。早已蠢蠢欲动的宁错闻言，性感的眉峰略皱了一下，心里权衡了一下利弊，最终还是答应了。这妖孽现在的样子也太好看了吧！怎么办？好想过去摸一摸，占占便宜啊！可是刚警告过对方不能乱来，我现在过去岂不是给他送菜吗？不过我只警告了对方不许乱来，又没答应过他我不会乱来，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怕他嘛。所以说我现在完全可以有恃无恐呀。小土刚露出坏笑要冲过去偷袭，男人这边就一副他敢过来就绝对会将他吃的渣都不剩的邪恶样子。小土重新缩回水里去，暗戳戳的哼唧了一声，就再让你嚣张一会儿好了。前几日才刚下了早朝变五朝大令，如今是五朝也赶不上了。哎呀，这下朝堂此刻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了。爷不去啊，那群老臣们可要高兴坏了，还不抓住机会使劲折腾呢。屋外太阳越爬越高，小乐子对于今日朝会已经彻底死心了，因为时间已过，完全不用急了。浑身舒坦的萧兔走了出来，他瞧见几乎要老泪纵横的小乐子，立刻眼睛亮起。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跟本王妃说，分分钟帮你找回场子。没人欺负我，我就是太感动了。感动这俩人还知道起床啊？准备午膳吧。你要吃饭，那我就先回去了。吃完再走。哎呀，不用了，今日回得太晚了，而且家里应该给我留了饭呢。萧兔没答应留下吃饭，背着小手蹦蹦跳跳的离开了。蜜汁鸡翅，奶汁鱼片，花菇鸭掌，鸳鸯鱼羹，金丝酥雀。才念到第5个，走远的人就一溜烟的又跑了回来。吃饭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快入席吧。宁错悠悠的勾着唇角，差不多消完食了，想不想去骑马？马吗？去试试。你如果不想骑马，那我们现在回房也可以。且让你再嚣张一会儿。等他身体缓过来，昨晚就是你的下场。说到昨天晚上，萧兔转而乐了。昨夜也不知道是谁被他撩得直接没忍住，抱着他满头是汗，对他急切诱哄的开口索要。可想好了，是想回寝殿还是去骑马？去骑马，去骑马。你不是说陪王爷去骑马了吗？还玩得很开心。是啊，既然是去骑马，你怎么做了头驴回来？哎呀，我陪王爷骑马这句话重点是后4个字，你念念。王爷骑马。哎，对撒。既然王爷骑马，那你呢？我也想骑，马没让，所以你就骑了头驴回来。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之所以骑着驴走，是我对那妖孽男人跟他养的马最后的警告。什么警告？看看你们家王妃手里拿的什么？画本。身下骑的呢？驴。这不就对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怎么样，小明？我这警告够不够狠？李明善呵呵了，可都处理妥当了。主子陪夫人骑马的时候就都已经处理好了，属下也没料到今日荣昌郡主登门裕王府，裕王会丢下公务急冲冲回府，这才差点让他们有机会与夫人撞上。若不是爷你主动留了夫人，本座不听解释。千岁爷息怒，下去领罚。多谢千岁爷宽恕。爷，您似乎并不是很生气。这次的事情倒是给本座提了个醒，意外总是最不可控，一次疏忽大意都可能让那只敏锐的小东西起疑。爷，恕属下无状，其实您心里应该也清楚，夫人早晚有一天是会知道的。你也说了，是早晚有一天，所以或是早或是晚都应该由本座说了算。叫下面所有暗卫暂停手中计划，全部回京城待命。本座要集万人之力，过滤掉他每日里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爷，不，或许这还不够，
他那般贪玩，本座还应该安排足够的乐子送到他面前，这般他的注意力也就不会被别人吸引走。如此若是再有疏漏，那就用10万、100万，哪怕是举国之力。如此所有人都说本座是誉王，那本座自然就是誉王了。爷，你冷静一点啊！冷静，本座很冷静，就是因为足够冷静，本座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本是觉得有趣儿，陪他玩一下，结果却把本座自己也玩了进去，多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街道楼上的一家店内，小姐，那位骑驴的就是誉王妃了。我看见了，身为誉王妃，却当街骑着头驴子，真是令人发笑，丢人现眼。眼看我要进誉王府的计划就要成功了，偏偏荣昌那个贱女人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坏了我的好事。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要挟誉王妃，让她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对付荣昌那个贱人。说着，他狠狠地一甩香帕，扭头带着丫鬟就朝楼下走去。嘴巴张开，声音都没发出去，一只手就从背后整个捂住了他的嘴巴。郡主，于凤儿找着了。那就把那个贱人带进来吧。于凤儿是被狠狠的几个耳光打醒的。怎么了，凤儿？不认识本郡主了吗？记得当年是本郡主在你快饿死的时候救了你，后来看你忠心懂事，还特意将你留在我身边调教，随后更是抬举你，将你送给了王爷。凤儿姑娘今日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郡主你就别说的好听了，当年你救我，不过是因为看我样貌出挑，早早的为自己打算，后来更是为了笼络自己心仪的男人，亲自将我送给了对方。可又怕王爷真的会爱上我，娶我入府，就将我转手卖进了青楼，让我沦为最低贱的妓女。时至今日，还踏不进誉王府半步。郡主，你说该让我怎报答你？看来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了。你既然选择背叛我，就该知道如今落到本郡主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你既然选择背叛我，就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我自然知道郡主佛口蛇心，手段多狠，可如今郡主你确定真的敢杀我？这几年可都是有我日夜陪在王爷身边，对他关怀备至，细心呵护，他现在早已对我情深一片。你今日见过王爷了吧？他是如何对你说我的？贱人，给我打！仆婢闻言上前，围着于凤儿开始打了起来。刚开始还能听见于凤儿的惨叫，慢慢的竟然没了声音。郡主，人死了？死了？是死了，已经没气儿了。这下恐怕不好办了。王爷那里今日还亲自同你说了要纳他做侧妃的事情，今晚他就死在咱们府里。王爷若是知道的话，如今只能先瞒住消息，等我嫁进誉王府再说。可王爷如今有王妃啊，那萧氏自然是让他彻底消失。今日是他幸运不在府内，明日我再去誉王府。郡主心里可是已有什么计划了？不错，今日我去见了玉老王妃，你猜她对萧图是如何态度？郡主的意思是老王妃选择站在咱们这边了。不错，萧图2次3番将玉老王妃气得半死，对方若不是心里念着嫡孙，早恨不得将她杀之后快。那老王妃的意思是？他已经答应我，明日将以我的名义邀请京城诸位名门贵女，在誉王府里举办一场春花宴。以郡主的名义，那这不是明摆着打萧氏这个誉王府女主人的脸吗？老王妃这只差明摆着告诉众人，您才是誉王府真真正正的未来主子。看来那萧氏是真将那老钱婆得罪狠了。萧氏若不是如此之蠢，我也不会有此天赐良机。等到当天宴会结束，刚好就用不堪受辱这个理由，趁机让他自杀。郡主好计策。那王爷那里？王爷如今满脑子心心念念都是让他的红颜知己进王府，才懒得管那萧氏死活。到底是分开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王爷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那低贱的妓女。郡主不用生气，如今于凤儿已死，萧氏也活不过明日，到时候您嫁给王爷后，有的是时间重温以前旧
旧情。那就赶紧去准备吧，明日务必保证做到在宴席上让萧氏颜面尽失，没脸见人。郡主放心好了，这事情老奴熟。小乐子看着闲庭信步、悠然自在地走在别人后院里的男人，默默无言。两人很快就走进了弄花寓深处女人的香闺院落。行吧，你俩是真会玩，我多余，我走。玉兄，萧兄，玉兄，小弟今日有事，不知玉兄是否有空作陪啊？本王自然愿意。不知萧兄这么晚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出去？走吧，玉兄，今日我请客。天香楼，今日是风流不羁浪荡子，窗外明月，桌上美酒，就来一首风流古诗《青楼春晚》吧。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雄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小样，就算只给我10秒，也能装个傻给你看。怎么样，我东方教主的霸气，何人能挡？小样，跟我斗，天天不迷死你！就在这个时候，萧兔突然发现妖孽男人的头顶突然有红光在闪动，紧接着好喜欢3个字晃晃悠悠地跳了出来。这可是他第一次啊！哇，这可真是喜大普奔了。想想以前这家伙隐藏得多深啊，哪想也有兜不住的时候。看来昨晚上对这妖孽的刺激确实很大呀。再看看这家伙脑袋里还想什么。只见好喜欢蹦出来后，晃晃悠悠的又跳出来3个字，想上他。萧兔无语，接着就是一阵乱码，一样冒出了一大堆的字，内容概括：想上他，好想上，现在上，上他，上他，上他。看着像是刷屏一样的弹幕疯狂的输出。倒也不必这么激动。倒也不必这么激动。他悄悄地准备技术性撤逃，跑出门1步，人就落入了男人怀里了。小兔子，真美呀！客气客气。你准备好了吗？我说没准备好，你会不会停下来？回答他的是男人漆黑妖孽的媚眸里露出的惊人欲念。那个，咱们先打个商量，能不能别太……萧兔连个声儿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扑倒堵住了红唇。接着，萧兔就在散落下来的乌黑发丝纷飞中，骤然扬起雪白的天鹅颈，妖冶的红唇同时张开，高亢交替，如诉如泣，销魂动人。翌日，阳光明媚，春色正浓。你这是什么造型啊？被人鞭打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被鞭挞了？我还被鞭挞了一整个晚上啊！有没有可能咱们说的不是一个字儿？哎呀，差不多了，反正都是被踏。差太多了，好吧，算了，下个话题。你跟王爷……那个混蛋，每日里像是饿了3天的狼，搞得好像本王妃没喂过他似的。王爷人看着确实可怕，不过却没王妃说的那么急色吧？最起码他没见男人正眼瞧过别的女人一眼，不管是什么模样的女子，是一眼都没有。怎么没有？他每次见到我跟饿狼似的，还动不动编个态给你看。那这种情况下，王妃你一般在干什么？我一般在旁边勾搭他吧。所以，王妃，你找到症结所在了吗？所以都是因为我。果然，我就说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吧。算了，下个话题吧。府里今日听说要举办什么春花宴，老王妃又能蹦跶了。这人战斗力不咋地，耐造力倒是很强啊。不错不错，已经有成为本王妃对手的潜力了，让他再接再厉吧。老王妃此举肯定是不怀好意，而且我觉得这次主谋说不定不是他。那是谁啊？你还记得前天来的那位东陵王府的赖嬷嬷吗？记得，那个快递员嘛，上次送货我还给了个5星好评呢。记得那个快递员嘛，上次送货我还给了个5星好评呢。啊，快递员是个啥？那位嬷嬷那日只是带荣昌郡主来，昨天你不在，那位郡主也亲自来了，也不知道跟老王妃说了什么，老王妃今日就决定要举办春花宴了。所以你怀疑这场宴会是那位郡主的意思？是，大概率就是冲着你来的。冲我来的好啊，
说起来，这位王爷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又是给我送嫁衣，又是给我送娇纱的，这么人美心善的大好人，我也很想见见他呢。这位荣昌郡主，我曾私下找消息贩子打听过，说此女从小开始就体弱多病，可能是联系她身体不好。东陵王跟王妃对她非常疼爱，几乎达到有求必应的程度。还有就是此女子性子似乎并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陵王夫妻教过坏了。从小到大，只要她喜爱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这一听着就是位天之娇女，种类难得啊！也是眼瞎，惹谁不好，惹她。郡主办宴会，她现在肯定在王府里吧？人一早就来了。那还等什么小明？咱们快回吧！你腰又不疼了？哎呀，不疼了不疼了！郡主都今日签字登门，咱们也不能让她久等啊！嬷嬷，我要那个贱人死，我要他去死！就今晚我一定要那个贱人死！可都听见了，今晚玉王妃萧兔必须死无葬身之地。是。郡主都看到了，人天黑就动手，你呢就等着好消息吧。那个贱人还妄想跟我斗，今夜我就让他乱刀分尸，不得好死。黑夜下，邪魅妖孽的男人熟门熟路地踏着夜色而来。院子的门口没人把守，屋内却是传来热闹而欢呼的叫声。哼，太好了，我又输了！玩什么这么开心？你下盘这么有力的吗？刚才连动都没动哎！本王下盘有没有力你不知道。宁错掀开他脸颊上的纸片，这是什么？就是纸条啊，玩游戏玩输了就贴一个。玩什么？打牌啊，斗地主。你还会输？哼，我的人可都是高智商。宁错看着屋内朝着他行礼，然后轻轻退下的一群人。别动，本王帮你接了。哼，接了干什么？要不今晚就这样吧。哼，接了干什么？要不今晚就这样吧。就这，本王如何疼你？就这么疼吗？似漏非漏，说不定更刺激哦。人家似漏非漏的是身体，你似漏非漏的是脸呢。这做一下脸就变一个样子，也不怕把本王也吓萎了？胡说什么？你以为我是川剧变脸啊？你整张脸都遮着纸，更似黑白无常。不过说不定确实刺激，要不本王试试？说着，邪魅的男人直接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别闹，还没沐浴呢！干嘛呀？不是没沐浴吗？本王也没有。哼，你不怀好意都写满脸了。不过不要乱来哦，人家今晚还有客人呢。哦，又做什么坏事了？让人夜半上门？没做什么，就是欺负了下你那位青梅竹马而已。明月当空，夜色正浓，香雾弥漫的浴室里，潺潺流动的水流在屋间冒着浓郁的烟雾。你要等的客人来了。来了呀，那走吧。外面有人，会处理干净的。外面的人我都吩咐过了，今晚谁也不许出手。你是想本王出去？是的，我要你出去亲自动手。好。今夜来刺杀的人，这女人自己的人就可以动手除掉，可她呢，却是非要宁错亲自动手。原因无非是因为荣昌郡主是誉王的青梅竹马，萧兔要他去杀，就是要看他的态度。若是方才萧兔问时，他有丝毫犹豫之色，那现在送上门的就不是相吻，而是直接要换个脸色了吧？我美吗？要本王用行动证明吗？不用了，看你样子我已经知道了，我就先去了，你也赶紧过来。本王与你一起。不用，你穿好衣服去把我房间的琴拿来。夜色下却是忽然响起了女子妖娆动人的笑声，所有黑衣杀手几乎是同时横刀在前，骤然抬头，只见院子里的屋顶上不知道何时竟然站着一个女子。诸位，我美吗？诸位，我美吗？谁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下穿的是什么？一众黑衣人全部吞下了口水，点起头来。那就放下你们手里的兵器。你敢？来得挺快嘛。本王如果不快，你身上的衣服岂不是要脱光？不过是看你没来，逗他们玩玩嘛。你是和话都还没说完呢，直接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真的只是玩一下，别生气，我保证下次绝对不这么玩了。还不够。明白，以后只脱给你看。而此刻黑夜下，黑衣刺客们正默契地悄然后退。诸位，这就走了？
诸位不想看看我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了？我同夫君演奏一曲。调皮。优美悦耳的琴声忽然流水般清脆地响起，在夜色下，无数举着寒光刀剑的黑衣人在悦耳的琴声中忽而骤然地停顿了一下，他们看着同伴在这优美动人的琴声中一个个的被无声地割断喉咙。终于最后一个黑衣刺客倒下，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啊。如何这般使坏？或许女人不坏，男人不爱。你说的不错。这是承认被我吸引了，看来我这个坏女人的确把王爷迷得不轻啊。何止是迷得不轻，简直是神魂颠倒，意乱情迷。这才哪到哪，说不定今后王爷你会……本王会如何？会恨不得把命都给我呢。月夜下，桃花中，男子深沉性感的低吼跟女子媚意的娇喘叠合在一起，歌声了久久，依旧不肯停歇。昨夜派出去的杀手竟然一个都没回来，这事甚是怪异。那萧氏出身可都查过了，不过是落魄的勋贵后代，他是如何有能力摆平昨夜的刺杀的？莫非是自己人不小心惊动了王府中人，使得誉王出了手？哎呀，郡主消消气儿，昨晚的事情有些诡异，嬷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我只要那个贱人死。哎，郡主放心，嬷嬷我已经有计划了。他要派人赶紧去看看萧氏此人有什么古怪，要是真有什么幺蛾子，那就更要尽快的除掉才是。这两人想干嘛？应是从东陵王府那边得到了什么信儿，准备跟在我后面看我笑话。昨晚才派人刺杀，今天他们还敢来，这光天化日，荣昌郡主疯了不成？不是疯了，是有恃无恐。那我今晚去杀了此女。小明，你还说你不担心我？李明善瞪了他一眼，却没说话。荣昌郡主可不好杀，你看他圈养的那些杀手，个个武功不低，你却是落不到好的。不用着急，你们家王妃我可不是让别人在我面前嚣张的主儿。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眼神默契地开始交流。现在街上人这么多，是他们的主场，或许不用大张旗鼓动手，就能悄无声息地了结了这位誉王妃。所有人开始从各个方向慢慢地朝着前方汇聚，眼看着人就在咫尺。悠闲逛街的女人突然停下脚步，她含着笑的眼睛随意地朝周围看了一眼。哎呀，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看我发现了什么？笑着抬起小手，轻轻地一点人群里的一位圆胖的妇人。一个。声音落下，那妇人就被飞镖刺穿了喉咙。两个。穿着落魄的壮汉也紧跟着应声而倒。三个。又是一个同伴倒了下去。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所有暗杀之人倒下，暗处飞镖合击的沙哑夫妻再次悄然地消失不见。哼，又15个，为了对付我，荣昌郡主倒也舍得。对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刚好，本王妃这次也不打算与他善罢甘休。偌大的宫殿，只有笔墨滑动纸张的声音，何等的尊贵威严！偏偏猩红的唇瓣上带着伤。这个地方受伤，总不能是自己不小心咬的吧？小乐子，今日你眼珠子很活络，需要本座让人帮你挖出来。属下就是担心主子，您看要不要上点药？你舌头也很多，你舌头也很多。都是关心主子，毕竟明日里有大朝会，这不是文武百官看见，那就让他们看着。这皇上呢？正由刘道长陪着打坐呢。已经半月了吧？这位刘道长倒是深得圣心，毕竟是位女道长嘛，自然是修为高深，多才多艺。皇上既然这么有兴致，那就再助着刘道长一把，别让后宫其他人扰了皇上雅兴。主子放心，现在高贵妃跟皇后可都忙着呢，没人顾得上这位道长。哦，主子，您最近有事儿，奴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后宫里如今已少了2个贵人，1位美人，全都是前阵子最受宠的几个。那确实挺忙。杜公爷，奴才有事禀报。何事？
是誉王府里传来信出来，夫人她有话要对千岁爷您说。哦，那小兔子有何事要传达？属下无礼。夫人说今晚她有事忙，要千岁爷您让您今晚不要回去吵她了。今日发生何事了？下午夫人出去了一趟，荣昌郡主派人刺杀。人呢？全死了，夫人手下将他们全部击杀，无一活口。找个由头让东陵王回京述职吧。小福子跟小乐子同时看向男人，心中不得不再惊叹萧夫人在他们家主子爷心中的分量。东陵王可是同他们家都公爷一贯是井水不犯河水，可二人谁也没有多言。是。昨夜热情的咬得他唇都破了，声声缠绵犹还在耳边，今日却是连家都不让回了。这小东西不让他回家睡觉，分明是因为那位青梅竹马在迁怒他呀。不让回就不回了。老奴让人去查过了，今日街上刺杀时，小兔身边暗中有人保护，是很厉害的高手。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在热闹的大街上拦住10几个暗杀者。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在热闹的大街上拦住10几个暗杀者。这确实有些诡异。不管那么多了，今晚再派人去。郡主，您从东陵来京走的时候，王爷一共就派了80几位好手暗中保护，如今加上昨晚已经死去的，咱们就只剩20几人。今晚再派人去，您身边可就没人了。不是还有卫兵吗？哎呀，那些人只是普通兵卒，如何能跟死卫相比？不说武功高低，就单是贴身保护郡主这一项上，那就是天差地别。咱们身在京城，不比家里。您要是在这里出了什么事儿，要老奴怎么跟王爷和王妃交代呀？现在我什么都不想管，只想让萧兔死。郡主您是千金之躯，咱们不如就让那萧氏再多活几日，先让王爷再派人。不行，从来没人能得罪了本郡主后不死。今晚把所有人都派出去，一定要杀了他。郡主，嬷嬷，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其实两位不必为难，我自己来了，你们就不用争得这么辛苦了。萧兔，你是怎么进来的？萧兔，你是怎么进来的？凭你所见，就这么进来的。这怎么可能？院子里那么多护卫，你怎么可能进得来？是哦，那你们说我怎么进来的？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说吧，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们似乎很惊讶我会来。两位的震惊实在是令人费解。你们这一日一夜连派2波杀手暗杀我，我作为你们迫切要除掉的对象，被你们暗杀得如此频繁，来找罪魁祸首寻仇，应该是理所应当之事吧？所以你是来找我报仇的？我是哪里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吗？你如何敢啊？莫非你不清楚我的身份？这如何不清楚？东陵王的爱女荣昌郡主吗？你这是什么口气啊？我堂堂郡主，你怎么样？哎呀，你好吵啊！此人竟然打了荣昌郡主，那可是整个东陵最得宠、最尊贵的小郡主啊！平日里别说被人打，那是东陵王跟王妃指甲壳都不曾弹过的人啊！小兔他如何敢？贱人，你敢打我！哎呀，我说二位，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上门报仇啊？意思就是说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那可是要死人的哦。你是来杀我们的？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吗？小兔这个贱人已经疯了，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那么谁先死？你真是疯了！不信你敢杀！回应他的是女人一刀扎穿了他的胳膊。现在信了吗？荣昌郡主瞬间发出凄厉的惨叫。既然都送上门了，那就从你开始吧。别过来！要杀你是我的主意，不关郡主的事情。这话你自己信吗？是，郡主虽然也有份，可杀你的人都是由我亲自派去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本王妃应该先杀了你？不，别杀我！不要杀我！那就只能杀郡主了。不，也别伤害郡主，求你放过我们吧。那你看，我来都来了。那你看，我来都来了。
其实我今日本来是想过来杀掉罪魁祸首的，谁知道凶手竟然有2个。你们都想活？二人疯狂的点头。那就决一死战吧，谁生谁活。说着，他轻轻的一抬手，刀子落地。你想让我们互相残杀？你做梦！你们也可以选择一起死。我数到3、1、2。我与郡主相伴多年，感情何其深，你休想我们会被你玩到。不关我的事，是他说的，都是他。赖嬷嬷嘴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瞪着眼睛倒在地上，不再动弹。萧兔突然起身，你说过谁生谁活的，你想说话不算话吗？荣昌郡主见萧兔什么都没有说，径直就离开了。萧兔，你别以为今晚走了事情就算完了，你如此目无王法，跑到东陵王府杀人，我明日就会上奏皇上你的恶毒罪行。郡主玩笑了，本王妃何时杀人了？杀人的明明是郡主才是啊！本王妃何时杀人了？杀人的明明是郡主才是啊！东陵王府所有死位已经全部处理干净，辛苦3位了。3人同时抬手低头，然后其中2个瞬间消失在黑夜的暗处。王妃为什么不连荣昌郡主一起出了？今夜东陵王府死这么多人，杀了他，谁来为我们扫尾啊？荣昌郡主只怕此刻要被你气疯了吧？就算气疯了，明日这位东陵最受宠的郡主也会将今夜自己府邸死去的人捂得结结实实，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他这下恐怕是要恨王妃你入骨了，留下总归是个祸患。想杀他还不简单，难的是他后面的那位。你是说东陵王？小说里经典剧情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还是位手握重兵的老子。所以你今晚留荣昌郡主一命，是想用他来吊吊这位东陵王？聪明，大蛇7寸。荣昌郡主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就是自持这位有权的亲爹撑腰。能养出这么个心思阴暗、手段歹毒的女儿，这位东陵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了，我要杀他闺女，这位当爹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所以了，我要杀他闺女，这位当爹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与其现在就把人杀了，让对方疯扑上来报复咱们，不如全都调到身边慢慢玩。反正什么事儿到了女人这里，都是先玩一玩。小东西，总算舍得回来了。哼，不是叫人传了话，今晚不让你回了吗？你这明显是迁怒本王吗？哼，就是迁怒你。本王昨日可是亲自出手，以证清白。那又怎么样？死的那些人再多，又不是真的伤到你那位青梅。那本王亲自去杀了他。说着，他真的起身要去。行啦，算你过关啦。宁错却是顺着他的力道，翻身将人摁在了怀里，低头就是一个深长霸道的吻。你最近换气不行啊，竟然亲着亲着，差点晕过去了。本王也如此觉得，看来需要多练习一下，不如再来一次。不要，亲太多容易失去新鲜感。你就不好奇我刚才去了哪里吗？去东陵王府了。哼哼，你知道今日刺杀的事了？哼哼，你知道今日刺杀的事了？不然你这个管杀不管埋的小东西，丢了一地尸体在大街，今晚还能安然出去干坏事儿？哼，我就知道，夫君你最好了。那你是如何猜到我今晚没想除掉荣昌郡主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哼，还是你懂我。哼哼，那东陵王，本王已经让人传令，找借口调他回京了。哎呀，夫君，你好懂我，人家真是爱死了。伴随着笑意，男人的头顶竟然又冒出了猩红的字。他说他好爱，好喜欢，他样子好可爱，好喜欢，想再狠狠吻他，味道好喜欢。就知道你这妖孽被我迷得七荤八素，都喜欢死我了吧？怎么这么开心？夫君，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啊？怎么突然问这个？哎呀，你快说，到底是不是？本王早就说过，我为你神魂颠倒，我为你神魂颠倒。是妖孽，还是没正面回答问题吗？哼，小样，以为不回答我就不知道了？早就说过，你逃不过老娘的魅力。
萧兔眼睛一弯，却是顺势用力一翻，直接坐在了男人的腰间，笑得妖娆勾人。夫君，听曲儿吗？什么小曲儿？我这首曲子它叫18摸，一摸哥哥的脸，妹儿欣喜迎啊；2摸哥哥的胸，妹儿心里惊讶；3摸哥哥的腹，肌肉一层层呢；再摸哥哥的坏东西。我就坏。院中桃花纷纷，月儿修出了鸿运，一袭云雨激荡，共赴巫山沉沦。翌日，再不起，午饭时间都要错过了。起了，再起了。本王先走了，今晚会早一点回来。你都中午了才走，晚上还要早回，干脆别去好了。也不是不行，那本王就……不要，恭维正，恭维正。那你起身吧，本王叫人准备了你最喜爱的蟹黄包。我起了。说完，他人却还在床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本王昨晚累着你了。怎么可能？本王走了，洗漱后吃饭。看到没，小明，他怕了。这种事情你有必要也争个胜负吗？哼，我不能让他太嚣张了。我看是你太嚣张了吧。不可能，我明明这么乖。哼哼，乖的每日被炸得下不了床。呵呵，这只能证明我天生绝色，魅力非凡。小明，你竟然敲我脑壳！哼，小明，我记住你了。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你又来了！赶紧吃饭。好嘞，您呐。午后阳光灿烂，吃完饭，萧兔觉得自己已经满血复活了，人呢还熟门熟路的寻到了老王妃住的王府主院。怎么到这里了？闲来无事，勾栏是跟老王妃培养一下感情。你是收拾完了荣昌郡主，见不得老王妃一个人寂寞吧？哼，敢算计我貌美如花、人见人爱的赛西施，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掉。是小兔来了，快来坐吧。这么熟了又慈祥，不知道的还以为萧兔是他亲闺女呢。此刻老王妃心中已经做好了算计，只需要等到对方怀孕生子，她有10000种法子直接送对方归西。这贱人这么得儿子喜爱，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孕。萧兔看着老王妃这般模样，嘴角也弯了弯，没客气的直接坐在老王妃的身边。小兔啊，你是新嫁妇，刚到这王府，母亲呢也与你不太熟悉，所以近几日行为上可能有些不妥，你可千万不要跟母亲一般计较啊。母亲这是要跟我道歉吗？算是吧。哎呀，母亲既然要道歉，那就该知道这道歉也是要有诚意的。你想要什么诚意？自然是这王府的管家大权了。这个小贱人倒是敢开口。管家的权力现在还不是时候交到你手上。有什么不是时候的？我现在既然已经是誉王妃了，王府交到我手上那是理所当然之事。至于母亲你，哎呀，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早早歇着吧你。好，管家权给你。这才对嘛，人老了就要服输。你看你动不动就上不来气，要翻白眼的，这身体也太不好了吧。老王妃差点一口老血喷到脸上。接下来老王妃交接家务，她并不是真要放权，不过就是想走个过场而已。可就这样，竟也被萧兔逮住了机会，随手就拿起了珍贵玉盒里一个老玉料的手镯，就往手上戴。好不好看啊？老王妃看着她最喜欢的红玉玛瑙镯，就要阻拦，却见老嬷嬷跟她摇头，最后只能黑青着脸咬牙道：好看是吧？我一看你就知道适合我。母亲你年纪大了，就别戴这么艳的颜色了，看着就为老不尊。接下来就是交接账本，一本账就是好几万两的财产送过去。老王妃心中不停地滴血呀。可是萧兔一连看了10几本，越看脸色就越嫌弃。哎呀，母亲，你操持王府这么多年，就只赚了这么点钱吗？什么叫这么点钱？你看清楚了，一家铺子每年都有好几万两的收入了。我看到了，就这点钱也太少了。这钱你还嫌少？这可是王府辛辛苦苦多年的经营。
你辛辛苦苦多年经营，就赚这么点儿，母亲，你也太没用了吧！午后的太阳灿烂，仆人们走动小心，东花厅里一片安静。萧兔走了，老王妃病了。东花厅里，老王妃躺在床上，脸色扭曲，嘴巴里不停的哎呦哎呦的难受的叫着。怎么样，王妃她如何了？老王妃暴怒，导致呼吸急促，心绞疼痛，气血紊乱，肝气郁结。哎呀，大夫，你就直接说结果吧。结果就是老王妃她太生气了，要赶紧给她想办法出了这口气，不然的话，不然会怎么样？不然老王妃恐会不测呀。不然会怎么样？不然老王妃恐会不测呀。什么？怎么这么严重？老夫也觉得惊讶，看病这么多年，第一次碰见人这种事情，到底是何人做了何事，能将人气成这样啊？总之要赶紧想办法让老王妃啊泄了这口怒气。大夫走了，老嬷嬷看着床上的老王妃，您可都听见大夫说的了。那个贱人竟是要了我的命！阿字还没有完全喊出来，老王妃却已经气歪了嘴。本来是我一手安排她嫁进来，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忍到嫡子出世再下手，可是这个贱人却是软硬不吃的主，再留下去绝对是祸害。本王妃决定了，今夜就要除掉她。萧兔正啃着苹果数自己到手的财物，门外的小丫头来报说老王妃那边传信来，说她嫁来已久还没有一起吃过饭，所以今天晚上叫她过去主院一同用膳。这老王妃下午的时候气得都要上来咬我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要请我过去吃饭了。与老王妃那三母女此刻怕是生吞活剥你的心都有了吧？所以这哪里是想请吃饭啊，分明就是想吃我嘛！他们可真坏，到底是谁坏？哎呀，既然人家都请上门了，那咱们就走着吧。府内现在应该不安全，对方这次怕是要跟你图穷匕见了。匕见好啊，古有秦王绕柱，今有美人夜斗，好诗好诗。哎，小明，你说老王妃三母女今晚的绝地反击会不会很刺激？刺激？你想要多刺激？我想要多刺激都可以吗？李明善无语。东花厅已经摆好了饭菜，端坐着4个人，气氛万分的融洽和谐。老嬷嬷不停地给老王妃3人打眼色，毒已经下在菜里了，你们赶紧劝她吃啊！萧兔仿若毫无所觉，笑着拿起筷子，随意地夹了一口菜吃起来。他这动作一出，可是让满桌子的人大喜过望，竟然自己吃起来了。这就成了，终于除了家里的这个祸害。萧兔看着3人高兴的样子，也跟着乐了。这么开心啊？自然是开心啊！你知道你刚才吃的菜里面放了什么吗？是剧毒鹤顶红。不错，鹤顶红见血封喉，你马上就会死得很。剩下的话他们没说完，笑意就僵在了脸上，两人满脸疑惑地看向老王妃。母亲，鹤顶红不是见血封喉吗？老王妃的笑也僵在了脸上。下的是鹤顶红吗？你没搞错吧？没有啊，您亲手交给我的药绝对不会错的。母亲，会不会你拿错了？毒药这么危险的东西，上面都有名字的，这我怎么可能拿错？他们带着满脸问号，齐齐地看向萧兔。萧氏，你说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母亲，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问出这个问题来？我只能说，你是傻杯吗？你说什么？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了。我只能说，你是傻杯吗？母亲，都这么久了，你就没发现吗？除了前2次，你身边的奴仆下人还敢对我有些无礼之外，之后无论我怎么整你跟2位妹妹，从来就没人帮过你们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萧兔勾着红唇，随意地打了个响指，东花厅的丫鬟剑仆同时挨个的朝萧兔跪了下来。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些人都是王府世代家奴，他们是所有下人里对誉王府最忠心的一批人。
你是不可能收买了他们的。你这话的前提是要在我不是这誉王府的誉王妃。再说，我为何要收买他们？一把长剑横在脖间，你告诉我，这满院中有哪个不怕死的？你竟然用这种狠辣的手段！是啊，有什么奇怪吗？为何都如此看我？老王妃三人没说话，看着萧兔的目光却是带了一些惧意。哎呀，诸位终于意识到了，从我嫁进这誉王府开始，咱们这场所谓的决斗中，从始至终啊，我才是那个坏人啊！从始至终啊，我才是那个坏人啊！笑着的女人只是一抬手，周围的奴仆就一拥而上，将3个人全部摁倒在她面前。诸位今日既然要给我下毒，那我也回敬你们一人一份大礼吧。老王妃母女3个吓白了脸，刚想仗着身份叫嚷一番，嘴巴就被人硬生生的捏开了，然后一碗苦药就灌了下去。你给我们喝了什么？没什么，不过是让母亲跟妹妹们从此以后都只能老实待着的好东西。几人很快的挨个倒在地上。王妃跟2位郡主都病了，叫人赶紧抬下去吧，以后尽心尽力好好伺候，可千万别让他们再出门受了凉。话落，几人的奴仆挨个上前，将他们的主子扶起来带走。都说了我是坏人了。此刻，整个誉王府里所有奴仆下人朝着萧兔跪下请安。王妃福寿安康。从这一刻起，誉王府不再是老王妃当家做主，而是彻底属于萧兔这位新王妃来执掌。王妃彻底摆平誉老王妃母女3个固然解恨，可王妃有没有想过，王爷那里该如何交代？说的也是哦，我好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你当真是忘了？萧兔美眸轻看着他，然后勾起艳丽红唇，笑得特别调皮地歪了歪头。我就知道如此。不过你可想好该怎么跟王爷说了？毕竟这种事情处理不好，可是会伤感情的。一会儿王爷回来了，你说的时候别光顾着好玩，要注意些分寸。我好端端的一个死士，竟还要担心主子夫妻感情生活，是没谁。是要注意分寸。话说，这自古婆媳问题都是一道难题呀，我好想知道那妖孽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哎。又想作妖，这个肯定很难搞，不如我帮他一把吧。夜色渐深，明月醉人，宁错背手站在花雨下。天才刚刚黑下，怎么这么早就吹灯了？而且早上走的时候明明说过，今晚我会早些回来。走的时候明明说过，今晚我会早些回来。会不会萧夫人累了，就先早些休息了？那精力旺盛的小东西会知道什么是累。你先下去吧，本座自己进去。怎么了？没事。乖，告诉本王，任何事情本王都会帮你。我今天做错事了。谁说你做错了？本王叫他闭嘴。没有人说，是我自己这么觉得。这或许是你的错觉，本王的小兔子做什么自然都是对的。是真的错了，我能感觉到。那你就将觉得哪里错的地方告诉本王，本王让它变成对的就好了。萧兔闻言直接扑进男人怀里，再也忍不住偷偷的笑起来。这个妖孽怎么这么会说话？就该你找到我这种才华与气质兼备、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绝世老婆。哼，便宜你了。现在可以告诉本王发生了何事了？就是今天我一不小心伤了老王妃还有2位妹妹。今天我一不小心伤了老王妃还有2位妹妹。宁错静默了。这种问题嘛，他一下子带入不进去，所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哪知萧兔见他没说话，美眸顿时露出了巨大的受伤。你这是要怪我吗？好，我知道错了，就让我自我了结好了。本王没有怪你的意思。当真？当真。虽然夫君不怪我，可我心里终究是难安，毕竟母亲跟2位妹妹还是受到了较大的伤害的。想必这也不是你单方面的错。确实如此，母亲她要对我下毒，我只是太害怕了，所以才小小的反击了下。夫君，你当真不怪我吗？既然如此，那就不是你的错。夫君，你真好。这得亏这老王妃是誉王他老娘啊。
宁都公现在心中竟是无比庆幸的是，他自己还好，已经没娘让他折腾了。夫君，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跟你的亲娘一起掉到了河里，你先救谁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跟你的亲娘一起掉到了河里，你先救谁啊？宁错，无语了，娘死了也甭想能逃掉是吧？这一夜，弄花浴里一直没让点灯，可是屋内却一直有声响传来，简直可以说是闹腾到天渐亮。翌日，日上三竿，还是房门紧闭。小乐子跟李明善凑在门口左右，活像是两个门神。再睡会儿，本王今晚早点回来陪你。谁让你陪了？赶紧走，赶紧走！他一走，萧兔立刻捂着后腰叫：哎呀，这个混蛋，昨天晚上差点把老娘榨干。你昨晚不是信誓旦旦说，只要你稍施手段，就轻松拿下对方吗？已经拿下了。我昨晚化身的柔弱心机小白莲，把那混蛋迷得七荤八素，他根本就没计较老王妃的事情。那你现在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我不过是问了那个混蛋一个问题，他自己答不上来，还怪我了吗？哼，这分明就是恼羞成怒。我很好奇，你问了王爷什么？我就问他，我跟他亲娘一起掉进水里，他先救谁？好毒的问题啊，不愧是你。好毒的问题啊，不愧是你。午后，叫嚷着被吸干的萧兔麻溜的跑出了王府。哎呀，大师，多日不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出尘脱俗，神秘莫测呀。你最近也不错吗？多亏了大师相助，我们家现在呀，简直可以用美满幸福来形容了。两人正说着，忽听街道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的马蹄声。萧兔随着人群退到路的两边，好奇地看向街道不远巨大的声响处。是东厂的人。东厂？是啊，除了他们，谁还敢在街上这么嚣张？这个地方我听说过，你是说他们都是太监吗？那倒不是，他们是东厂麾下大都公宁错手下的绣衣卫。宁错？绣衣卫？是啊，你今后要是碰见这群人，什么也别多想，转头就走就是了。为何？因为这群人呐，就是一群恶鬼，一群由恶鬼头子领着，擅权天下，嗜血残杀，杀人如麻的恶鬼。恶鬼头子？就是你说的那位都公宁错？恶鬼头子就是你说的那位都公宁错？嘘，大师，小点声，千万别被人听见了。宁都公手下可是有着数不清的杀手暗探，专门混迹民间或者监察百官权贵的。此刻，萧兔也正转过头，与他刚好来了一个四目相对。那绣衣卫头领看见萧兔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先愣住了。跟着这个眼神森然可怕的绣衣卫头领，竟然躲闪的快速移开眼睛。不光是他，连着身边好几个人，再看见萧兔时，都是主动的移开了视线。啊，我已经霸气侧漏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了吗？这群人竟然多看一眼都不敢。刚才的女子就是都公爷的那位吧？是他。此女当真是可怕，竟能将都公爷迷倒。是啊，都公爷这次诏令所有暗卫回京，就是为了此女。都公爷现在这般如痴如狂。住口，这话也是能说的。毕竟此次都公要所有人回京，决定不可谓不重大，而原因更是匪夷所思。他此刻急着赶回去，就是要看看自家主子爷是不是中了什么迷魂术。柯统领是第一个到的，一路上都没怎么休息吧？乐总管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了，这些年呀，辛苦统领了。为都公爷效力，何谈辛苦？不知爷他现在在忙着，不过已经吩咐过，你若回来就即刻动身。请公公吩咐。小乐子扶耳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要这样？哎，爷呀，最近兴致太高，你是知道的。主子他要是兴趣来了，那可是不管不顾的，而萧夫人又过于聪慧了些，所以属下必定拼尽全力为都公爷他的保驾护航。主子爷这些年也从来没中意过什么，只这一次咱们做奴才的自然是竭尽全力的帮他得到。
公公说的是属下疏忽了，我现在即刻就去部署。柯统领已经照着主子的意思去办了。这几日都公爷您没顾上朝堂，外面就传您是遇刺重伤了。果然很多平日里装的老实的家伙就跳出来了，好一番慷慨激昂。果然很多平日里装的老实的家伙就跳出来了，说您独断专行，罢揽朝政，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还提议您应该还权与公，设立内阁辅政大臣。这说法的支持者颇多，已经有些势头了。宁错看着手中名单，确实高达10数人之多。这么邪恶，可都查清楚了。都公爷您放心，有东厂的探子出马，就这些人的肮脏事儿藏到祖坟里都给他们刨出来。既如此，那就从明日开始吧。这次主子想杀几个？一个不留。爷这次给的反应会不会有些大了？朝堂上那些老东西怕都要吓到了。不过10几个都杀的话，朝上怕是看着都空落不少。马上就是春闱科试了，有好的挑出来补上就是了。爷，您这是……这群人不是整日里指桑骂槐的，说本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如今就让他们好好看看。这主子爷这是要准备大开杀戒，大杀特杀呀？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虽然都公爷确实时不时会犯下病，可每次总是有原因的，所以这次是又跟萧夫人吵架了，也没发现呢。明明早上从裕王府走的时候，爷脸上可都是带着笑呢。所以到底为嘛呀？让都公爷如此轻描淡写的就准备拉开血腥帷幕了？莫非是因为萧夫人？本座不是说过了吗？只要这整个大招人人都说本座是誉王，那本座就是誉王。所以这第一步，本座要清除掉整个朝堂上那些不听话的东西。只要杀光这些人，所有人都将臣服在本座脚下。到时候谁还会说本王不是誉王？爷，您这么疯，还能想得这么周到，真是难为您了。今日街上竟然没什么人，倒是稀罕。今天确实有些奇怪，不过应当跟官兵抓人有些关系。什么官兵抓人能抓的整条街都给空了？话落，就见一群飞驰而过的队伍，个个眼神冷酷，杀气惊人。正是今日谢玉龙提醒萧兔的那些东厂所谓的恶鬼。原来是这群人在街上活动，那就怪不得街上人都吓没了。是这些东厂的人出动，应该又是哪位大官要灭门了。小明，你竟然知道他们？东厂秀一位当朝大都公9000岁的爪牙，凶名在外，恶迹昭彰，可知小儿夜哭。整个大昭人怕是没人不知道吧？他这个穿来的就不知道。王妃嫁给誉王，也算是半个皇室之人，以后肯定会碰见这群东厂恶鬼的头子宁都公，到时你一定要尽量避开。萧兔已经听第二个人这么说了，这倒是让他有些好奇了。那位宁错就那么可怕？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过对方的传闻。据传此人极其冷血残暴，嗜杀成性，年不过20，死在他手里的朝廷大员皇室勋贵已经不计其数，听说好多人都被杀绝了户。这么凶残的吗？你今日一来就带着笑，心情看着不错，是碰到什么好事了？他没从妖孽家伙嘴里得到答案，却瞧见诡谲难测的男人头上冒出来一句话：很快你就是我的了。萧兔一阵的莫名，什么叫我就是你的了？本姑娘现在难道不是你的吗？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这人今日有些反常啊，不会想犯病了吧？他心里正犯嘀咕呢，男人就笑着用力地吻了上来。萧兔不过片刻人就迷糊了，心里的嘀咕也同时抛出了九霄云外，快速地沉沦进男人的深吻里。翌日早晨天才渐亮。还早，你继续睡。怎么今日这么早？如何，舍不得本王？谁舍不得你了？快走，别耽误人家睡觉。软糯娇气的样子让宁错唇间的笑意加重，冷唇在他小小的唇瓣碾磨了良久，才将人放开。萧兔红着小嘴儿，直接丢了个枕头过去，然后扭着屁股把头蒙了起来，继续呼呼大睡。什么事？昨个儿的事，爷您这次下手之重，果然朝堂轰动。这会儿参奏您的折子，估计多如牛毛了。哦，
那本座不去瞧瞧，岂不是太可惜了？那昨日抓的那些人，自然是继续杀。大昭皇宫，金碧辉煌的朝堂大殿，大臣们在其中吵个不停。高高在上的皇位上，一身明黄龙袍的皇帝半点不在意的正在打着瞌睡。就一位指挥使，司礼监千岁爷到。随着男人的到来，整个大殿噤若寒蝉，满朝文武大气都不敢出一个。萧兔此刻正有气无力地趴在水里。大白天的，白日眩晕不说，还直接折腾到了天黑，也不知道是犯的什么病。此刻宁策正站在他的不远处，一双邪魅黑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水中的女人，鬼艳漆黑的眼睛有浓重的玉色在涌动。本王帮你洗好不好？当然不好，再来打鸟。为了刚才的事情赔罪，本王帮你洗。折腾了这么久了，这是还想干嘛？我不需要你赔罪，你离我远点就行了。美眸刚带威胁的瞪起，小嘴就被再次封住了。很快他的身体开始站立。你这2日情绪有些不对啊，干什么啊你？可能有些太兴奋了吧，毕竟。萧图正想问毕竟什么，就看见男人没说完的话从头顶冒了出来。毕竟今晚再杀掉誉王，你就是我的了。萧兔迷迷糊糊的脑子还没转过来呢，看见这几个字时人却愣住了。更懵逼的是，邪似贪婪的男人头顶竟然又飘来了病态的一句：你本就应该属于本座，属于我，宁错。看见这句话，萧兔迷迷糊糊的眼睛越瞪越大，直瞪到极限。怎么了？你是宁错？宁错整个人愕住了，因为太过突然，因为始料未及，周身的欲火愣是一下子全都吓没了。你是宁错，你是东厂那个什么督工千岁，所以你不是誉王，你不是我丈夫。那我丈夫是谁啊？不，丈夫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骗了，我小兔竟然被人骗身了，还是被人骗着白嫖了1个多月。我去，他妈的，这简直了！我小兔我这么屌的人竟然会被人骗了。萧兔简直气到原地爆炸，双眼喷火地看向始作俑者。你这个混蛋，你怎么敢？我现在就灭了你！宁错却是将大怒扑来的女人一把抱进怀里，萧兔被用力封住了唇，叫不出来。萧兔却是猛地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亲吻自己的男人，可是随即而来的却是更加凶猛而霸道的吻。良久，久到萧兔身体发软，再无力气挣扎，那让人几乎窒息的吻才缓缓地松了开来。冷静点了吗？是什么时候能看见的？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确实不重要，不过当真是好笑。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本座让所有人都管好自己心思，别让你发现破绽，结果没管好的竟然是我自己。本座知道自己有错，只要你原谅本座，本座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作为补偿。你少跟我来这套，骗了我这么久，还想让我跟你继续下去不成？既然你不是誉王，以后少来找我。本座随时可以成为誉王。怎么成为誉王？杀了人家，你取而代之是吧？你睡人家妻子，还想杀了人家，你还能更变态点吗？你不是他妻子，你是本座的女人，连着洞房花烛之后每个日夜都是本座同你缠绵在榻。那个杂碎不过占了名分，本座杀了他，你也刚好可以改嫁给本座。你想得美！你骗我这么久，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的。算账可以，划清关系绝对不行。你说了算吗？你这个大混蛋！如果不是我发现，你这是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骗到你再离不开本座为止。什么叫再也离不开？我好好一个人，我会……你会，本座会让你会。就算暂时做不到让你心里有本座，本座也要让你身体上再也离不开我。你休想！本座没休想，你知道我们在床上到底有多契合。骗我骗的你还有理了是吧？你这个混蛋、色鬼、流氓！你没有道德，你睡人老婆，你还想杀人灭口、抢占人妻！本座说了，你是本座的女人，从始至终你都会只属于本座。萧兔差点气炸，转头走了。本座不许你走。你不走干什么？被你气死吗？小本座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你放我走，我就不生气。你知道这不可能。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什么？小兔，难道一定只能是你的夫君，本座就不可以吗？宁都哥，我已经嫁人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介意这个，本座说了，可以杀了誉王。你偷人家老婆，还要杀了别人，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无耻还变态吗？那本座答应不杀誉王，你们明日合离，本座再娶你。你骗我的账我还没跟你算，你哪来的自信我会嫁给你？再说我为什么就一定非要嫁给你不可啊？因为你注定是本座的人。信不信我挠花你的脸？信不信我挠花你的脸？那你挠完我们就和好。只想打爆这个混蛋的狗头！你放开我，我要走了。你知道本座不会放你走的。如果我一定要走呢？小兔，就一定非要离开本座？身体越靠越近，黑暗而危险的气息越发的浓郁，那种明明充满低沉和诱惑的嗓音，却是瞬间让整个空间都染上了危险可怕的气息。宁错却是骤然朝后退了一步，萧兔被突然放开，先是一愣，接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后怒气冲冲的快速地离开了汤池。都公爷，出什么事儿了吗？夫人她刚才气冲冲的直接甩脸走了。主子爷，您没事吧？事情暴露后，本座心里明明就决定今晚无论用何种手段都绝对不会放他离开。明明刚才本座见他如此决绝，心中就被激得产生无数阴暗可怕的想法，明明都因为他失控的差点将想法付诸于行了。可他看过来的瞬间，本座第一反应竟然是将暴露出来的阴暗全收回去。本座竟怕他发现本座是如此不堪之人，本座竟怕自己会吓到了他。爷，您还正常吗？你看本座正常吗？哎呦，糟了，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那什么，主子爷自然正常，是奴才不正常。主子爷，你方才说的意思是夫人她是什么都知道了吗？可怎么突然就知道了呢？明明此事爷您准备的天衣无缝啊。问完，见男人不说话，他忙改口，定是下面那个小兔崽子不小心坏了多公爷您的好事儿，待会儿奴才就……说着说着就再没了声音。这个反应不对啊，我不是那个爷，您就这么放夫人走了吗？放他走，他还走得掉？混蛋，真是气死我了！宁错这个该死的狗逼，竟然足足骗了老娘1个多月！如果不是意外发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这个王八蛋，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而此刻正躲在树上的一个东厂的暗卫，他默默地抱紧了树干。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萧夫人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他还是不要被发现的好。他是凭什么一点痕迹不露，骗了我这么久的？宁错的人都给老娘听好了，1秒钟之内全都给我滚蛋！要是再让我发现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打爆他的狗头！然后整条街上传来哗啦啦的嘈杂跟骚动，接着街上有人开始扭头跑了，而且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好似没有尽头般。宁错，你这个变态混蛋狗贼！怎么了这是？下午不是吩咐人来说要跟王爷出去风流快活，今晚不回来了？怎么这么生气啊？还一个回来了，王爷呢？别跟我提那个人面兽心，表里不一，道貌岸然，假仁假义，见色起意，居心不良，狼子野心，两面三刀，花言巧语，无恶不作的王八蛋！李明善跟小芝两脸的懵逼。哪个混蛋是宁错的人？现在都给老娘滚！哪个混蛋是宁错的人？现在都给老娘滚！这一声后，比之刚才街上还夸张的是，院子里、走廊上、门院外，所有奴仆，包括守卫门卫的侍卫，瞬间集体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这个王八蛋，这是准备在这里安家了吗？王妃，这是什么情况？老娘被人骗了，骗身骗心骗人骗色。啥意思啊？就是整日里来睡老娘的那个狗逼男人，他根本不是本王妃嫁的誉王。不是誉王，那是谁？是宁错，那个垂涎我玉体、贪图我美色的奸贼。我去！窗外夜色越来越重，弄花浴里的房间却是越来越亮。有个人说自己失恋了，握不住的沙我就扬
踩我也糟蹋，脚下的路我全都跑了它，骗了我的人，全都去死吧！骗了我的人，全都去死吧！王妃会不会喝太多了？别管他，让他发泄发泄吧。可王爷怎么就成了假的了呢？害得王妃这么生气。这俩人的事儿咱们别掺和。为什么？明明是那个什么姓宁的混蛋骗了我们王妃。你家王妃不是什么善茬，男女感情的事儿最忌讳别人插手了。咱们还是先静观其变，等看看主子他到底怎么想的再说。小棉，我问你，老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又每日里善解人意，情趣十足，哪个男人不是神魂颠倒？谁会舍得来骗我？你说。哎呀，小明，你说是谁会如此狠心对我？是宁错。对，就是那个狗男人！我如此完美的女人，他竟然舍得骗我！李明善满头黑线，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了！敢骗老娘，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就那个坏事做尽，又闷骚邪恶，还动不动变态犯病的家伙，谁受得了他？也就是我，人美心善，不嫌弃他是个神经病，可他竟然这么对我！我终究是遇错了人，一腔真心错付出去，落得今日这般凄惨下场。爱情就像是坟墓，埋葬了我真心，我的未来。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爱情只是一种感觉，爱情只是一个错觉，爱情是我们的感觉出现了错觉导致的幻觉，还以为是什么夫妻了，搞了半天其实是我们两个在偷情。呸！傻男，怪我太年轻，是人是狗没看清。小芝端着醒酒汤过来。明山姐姐，怎么样？王妃她没事吧？这种时候一般有事儿的那都是别人，譬如我。我的醒酒药里放了安神助眠的东西，一会儿王妃就睡了，到时候明山姐姐就解脱了。温柔地哄着萧兔喝了醒酒汤后，她很快迷糊地睡着了。小芝，你回去睡吧，今晚我守着就好。不用，我本来跟着王妃，近日都是快凌晨才睡，还是跟明山姐姐一起守吧。翌日，宿醉还真难受，不怪那个狗男人大骗子。看天色都下午了吧？是啊，王妃今日可有什么安排吗？没精神，没心情，没力气。那今日咱们就好好歇着吧，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是我们小芝好。崔婶来了，特意给你熬的酒后治头疼的药汤，快喝了吧。既然昨日你知道那位是假誉王，那也该是时候想想真誉王的事情了。切，想他做什么？宁错那个混蛋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我粗心是一部分，他别有用心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位婚后根本连见我一面都没兴趣的真誉王。我粗心是一部分，他别有用心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位婚后根本连见我一面都没兴趣的真誉王。我昨晚问过小芝你嫁入王府的情况，或许真的如你所言，一开始这位誉王对你就甚是不喜，不然不会大婚之日就跑去青楼啊。切，一个两个都那么喜欢逛青楼，青楼有那么好吗？夜晚悄然降临，小兔带着4个养眼的帅哥入座，又一口气要了楼里最贵的几种好酒，正准备大展身手。是你？是啊，好巧，竟然在这里碰见，不如一起坐下喝2杯。姑娘真是洒脱呀。好，咱们就坐下喝一杯。看王爷身受重伤，而且一直愁眉不展，不知道可是碰见了什么难事了？身上的伤都是近期倒霉所致，真正烦心的是本王的红颜知己，突然人就不见了。本王近日到处在寻他，可是毫无头绪。就是那日在金雀楼前难舍难分的姑娘吧？姑娘还记得？记得。他的那个红颜知己应该不是失踪，而是死了。他的那个红颜知己应该不是失踪，
而是死了。不过他没有把此事说出来，毕竟嘛，萧兔对那女人没什么好感。既然大家都是来买醉的，来干杯！一杯喝尽，萧兔觉得不太解恨，杯子太小了，咱们换大的。誉王见此没反对，只不过觉得眼前女人如此痛快又直接的做派，当真是与众不同，耳目一新。两人越玩气氛越热闹，越喝也就越上头。本王本是王爷，有爵位在身，虽在朝内有职位，却不必事事操劳。可是近日朝廷给本王派了个差事，帮皇上建造升仙台。本以为是件轻松的事儿，本王直接就应了，毕竟只需每日里过去看看进度即可。可是没想到本王每日里去巡视都会被人暗算，升仙台里布陷阱都不算什么，有时候头上还会落石头。可本王每次去查都显示这只是意外。意外？他们以为本王是傻子不成？哼，你这还不算什么，我最近才倒霉，嫁了个男人，特别不喜欢我，连见都不想见我。我想着他不见我，我去见他总行了吧？哪想着被人贪图美色，假冒了丈夫，老娘被他睡了1个多月，昨天才发现他是个假的。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人！哼，就是啊！你可需本王帮忙，这种无耻之徒，本王可帮你除了他。哎呀，不用，你不是那个混蛋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呢？本王是王爷，本王……哎呀，反正只需要告诉本王是谁就是了，其余你不用管。哎呀，真的不用，老娘要亲自收拾他。那你的那个丈夫呢？他既不喜你，本王也可想办法帮你和离了。哼，我最近顾不上他，等我先把骗我的混蛋收拾了，再来收拾他。哼哼，总之谁也跑不掉。那好吧，如果你需要人帮忙，可以来找本王。你这酒友不错，来喝酒。夜渐渐的深了，金阙楼上热闹却是不减的。李明善匆匆赶来时，两人抱着酒碗都快喝趴了。他无语且无奈的将人从酒堆里扒了出来。小明，你今天来的有些晚了，是不是没猜到我来这里啊？是啊，你可真是越来越会玩了，逛青楼还叫男人，当真是也不怕。哼，我会怕他？那个混蛋，最好别让我再遇见他，不然分分钟打爆他狗头。你信不信我打爆他狗头？要走了吗？本王送送你们。李明善打量了他一眼，却什么都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下次还喝。好有趣的姑娘，希望下次还能见。王爷没事吧？无事，回府吧。侍卫扶住他，步伐不稳地离开了青楼。只是誉王怎么也没想到，他许下的愿望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你住这儿？本王是住这里。那真巧，我也住这里。两个人再次看着对方，沉默了。咱们不如先回府，本王叫人准备醒酒汤，喝完咱们再详谈。不必，我累了，需要养养脑子。看着对方离开，誉王抬了抬手：“你马上将有关王妃所有的事情都给本王找出来。”是，属下马上去办。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从心底里欣赏的女子，竟然会是他厌恶已久的王妃，这简直太让他始料未及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见到誉王了。你是故意让我们两个见面的吗？宁错并不否认，是本座让你见到的，因为本座想让你看看这种无能无用又窝囊的废物。本座不过稍施手段，他就已经丑态百出，这种垃圾怎么能配得上本座的小兔子？所以誉王现在之所以这么惨，是这个混蛋叫人下的手。可是本座却没想到，你竟然同那个杂碎喝了这么长时间的酒，还喝的挺高兴的。为什么啊，小兔子？你想喝酒，本座可以陪你啊，为什么要找别的男人？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惩罚本座吗？知道的是我今晚找人单纯喝了个酒，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睡了几个青楼头牌呢。行了，你走吧，我最近不想看见你，你最好快点放开我。你说什么呢？本座怎么舍得放开？宁错却是俯身在他红唇贪婪的碾磨。宁错，你敢乱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现在不是正在这么做？
你还找了别的男人陪你喝酒。男人趁他不语，直接将人抱起。幽香的房间，大红暖帐，不等他再发出声音，红唇就被压了上来，凶猛霸道的堵住了。宁错又尝到了今日让他着迷噬骨的香甜，突然一头栽倒在女人身上。萧兔此刻从身下将身上的人用力的推了出去。王八蛋，真以为老娘没办法治你了是吧？狗男人还敢用强的！小兔子，再用些力。萧兔嘴角不停的抽搐，脚下当真狠狠用力，可这不能动的妖孽男人表情却是更加兴奋了似的。这个混蛋到底喝了多少？平日里犯病就够疯批了，现在喝了酒还吃醋，这苦突突的一个大变态。这个混蛋到底喝了多少？你以为酒会让本座如此吗？明明是你啊，是你让本座热血沸腾，欲罢不能，所以本座让你再用力些。你这个变态混蛋，我打死你算了！本座此刻全身都动不了，你可以随意施为，直到消气为止。你这个样子是让我出气的。你今晚不就是去青楼找男人的吗？如今本座在这里，你大可以将本座当成那些男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今晚本座是你的了，你可以随便上。怎么了？难道是本座身上哪一点比不过那些臭鱼烂虾好？怎么不说话了？本座说了，今晚可以随你怎么玩，一直玩到你消气为止。我削你个头！你可真是用心良苦的想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苦逼男人，不是要我消气吗？我现在掐死你就消气了。不是你自己今晚去青楼的吗？我那是去喝酒，我那是去喝酒。可你点了4个妓男，外加誉王那个杂碎。就算是这样，那我也只是喝酒。 5个男人，你找了5个男人陪你，可5个又怎么样？让他们5个全加在一起，也没本座一个人能干。滚出来的人，把里面那个王八蛋给我抬走！话音落下，美丽的小院里安静如初。哼，不出来是吧？那我直接把人扔出来了。哎，别！夫人，手下留情啊！夫人别生气，属下别说废话，赶紧去把人抬走。小乐子见萧兔脸色这么不好，也不敢多言，赶紧招呼2个暗卫进屋。3个人进去，就瞧见床上睁着眼睛却躺着一动不能动的男人。怪不得萧夫人说抬走，本来还以为是喝醉了。杜公爷，您这是怎么了？宁错却是没理他。小兔子，你当真不玩本座？小兔子，你可不要后悔。回应他的是萧兔恶狠狠地丢在他头上穿过的袜子。今日起，本座再也不想听见金雀楼这个青楼的名字，叫人给本座烧了它。还有开这座青楼的人，也一并给本座处理了。宁错见没人回他，立刻就怒了。怎么不说话？小乐子咳了一声，看了一眼自家主子，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怎么当真是聋了哑了？那什么，杜公爷，这金雀楼它是咱们开的，竟然是本座的。本座为什么要开这个该死的青楼？金雀楼无论是敛财还是收集情报，都是一流的地方。以前杜公爷您还特别满意这点来着，如今却问为什么要开了。哎，男人可真是善变。巍峨华美的宫殿，太医半跪在榻前，搭着一只手为男人诊脉。怎么样，太医？杜公爷没事儿吧？乐总管放心，杜公爷他没事儿。那怎么会全身动不了啊？不会是中什么毒了吧？不是毒，对身体也无伤害，可具体是什么，下官却说不准。不是毒，对身体也无伤害，可具体是什么，下官却说不准。只大概确定是麻沸散一类的东西，而且效用非常厉害。麻沸散？那不是致人昏睡的东西吗？不错，不过督公他内力深厚，所以才能做到神志清醒。只是身体想恢复，就要等过几个时辰，药效退了。爷，您听见了，没什么事儿，就委屈您安静睡一会儿，一觉醒了就全好了。这是那小东西专门弄出来对付本座的。夫人为了督公爷呀，还特意研究了这样对身体无害的东西，可见就算再生气，那也是不舍得伤主子您的。话虽然这么说，可这药对本座却是个麻烦。若是每次中招
岂不是连1晚也甭想在那小东西床上留宿？嘿嘿，这有什么？只要爷您下次小心着点，不吃夫人送您的东西，就不会中招了。谁告诉你本座是吃那小兔子送的东西中招的？谁告诉你本座是吃那小兔子送的东西中招的？啊，夫人不是把药下在吃食里吗？自然不是，她是下在了自己身子上。所以夫人把药下在了自己身子上，然后都公爷您就中招了。我问都公爷，您做什么了？你可有什么办法？要不都公爷您少吃点夫人？宁错直接给了他一个眯起的危险眼神。小乐子赶紧缩了缩脖子。军国大事也没见爷这么为难过，所以竟然如此难以下决定吗？哎，我只能说呀，萧夫人呐，您绝对是了解这个男人的。起来吗？起吧，反正没有狗子骚扰，昨晚也睡够了。那位宁都公昨晚竟然肯离开，哼，狗男人，我会治不了他。哎呀，吃饭去，吃完出去玩。又往那边传话过来，说想跟你谈一谈。也罢，这样倒也省事儿了。那就去见见吧，反正有些事情确实需要说清楚。就是可惜了我这刚到手的满府财产。誉王并非良配，早做了结是好事。王妃那边说一会儿就会过来。王爷，于姑娘有消息了。凤儿，她在哪里？在东陵王府。好，本王这就去。你去同王妃说，本王有事需要出门一趟，等本王回来就亲自去见她。是。萧兔听见消息，挑了一下眉后，将传信的人打发走了。这位誉王不知道什么事情这么急。既然对方没时间，那咱们也走吧。华丽张扬的銮驾。都公爷，您只将人给引走，是不准备杀此人了？本座又不蠢，此刻杀他，岂不是坐实那小东西说本座抢夺人妻之事？这样他只会更生我气。所以本座要让那小兔子先厌恶了此人，再杀他，那就理所当然了。就如刚才这般。这才只是开始，本座是不会让他在那小东西那里留下半点的好感。正说着，就见誉王府门里又走出来2人。人来了，过去吧，上来。萧兔看着昨晚刚赶走一早又出现的人，狠狠地丢了个白眼过去，背着小手继续走自己的。宁错的唇角弧线深了一下，微一抬手，銮驾即刻就跟在了萧兔的身边。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自然是你不再生本座的气为止。前日刚被我发现你是个大骗子，今天就要我不生你的气了。猪八戒做梦娶媳妇儿，你尽想没事儿。猪八戒是谁？你这个混蛋！我说的这些话，你就只关注到这个是吗？怎么会？本座还关注到你说他娶了媳妇儿。哼，娶媳妇是吧？让你娶！不生气，美娇兔，你是正常人，你人美心善，何必跟变态计较？哎，走了走了。萧兔深深地吸了口气，他选择完全无视某人，背着手继续朝街上而去。那小东西今日看来是不会上来了，你叫人都回吧。萧兔走在人群里，时不时的会指点一些个走霉运的人。你似乎很热衷帮人算命。哼，这不是被某个混蛋骗了吗？再不刷经验升级一下，怎么对付某个诡计多端的变态？你这个能力还能持续变强，那能强到何种地步？哼，能把你藏在心里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全都给挖出来。是任何秘密？不错哦。那你今后岂不是相当于能读心？哼，现在知道怕了吧？等我刷到满级，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人嘟着小嘴儿，背着小手蹦走了。宁错见此，美眸深笑，抬手去勾他的小手，然后又被甩开了。如此一直被甩，一直去牵，两人就这般乐此不疲地走在街道上。如今这是在干什么？于凤儿已经死了，萧兔那贱人此刻也离死不远，多年夙愿眼看就要达成，怎么能在这个档口功亏一篑？怀章哥哥，你别生气。怀章哥哥，你别生气。你一来就问我于凤儿在哪儿，我一时生气，所以才没说实话。是本王太着急了，没有注意说话的分寸。郡主别同我一般见识。我同怀章哥哥多年未见，这么多年都是凤儿妹妹陪在哥哥左右。哥哥如此在意凤儿妹妹，其实也是情有可原。只是我即便是知道，可终归还是忍不住，心生妒忌。哎，
是本王的错，不该一来就这么凶地质问你。怀章哥哥只要心里是有荣昌的，别的荣昌都可以放下的。那日凤儿妹妹确实来过，不过隔日晚上玉王妃来了一趟王府，就将人给接走了。玉王妃？你是说萧兔？她开口就问我要人，应当是知道了王爷同凤儿姑娘之事。当时她似乎非常生气，我见此也没敢多拦，所以人就被她带走了。可是昨晚上跟萧兔喝酒，萧兔还说她被人假冒丈夫了。这之前应当根本不知道本王是谁才对，所以2个女人肯定有一个在说谎。我知道王爷急着找凤儿妹妹，她无故失踪，我也很着急，不如我就同王爷一起去问问王妃妹妹吧。闻言，誉王看了过来，这是愿意当场对质吗？这样的态度让誉王一时分不清到底是谁在说谎了。好，那王爷等我片刻，我换身衣服就来。事情可都办妥了？放心吧，郡主，一切都按你的吩咐做好了。如此甚好，若能好好利用此时，直接除掉那贱人，或许都不用等父亲来了。另一边，丝竹雅乐声声，彩色丝带飞舞下，婀娜美人身姿曼妙。萧兔欣赏着美丽舞曲，只见某个男人直接坐到了旁边去了。干什么？本尊那里有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不如我也原谅你。如此甚是好。其实也不是不行。勾人的样子让宁错媚眸顿时一深，他手搂住投怀送抱的人，贪婪地吻着他的红唇。有要求你尽管提，什么本座都答应。有要求你尽管提，什么本座都答应。萧兔眯着美眸笑着没说话，不过红唇却是主动吻上男人，然后霸道贪婪的男人就一动不动地躺倒在地上了。哼，真以为本姑娘治不了你了是吧？宁错躺在地上，这次不光身体不能动，竟然连话也不能说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一双漆黑的眼睛也是死死地盯着萧兔不放，一副就算如此也死不悔改的样子。夏儿，你这儿只有女子跳舞吗？大师说什么？这里有男人跳舞吗？有吧。好，现在马上帮我找几个来，要长得好，屁股翘，胸肌大的，越大越好。啊什么？快去！萧兔快速扭头去看地上的宁错，这家伙竟然嘴角流着血，一副强行使用功力却导致重伤模样。你是本座的人，本座看谁敢。哼，你还能更有病一点吗？本座说了，你是我的，是我宁错的，谁敢碰你，本座就千刀万剐了他。谁是你的？本姑娘是我自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找男人就找男人，谁也休想管我。那你找一个，本座就杀一个。宁错，你是不是有病？你早知本座是什么人，所以小兔子，你跑不掉的。来人，赶紧把这个混蛋给我抬走！小乐子进来，看见地上比昨天情况还严重的自家主子。哎呀，昨天来找萧夫人复合，虽然最后落了个不能动弹，最起码人还正常。今天来就变成内伤，外加话还说不全的样子。其实按照情况来说呀，这个时候正是萧夫人怒火正重之时，聪明人都知道应该避开这个时间段再去请求谅解。可是都公爷他才揭穿行骗的第二天就火急火燎的送上门，夫人看见不发火才怪呢。才揭穿行骗的第二天就火急火燎的送上门，夫人看见不发火才怪呢。太医疑惑地看着笑呵呵的小乐子，不是昨日刚看过吗？怎么今天又来呀？小乐子也很无奈呀，他也不想啊，这不是没办法吗？还是昨日的药物，不过这次药剂量更大，而且督公还强行催动了次功力，这次情况更不好，估计要躺个2日才行。哎，好，我记住了。虽然不是毒，可是要照这样胡来也是伤身的，你要劝着点督公爷。这哪里像是会听人劝的样子呀？怕不是刚开口就要被拖下去打个半死了。再说了，督公爷本就是不会在乎别人想法之人。爷，您虽然英明睿智，可是对于女子之事却知之甚少。不若咱们召集些有经验之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或许会对您如何让萧夫人消气有所帮助。不若咱们召集些有经验之人，听听他们的看法，
或许会对您如何让萧夫人消气有所帮助。有用。哎呀，听听也无妨嘛。那就去办。是，都公爷稍等，奴才去就回。这一去，他一口气直接找了10个人，10个全都是他们自己人，不是不想找外人，而是都公爷这事儿吧，他不好往外说呀。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他们家爷天天缠着个女人求原谅，他们家爷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小明，你说他这是什么人啊？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坏人。对，是个坏人，是个混蛋，他有病。要不是长得好，我早就打他一顿了。所以感情是长得好你才忍到现在的吗？哼，说什么我找男人，要不是男人来找我，他凭什么杀别人全家？他有本事杀我啊？你说舍不得吧？哼，狗男人，算他懂事。小明，你知道吗？他刚才竟然想用金钱收买我，说要把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都给我，只要我能原谅他。所以你答应他了吗？哼，当然没有，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我早就看透了他的花招了，想靠花钱跟我复合，做梦去吧！想靠花钱跟我复合，做梦去吧！不过他竟然要把全部家产全给我，只为让我消气。这个混蛋竟然如此舍不得我，算他有眼光，可他再有眼光也不能掩盖他骗我的事实。他竟然想得出冒充别人丈夫睡别人老婆这种无耻的事情。小明，你就说吧，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没见过，你这种我也没见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王妃到现在还没回来吗？王妃她可能有事情耽搁了吧。哼，什么事情能从中午耽搁到现在啊？我们可是从下午就过来了，一直等到天都黑了，她还能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或者说你根本就没通知你们家王妃啊？行了，再等等吧。怀章哥哥，凤儿妹妹死得不明不白，玉王妃又迟迟躲着不肯露面，分明就是些许有鬼啊！说不定已经得了消息，人直接跑了，咱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你想如何？不如王爷先派人去找找好了，若是碰见王妃，就将人给请回来，也好让她先把事情说清楚。本王若是派人，那事情性质可就不同了。何况现在事情还没定论，一切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怀章哥哥，凤儿妹妹她人就是在此处找到，无论如何，王妃妹妹她恐怕都难脱关系。总归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还说什么？直接杀了那个贱人不就了事了吗？王妃回来了，王妃出事儿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是这样，下午的时候，誉王跟那个荣昌君主突然来了，他们当时说要见王妃，我说王妃不在，可以等您回来再去禀报，可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就说在这里等。我当时也没在意，可是两人等着等着，就在咱们院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啊？就是尸体。王爷见到后，当时脸都变了，之后特别的伤心愤怒，之后两人更是说什么都不肯走了，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等您回来说清楚。这位荣昌郡主倒是够胆子，你上次虽然没要他性命，可是却直接插了他一刀，还让他亲手杀了身边最亲密的贴身嬷嬷，他这次竟然还有胆子来找你，确实很反常，只是不知道是谁又给了这位这么大的勇气，会不会于凤儿之死他实在不好解释，所以就准备干脆诬赖在你身上，想直接借着誉王的手除掉你。这女人不会当真这么愚蠢吧？所以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有些人他并没有。不过尸体在我们这里，你恐怕要跟誉王解释一番了。哎呀，那咱们就预祝这位誉王是位有脑子王爷吧。誉王妃，你可总算是回来了，现在你就把事情说清楚，你为何要杀害凤儿妹妹？她是那般柔软善良的姑娘，你怎么能下得去狠手啊？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的良心不是早就被你吃了吗？你竟然骂我是狗！哦，你的反应速度很快啊，一下就清楚认知了自己。若不是誉王在此处，若不是父王还没到，现在我就要杀了这个该死的贱人。誉王爷今日来，所为何事啊？凤儿她死在你的院子，本王想知道是不是你做的。誉王爷以为以我的聪明才智，杀了人会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誉王妃，人死在你这里，你以为你一句话就能轻易推脱干净了？我相信以王妃的聪慧，自然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王爷，你不能什么证据都不问，只凭他随口一句就信了他的鬼话。真可是我亲眼看着萧兔带走，而现在凤儿妹妹就死在他院子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关系。正如郡主所言，您亲眼见到王妃将人带走，如今王妃又说不是她所为，这其中的问题，本王都会一一查清楚。这么说的意思是也怀疑我了？这怎么行？费了这番功夫就是要借刀杀人，顺便洗清嫌疑。如果誉王费功夫去查，那岂不是就露馅了？不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将罪名安在那贱人身上。怀章哥哥，咱们多年的情分，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难道我会说谎特意诬陷于王妃？就算你相信王妃不是凶手，可是凤儿妹妹死在她这里，那此处一定还有别的证据，你只需要让人搜一搜就行了。证据他都叫人放好了，只要派人一搜，萧兔他就百口莫辩，死定了。誉王还是没说话，他还是决定要先调查再说。玉怀章，你这是宁愿相信他都不愿意相信我吗？她有什么好的？不过是长得漂亮，难道王爷就被她这副狐媚子的样子骗了吗？王爷，你仔细看看她，每日玩到如此之晚回家，还满身都是酒气，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不要脸的龌龊事。王爷见过女人打架吗？誉王愣了愣，猝不及防的荣昌郡主直接被萧兔拽着头发扯到了身前。萧兔一边打一边冷笑：最近刚好一肚子火气没地方撒，你就送上门来了。别人信我的话怎么了？我萧兔人品诚实可靠，正直憨厚，人送外号铁齿金不换，诚实可靠，人美心善小娘子。还有，我长得这么美这么好看，别人喜欢怎么了？人家不喜欢我这好看的，难道喜欢你这个贼眉鼠眼、獐头鼠目、心思阴暗的丑逼不成？再有，老娘我有钱有颜有时间，晚上出去喝酒找乐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这么诚实可靠、正直真诚、热爱生活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乌鸦落在猪身上，看不见是自己黑，你自己一身屎，还上赶着说是别人臭。像你这般又蠢又笨又毒的一个蠢货，脑子是被驴踢了吗？竟然还敢送上门来算计我！说我杀人是吧？说我藏尸是吧？说要搜我房间是吧？说我鬼混是吧？荣昌郡主被打的声音犹如杀猪，一声接着一声。誉王整个人如此懵逼的看了良久，才骤然回过神来。别打了，萧姑娘手下留情，本王相信此事定不是你做的。王爷果真是慧眼如炬，本姑娘为人你也看见了，从来都是这么诚恳实在，以理服人，怎么会干得出杀人藏尸的事情？萧姑娘说的是，说是谁惹了我骨灰都给扬了，用得着藏尸？哼，当真是可笑。他低头看着地上被打得打滚惨嚎的人，张了张嘴，半天才出声：来人呐，将郡主赶紧扶下去看看。一旁的李明善突然觉得这位誉王竟然有些可怜。红颜知己被人杀了，青梅竹马是杀人凶手，娶个老婆还是这样，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吗？王爷，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现在的案情基本是已经大致明了了。人呢，确实不是我杀的，至于谁是凶手，想必你心里其实也有数。事情我会查清楚的。那此事在我这里就算是过了。今日的事情，本王向你致歉。既然王爷的事情结束了，那咱们的事情也是时候谈谈了。今日事情发生的突然，凤儿她去世，本王心情也不好，不如改日再谈吧。萧兔眼瞧着人快速离开，无语地看向李明善。他怎么跑这么快？或许是担心你也要找他算账吧。切，他这明显对我有什么误解。我这么明事理的人，难道还会打他一顿不成？你确定不会打他？这个我确实还没想好。誉王看起来似乎有些逃避你们二人之间的问题，他心里应该很清楚你会同他提和离的事情。哎呀，这也没办法，毕竟世界上像我这种层次的美人，哪个男人见了没有觊觎之心的？誉王跟你的婚事，你最好早做了结。我看这位誉王，他现在对你或许是有些什么想法。放心好了，就算他真对我有意思，我对他也没兴趣。我虽然喜欢美色，对美人向来宽恕，可还不至于分不清是非对错。我与这位誉王是敌非友的。
你心里清楚就好。不过誉王若是当真对你有什么想法，恐怕和离的事情他会存心拖延。不过你都将自己被人骗身的事情告诉他了，他看起来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男人不是最介意被戴绿帽子吗？而且他还是王爷。哼，小明，都说了我这等美人儿，世间男子谁不想得到？就算嫁了人，一样炙手可热。不信你看看宁错那个疯批，天天虎视眈眈，就是为了得到我。实话实说，宁都公他之所以是个变态，不是没道理。这口味确实很重。于怀章，本郡主苦等你这么多年，对你深情一片，你就看那个贱人这么对我。荣昌，我问你，凤儿她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我同你说那个贱人打我，你却扯到于凤儿身上，你的眼睛里除了这一个个的贱人，到底还有没有我？本王现在只想知道凤儿她是不是你杀的。本郡主要你想回答我。王妃之所以打你，那是因为你诬陷她杀人在先，一切都不过是你咎由自取。原来你早就认定杀人的是我，还是说你心里本来就希望凶手是我？你真是从心眼里都想护着那个贱人，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此事与你无关，你只需告诉本王，凤儿是不是你杀的即可。是不是我杀的又怎么样？反正你心里已经认定我就是凶手了。本王只是不相信你竟会变成这个样子。本郡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是你玉怀章眼瞎，以为我会是什么温柔善良的小姑娘。那你为什么要杀凤儿？凤儿，你整日里嘴里就只有那个贱人婊子！本郡主可是东陵最受宠爱的郡主，身份何等的尊贵，你却将我与一个低贱的妓女放在一个位置，甚至还想让她先我一步入府。我堂堂郡主怎么能受此奇耻大辱？凤儿不过只求一个侧妃之位。什么侧妃之位啊？玉怀章，这么多年你还真是眼瞎心盲啊！你真的以为于凤儿这些年装的一腔深情在你身边，就只是为了一个侧妃之位？还是你真以为那个贱人是真心爱你啊？快醒醒吧！当年你掉下悬崖被于凤儿所救，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二人一起安排的，为的就是让你对她心存感激，好让她这么多年替我牢牢地抓住你的人。至于你眼中她那个天真烂漫的样子，也是本郡主同她合计让她装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清楚，你就喜欢那样的。你以为本王会信你？不信你可以去查呀。当年在王府，他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在我面前露脸，他不知道用计害死了多少个丫头。想必这么多年，他在金雀楼里为了出头，暗地里也干了不少的脏事。誉王甩着袖子转身离开，而荣昌郡主也没再开口。他知道今日之后，他跟誉王已经再无可能，而这一切都是拜萧兔所赐。是那个贱人毁了我这么多年的夙愿，小兔，本郡主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剁成肉泥！你要是跟我睡不习惯，我回房间去了。别，你在这里守着我，省得某个禽兽半夜淫性大发过来糟蹋我。你不是用药将他放倒了吗？还是比昨日还厉害的双倍分量？是啊，那就赶紧睡吧，时间不早了。好吧。10分钟后，又怎么了？小明，我好像失眠了。失眠了就数星星，数绵羊，数饺子，慢慢就睡着了。这些根本没用，我现在脑子里都是宁错那个混蛋。那你就在脑子里打他1下2下3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吧。半个时辰后，萧图猛然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怎么了？小明，刚才我想着明天既然能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个混蛋，就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现在已经彻底不想睡了。李明善无语。好了，既然都到了，那就说一说你们都是怎么讨女人欢心吧。幻听了吗？是幻听了吧？都公爷他说了什么来着？怎么，诸位也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家看起来都很为难。果然，这种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难题。
小乐子都想捂脸，但为了帮自家都公爷打圆场，诸位统领大人，方才都公爷的问题，想必诸位也听见了。听清楚了，大家都是跟着都公时间最长的一批人，也是都公爷最信任的一批人。咱们今日呢，就不谈公务了，全当是聊聊家常了。如今这儿也没外人，大家都畅所欲言的说说吧。都公爷，属下至今未有成亲，从小到大也无喜欢的女子，所以是的，虽然很想帮忙，可是奈何根本毫无经验。若是早知如此，说什么也要找个姑娘好好的研究一下。不爱起来吧，不爱起来吧。爷呀，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对比了吧。再说了，您哄不回萧夫人，还不跟大统领一个样？大统领行礼，退到了一边。二统领上前：都公爷，属下虽然经常接触到女子，不过都是去青楼烟花之地，所以……哎呀，你下去，整日里不学好。三统领上前：属下小时候有过一门亲事，不过那女子早夭，属下同她相处是在10岁之前，只记得经常送她礼物，她就会很开心。都送的什么礼物？泥人、糖人、糖葫芦，还有纸扎的风筝这些。这些不行，那小东西若是这么容易被几件小玩意儿哄好，本座也不用这么为难了。三统领未婚妻毕竟还小，买的自是那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不过买礼物哄女孩子开心也是条办法嘛。如此，记下吧。此刻三统领下去了，四统领上前：属下愚见，以为男子若是想要讨好喜欢的女子，温柔的态度最为重要。女子大多都喜欢态度温和、彬彬有礼的男子。当然，都公爷您这种威严霸气的，也是很多女子喜爱的。夫人想必就喜欢您这样的。你继续。不过，夫人虽然喜欢都公爷您，可是现在毕竟是在气头上，都公此刻是万万不可硬碰硬的，所以适当的温柔、关爱、呵护，想必更能让夫人她欢颜起来。记下来。四统领走下一边，五统领上来：禀都公爷，属下单身。他下去，六统领上来，依旧还是单身。最后是十统领，这家伙算是几人中唯一成亲最早、家庭幸福、夫妻感情和睦、孩子都有好几个的家伙。属下成亲多年，对于如何讨女子开心，也算是体会颇深了。如同刚才几位同僚说的，都是些办法。不过属下觉得那位夫人既然让都公爷您现在这么为难，想必光是一般的办法应该不够，或许还需要些非常手段。你详细说说。属下冒犯，不知能否请都公爷您描述下那位要追求的夫人是何种性子？那个小东西啊，有时纯洁善良，有时清纯温婉，有时调皮可爱，有时小鸟依人。那个小东西啊，有时贤良淑德，有时骄不胜衣，有时冰雪聪明，有时邪恶磨人。总之，它非常完美，处处贴合本座心意。众人呵呵，怎么都不说话了？众人的目光全都同情地看向十统领。夫人当真是女中典范呐！现在可以说说你的办法了。都公爷喜爱的这位夫人如此诡异多变，我成婚20多年，自诩对女子了如指掌，竟不知用何种手段。都公爷就是都公爷呀，口味竟然也这般的强悍。宁错看着为他想办法想得额头都冒汗的属下，也不由得体恤了一句：不着急，本座有的是时间。夫人这般的不同凡响，属下觉得一般方法应当都没效。属下的这个建议，或许要都公您受些委屈了。说说。属下这个办法只有4个字，那就是死皮赖脸。详细说说。现在就开始收拾了吗？会不会太早了？不算收拾，不过是盘点下走的时候哪些东西能带。除了钱财跟我的嫁妆，其实也没什么好带的。这里有很多宁都公带来的东西。那个混蛋竟然有带东西来吗？李明山拉起小枝让开位置，然后露出了足足半个屋子闪着奢华光彩的东西。还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那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处理啊？丢了，全部都一起丢出去。这会不会不太好啊？再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也太浪费了。那就送人。送给谁啊？宁都公的衣服怕是没几个人敢穿吧。这个骚包，实在不行送回去给他。那恐怕要雇几辆马车了。今天想做什么？回家一趟吧，我的事情也该跟父母先通个气儿，不然哪天贸贸然回去的话，该吓到他们了。是该如此。
萧兔悠哉悠哉地出了誉王府，可刚出门不过几分钟，大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狂奔的马车，马车上并无人驾驶，而这辆马车的方向分明就是朝着萧兔而来。刚出门不过几分钟，大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狂奔的马车，李明善脚下顿时向前一步，快速地挡在萧兔面前。萧兔看着这疯狂冲来的马车，就这力量，就算能一剑将马斩了，李明善也未必不会毫发无伤。两人冲着狂奔而来的马匹过去，双剑合击同出，随着骏马尖声嘶鸣，马匹当场被砍成了两半。是荣昌郡主？除了他还有谁？他这是疯了吧？是狗急跳墙了，想必昨晚跟誉王闹翻了。属下现在去找他。人敢动手，肯定已经躲好了。那怎么办？对方有第一次，就绝对有第二次。萧兔笑了一下，正要说话，身前疾步走来一人。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把人给本座找出来。身后一群仿若鬼魅的暗卫同时出现，半跪俯首领命而去。你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可以搞定。那本座找到人就直接送你。我是说，我也可以把人找到。本座知道，不过那多麻烦。现在太阳都大了，找人又费功夫，不如找个地方坐一下，等着人带来多方便。这家伙今天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那行吧，不过找个地方坐一下就不必了。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本座刚好没事儿，陪你一起吧。不用你陪，我今天不出去玩。那你想要去哪儿？我要回家一趟。刚好本座也有些日子没去见过岳父岳母了，就同你一起回去吧。你是不是不知道我要回去干什么？我回去就是要向他们说明你这个混蛋干的好事儿。你是准备跟他们坦白，然后为和离做准备？你高兴什么？我是去揭你老底耶。这样的话，本座就更应该去了。你揭穿我的身份，刚好岳父岳母可以向我问罪。等他们气消之后，本座也可顺势再向你提亲，一举多得。萧兔被这个无耻的家伙有理有据的话给雷倒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走吧，趁时间早，再给岳父岳母买点礼品。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午后，都公府别院，萧兔头上却是顶着一头黑线。他本是不肯来的，就算是不回萧家，不出去玩，他最多是回王府就是了。可是却被某个混蛋以荣昌郡主很快就会有消息为由，缠着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个混蛋是什么情况，竟然变得跟狗皮膏药似的，粘在你身上撕都撕不下来。萧兔想得认真，回过神来，却是发现一直缠在身边的男人竟是不见了。搞什么？这家伙把我骗到自己地盘不管了。正想着，他突然听见前方似是有响动，他慢慢的抬脚走过去。倒是难为那个肆意妄为的混蛋，竟然还有这份心思。接下来，优美动人的丝竹声乐同时响了起来，然后就瞧见消失的男人重新出现，而且他竟然还换了一身衣服。大骚包！坐下后第一件事儿，被萧兔亲自斟起了酒。昨晚上，石统领曾问过宁错一句话：您跟夫人初见的时候，是靠什么博得夫人喜爱的？宁错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对女人最致命的吸引是什么。想当初，他几乎是第一眼就深深的被她的容貌迷住了，所以两人才会有了之后的种种。果真，他只稍稍一试，这女人就已经这样子了。喝酒吗？喝酒吗？你喝。你很热吗？是有点。看来你是真的很热。这才几天，难道我就已经如此饥渴难耐了？小兔，你要冷静啊！你还要跟这个混蛋算账呢！你看看他的样子，他这是明显准备要用美人计对付你。你不能这么没骨气！你堂堂萧大美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能拜倒在区区男色上？冷静，一定要冷静，不能被带到坑里去。不过是帮你擦下汗，怎么又蹦又跳的？宁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不过我告诉你，绝不可能的。这样吗？这个妖孽，今天这是成精了吗？宁错，我都看穿你了，你就别来这一套了。等会儿荣昌郡主消息一来，我立刻就走。既然如此，本座知道了。左右苦等无聊，不如喝一杯。只要你答应不乱来。好啊。萧兔松了口气，重新坐下来，正准备开口，男人忽然轻身朝他压了下来。小兔。萧兔看着男人的样子，胸口的心跳得骤然快起来。干嘛？我好想吻你，可以吗？萧兔闻言，仍还是呆呆地看男人的脸上，所以他完美地错过了拒绝的机会。而随之，男人已经准确无误地捉住了他的红唇，
这一刻，萧兔有些想清醒的预兆，可此刻四唇已经紧密地贴合起来，他更没有抓住清醒的机会，反而因为傻傻地张开的唇，导致了城门大开，更方便了男人长驱直入，快速地开始攻城伐地。而这个吻又太过撩人，时而缓慢缠绵，时而温柔。瞪着大眼的萧兔，长睫只是颤了几下，眼睛就浮出迷蒙的雾气。喜欢吗？你这个混蛋，你耍诈！这次本座可是问过你的。放我下来，我还没说原谅你呢。杜公爷，人抓到了！抓到了，速度够快的，快带进来吧。你是东厂的那位都公千岁爷？他怎么会跟东厂的都公搞在一起？而且这二人的这副姿态，这两人的关系不会是……小兔，你可是玉王妃啊，你不会是……玉怀丈，玉怀丈，这就是你跟本郡主反目也要保护的王妃？他竟然跟东厂的都公太监有一腿，跟太监有一腿啊！这真是太可笑了！你这么多年来眼盲心瞎，活该你做活王吧！听见没你？还不放开我！整天就会带坏我的名声。本座就名声不好，其他的你知道都好。喂，笑够了吗？萧兔，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甘下贱，竟然为了攀附权势，宁愿跟太监做对食。哼，男儿看心不看身，你的意中人誉王倒是正常男子，你还不是一样骂他是活王八？他是活王八，还不是拜你所赐？是哦，那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抱上宁都公的大腿，才能说出这种无耻的话。你既然知道我抱上了大腿，还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既然知道我抱上了大腿，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看来当真是不怕死。哼，还真是神鬼怕恶人，我都收拾了他几次了，他也没这么怕过我。躲起来后，还是敢继续害我。他那是有眼无珠，哪里知道本座小兔子的厉害？你一而再的对我下杀手，是不是因为觉得我不会杀你？荣昌郡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没说话。你猜对了，这次我也不会杀你。就知道会这样。哼，只要他身后的男人不帮忙，只要父亲还是东陵王，这个贱人就绝不敢杀我。萧兔看着他得意的样子，笑意不变的只拍了拍手，瞬间两排阴森冷酷的黑衣蒙面男子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屋子里。你怎么可能调动得了这群人啊？你不是说了吗？我跟他们的都公有一腿呀。就算如此，你也不可能。说着，他忽然停了下来。从始至终，他都忽略了一件事情：他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连抓他过来的这群人，从来就不是萧兔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所以，其实一直是他的命令。你不想自己来？他这明显是更怕你啊！你来，我看戏就好。这个贱人，都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如果给我机会，定要让这个贱人受尽这世间最残忍的酷刑，凄惨无比的死去。你的眼神很不错，本座很好奇你刚才想的是什么。不过本座不会听你说，毕竟本座碰都舍不得碰一下的人，你这样的脏东西是怎么敢的？不用急着求饶命，本座不杀你，毕竟你只是想了想，所以本座决定会将你刚才可能想的那些事一样全都用在你身上。荣昌郡主如遭雷击，极度的恐惧还没爬满眼睛，人就已经被拖着带下去了。哎，你悠着点，现在人还不能死。本座说了不让他死，他就死不了。你生什么气？他想就让他想呗，他想了还能咬我一口不成？你是本座的女人，本座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想也不可以。谁是你的女人了？你能不能整日正常点？就在此刻，宁侧低下头，又开始吻她的红唇了，而且比刚才更动人，更缠绵。小兔子，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喜欢我呀。谁喜欢你了？我才没有。说本座喜欢你，本座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萧兔听着一连4个喜欢，紧绷着的小脸上慢慢的浮出2团胭脂般的绯色。你不用跟我说好听话，因为即便你这么说，我也不会轻易就原谅你的。是吗？可即便如此，本座也好喜欢。
他缓缓地低头，缠绵悱恻地吻了下来。萧兔的小脸红红，两只小手摁在男人胸口，而随着这个吻逐渐的加深，他很快眼睛就蒙上了雾气，然后失神地忘记了这个问题。宁错的呼吸同样不稳，俯身将怀里的人抱起，朝室内走去。你干什么？小兔子，本座已经有好几日都不曾糖过你了。你干什么？小兔子，本座已经有好几日都不曾糖过你了。我还没原谅你呢。不原谅也不耽误的。宁错双眼黑沉，染血的红唇笑了一声，缓缓地向下滑去。怎么停下，小兔？你不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是停不下来的吗？如此销魂蚀骨的滋味，本座尝过第一次就知道再也停不下来了。所以小兔子，我不是不想停，是我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小兔极力维持的理智在这一瞬间被击溃，他几乎是一下子就被诱惑了，所以男人压下来，他没有躲。当灼热的温度附上来，他软下身体，轻轻颤地合上眉目，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的袭来。可就在这一刻，身上疯狂的男人却忽然扑通一声软倒了。萧兔整个人都愣了愣，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这才看见方才叫嚣着停不下的男人，此刻全身僵硬地躺在了那里。萧兔迷迷糊糊的脑袋想了起来，这几日每天出门，他都会往身上抹上药的，就是为了对付色欲熏心的某混蛋。所以这次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可这家伙显然是又中招了。那什么，我就先走了，顺便叫人帮你请个大夫。宁错两只眼睛死死地看着他，头顶冒出了3个血红大字：你敢走？你至于吗？再说我不走留着干嘛？咱们俩躺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吗？萧兔是不可能理解，费尽心思眼看就已经提枪上阵了，却愣是硬生生动不了的男人的怨念是有多可怕。那什么，我先走了。说着头也没回的一溜小跑出了房间。门外满带笑意的小乐子正高兴地看着关闭的房门。哎呀，总算是成了哎，也是难为督公爷了。为了能跟夫人和好，这几天晚上愣是一夜都没睡过。好在呀，现在终于是皆大欢喜了。小乐子一口大笑还没笑完，就瞧见穿得诡异的萧兔从屋里走了出来。哎呀，夫人，您怎么突然出来了？那什么，督公爷他没事吧？哎呀，夫人，您怎么突然出来了？那什么，督公爷他没事吧？你进去吧，顺便找个大夫。好嘞。小乐子立刻熟练地进屋去照顾人去了。你今日跟那位宁督公和好了啊？没有啊。没有你乐什么？我乐了吗？哼，你乐得像只偷了鸡的贼狐狸。那可能是因为我刚才看见了一条吃不到肉骨头的狗子，在恼羞成怒吧。一辆低调深情的马车视线隐晦地打量着萧兔离开的背影。可查清楚了，荣昌郡主确定是被宁错的人带走的。东厂的番子惯来肆无忌惮，属下绝不会认错。宁错那个疯子竟然毫无缘由就缉拿当朝藩王之女，当真是越发的无法无天了。那主子可是要禀报皇上，趁机参他一本。即便参他一本又如何？不过是落得个不痛不痒的训斥，最后也不见得就会放人。那奸佞竟然连皇命都不听吗？不过是阳奉阴违，这种事情他宁都公干的还少吗？这种事情他宁都公干的还少吗？那怎么办？昨夜荣昌郡主可是跟您立下盟约，只要这次您肯出手帮他，他就会帮主子劝服东陵王为主子所用。东陵王30万大军虽好，可宁都公也不是好惹。那主子的意思是不救了？人自然还是要救的，好不容易送上门的好处，只不过就需要些非常手段。其实昨夜荣昌郡主的办法就不错，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事情是因为那位玉王妃而起，那就还是冲此女身上下手最好。玉王妃的那些事情你都调查清楚了，可都是真的？属下都查清楚了，件件属实。现在京里还有不少达官贵人等着偶遇这位高人大师。如此还当真是神奇。那确实值得好好筹谋筹谋。这样的人如果掌控在手里，可谓是一大利器。可这位玉王妃明显是宁错的姘头，对方怕不会善罢甘休。
那就要看看这位姘头在这位恶鬼头子里的心里有多少分量。你去叫人将两人的关系宣扬出去，先给他们找点麻烦，主子我再趁乱下手。属下明白。注意千万小心谨慎，别露了痕迹。东厂的人可不是吃素的。王妃回来了。王爷今日是有事找我？是有事，不过王妃还没有用晚饭吧？本王叫后厨准备了好酒好菜，我们边吃边聊。可以。你嫁给本王这么久，咱们还是第一次吃饭。其实咱们不算熟，而如今我们的这种关系又如此尴尬，也不适合煽情，不如你直接说找我有何事。本王一直知道萧姑娘是个快人快语之人，那本王就直言不讳了。其实今日我来找你，是想向姑娘真心实意的来赔罪来的。此前本王一直以为姑娘是位攀附权贵、爱慕虚荣之人，所以才会做下种种错事。望姑娘原谅本王心思狭隘，有眼无珠。王爷其实不必道歉，实际上我确实是位攀附权贵、爱慕虚荣的女子。哎，姑娘不必妄自菲薄。我没妄自菲薄，事实上我当时就是瞧着誉王府里有钱有权，老王妃又亲自许诺说只要生下嫡子，整个王府都是我的，我这才高兴的去青楼找你的。你跟我赔罪我可以接受，毕竟至今为止我嫁到王府后也没吃过什么亏，至于你给我的那些困扰，我也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补全了。咱们啊也算是各玩各的，说起来都不算吃亏。只是事到如今，为了以后不再徒增尴尬，现在和离其实是最好的结果。难道只有和离这一条路可走吗？本王知道先前自己做错了事情，本王是真心想要补偿你。我很好奇，王爷为何想要补偿我？说来可能有些无耻，不过你却是本王名为正确的王妃，我们拜过天地。王爷这是想要浪子回头吗？说来不怕姑娘笑话，这么多年我自诩聪明，却被两个女人玩弄在股掌之间，如今真是悔之晚矣。本王知道先前是本王对不住你，如今你失了身子，本王也被人所骗，不如我们不计前嫌，从新开始。这个誉王真他妈会想。见他不语，誉王立刻道：本王可以发誓，从今往后一定好好对你。大可不必。本王一片诚意，希望姑娘能再考虑一下。王爷，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你现在对我觊觎的好感，只不过是匆匆几面下觉得我很有意思。王爷，其实你并不了解我。本王可以慢慢了解你，只要你肯给本王时间，你不必急着拒绝，本王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这位誉王怎么回事？怎么说着说着又跑了？不用去管他，好言相劝不听，那就随他去吧。既然他这么想了解我，那就让他好好看一看好了。哎呀，这人啊，都是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的。到了解之后，只怕他就不会觉得我可爱，反而会觉得我可怕了。都宫府邸，老太医黑着脸看着两人。我不是说过吗？虽然不是毒，可是也要特别注意呀。我注意了，没注意的明明是都宫爷好吗？爷他现在怎么样了？这次情况比较严重，说不好要躺个3、4日才能好了。怎么这次这么严重啊？你天天吃这种麻醉物，难道还想着身体越吃越好不成？可都宫爷他不是内力深厚，有神功护体吗？神功再厉害，也抵不住每日里这么可劲儿的吃啊！而且竟然还是一次比一次吃得多。都宫爷他最近已经疯的开始喜欢玩自虐了吗？不然怎么天天迷上吃这个了？怎么不说话呀？都宫爷都这样了，你还要对我讳疾避医不成？这个其实都宫他不是最近喜欢吃的，而是喜欢吃了一段时间，最近对方生气不让吃了，爷他又非要吃，这才吃出问题而已。谁竟然如此大胆？都宫爷想吃的东西，他生气又怎么样？要我看，为了防止下次再被下药，还是直接给对方夺过来好了。小乐子闻言嘴抽，这可怎么好夺呀？如果不好说，老夫就不问了。不过你可以将都宫爷非要吃的东西告诉我，什么稀罕玩意儿是老夫我没有的，别人不给他吃，我给他吃。小乐子直接被口水呛到了。哎呀，不用麻烦您老了。不需要老夫就算了。哎呀，
不用麻烦您老了。不需要老夫就算了，不过你身为都公爷身边的总管，每日里贴身侍候在身边，下次都公爷想吃的时候你就拦着他，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好不容易送走了老大夫，小乐子擦了擦满头的汗，他转头却是瞧见床上自家爷竟然正努力的想要起来。爷，您怎么了？想要什么？本座要去找小杜。爷，一句话您说了一盏茶的功夫，咱都这样了，就先别找夫人了吧。小姐，我今日好看吗？小明俺的小芝，目瞪口呆 ing。 怎么样，我很漂亮吧？王妃你这确实很漂亮。哎呀，今天就不要叫我王妃了，要叫我小姐。知书达理，名门闺秀，就是我了。我知道了，时间还早，我先吃个饭，顺便等那个混蛋来。只是顺便，时间也不早了，那混蛋怎么还没来？会不会是因为誉王在府邸，所以才……不可能！别说誉王现在在府里，就算誉王此刻挡在我门口，也拦不住那混蛋偷他老婆。那小姐你……哎呀，看来需要走动走动。那小姐是要去找那位督公吗？怎么可能？我还没原谅他呢。我就是想出去外面院子走走。那我陪小姐去吧。不用，你忙你的，小明陪我就可以了。那好吧，小姐你早去早回。知道了。不是说随便去院子走走消食吗？是随便走走啊，不过院子那么小，根本不够我施展。是吗？当然，你还不信吗？我就去街上随便转转，一会儿就回。街道上热闹依旧，越走他的神情就越不好。你脸好圆啊，是没见到宁督公来找你，生气了？我会生气？我为什么会生气啊？我高兴着呢，那个混蛋不来缠我，我都快开心死了，哈哈哈！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中午时分。不来就不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哼，不来我还省事儿了。他以为他不来，我还会等着他不成？大师今日来是要喝酒，还是要看歌舞，或者是想玩些别的？今日酒歌舞我全都要了。哎，好嘞，没问题。记得歌舞多找些人来，要长得好看的，男女不论。大师放心，人马上就来。时间再次悄然滑走，屋外天色渐渐的黑下来。赏了一下午舞曲的某人，脸色却是比外面的天还要黑，酒却是一杯接着一杯喝。你喝醉了，咱们回家吧。小明，你都看到了，那个混蛋渣男，他竟然这么对我。渣男，明明就是他骗了我，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我不过才生了几天的气，这个王八蛋就已经不耐烦了，他凭什么？这个王八蛋，他凭什么？小明，他死了吗？死了。可他昨天说喜欢我，还说好喜欢好喜欢的，说了好多遍。可他昨天说喜欢我，他当时真是迷人极了，我好喜欢哦。小明，你怎么不说话了？可是他今天就不来了，明明才哄了我3天而已，才3天，这么短的时间我都不生气了，他却不来了，还说喜欢人家，都是骗人的。小明在。这个混蛋，他以为不来事情就完了吗？竟然敢耍我！小明，现在带我过去，我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认真的？对，现在就去，快！都公府邸，容貌危险诡艳的男子此刻正坐在其间，额头汗水顺着鬓角落下，邪美妖孽的不像样子。爷，您别强来，小心真伤了身子。太去！小乐子闻言满是无奈，都怪暗卫们多嘴。太去！小乐子闻言满是无奈，都怪暗卫们多嘴。刚才将夫人去天香楼赏舞的事情给说了，搞得主子爷再也躺不住了，说什么也非要过去。明明现在话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蹦，这去了又能怎么样啊？就在这时，外面人来报，萧夫人来了。爷，您听见了？夫人她来看您了，看来夫人心里还是放不下您的。更
1。小乐子赶紧笑着上来，帮男人整理起衣物。还是都公爷想的周到，是该注意一下形象。就算爷现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但是论仪态，那也绝对是天下间最绝代风华的男子。小兔一路走进大殿，他一进来就瞧见靠在床榻浑身慵懒鬼魅的男子，正唇角带着笑，眉眼深沉地看过来。你还在这里笑？你这个渣男，负心汉！宁错一愣，不过1日不见，他就又成了渣男，还成了负心汉了。你怎么不说话？你现在是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吗？你这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你这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三心二意的混蛋！生来正气的渣男！宁错身体提不起劲儿，功力也运转不起来，差点被当场捶吐出血来。他急急忙忙蹦出了几个字：还你！哎呀，突然说这个干嘛？讨厌！再不说怕是伤上加伤，以后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哎，你不要总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什么喜不喜欢的？虽然我知道我这个人确实样样都完美，很容易就招人喜爱，可你也不能动不动就向我表白啊！再说，你喜欢我哪一点啊？宁错缓缓地张开嘴，感觉速度慢得出奇，顿时皱起了眉来。这个时候说话这么缓慢，非要引发刚才的误会不可。而且明显女人现在是喝醉了，所以宁错直接就不准备说话了，而是用尽全力将身体下俯，有惊无险地吻上了她的红唇。醉意朦胧的小兔一下子又红了小脸儿，长睫颤了几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宁错也闭上了媚眸，吻得认真投入，可是却慢到了极致。小兔被亲的小嘴娇艳欲滴，美眸嗔怒地看着他。我问你话呢，你亲我干嘛？宁错不说话。干嘛一直盯着我？眼神还这么吓人，像是要将我吃了似的。要不你就直说吧，是不是看着我觉得哪哪都喜欢啊？宁错看着他的眼睛，缓慢地点了下头。哎呀，你这个人啊，真是一点谎话都不会说，你真是迷恋上我了，我这该死的无敌魅力呀！虽然你现在迷恋我到无法自拔，可是你骗我的事情那是事实，错了就是错了，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接受惩罚。这几天你哄我是应该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宁错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点头。哼，你知道错了就应该有认错的态度，你这几天表现的也太……宁错缓缓地按下了眼睛，若是身体能动，他心里还没想完，小兔已经抬起头，舔着干涸的红唇看着他。你这人平时一定很注重锻炼吧？胸肌一定也练得很好。小手偷偷地溜了进去，然后就是一阵的滑动揉捏。果然你这胸肌一定练得很辛苦吧？不然手感怎么可以这么的好？我就是随便检查一下。他现在的身体但凡能动，但凡他能动。你知道错了就要有个好的认错态度。这几日你虽然表现得差强人意，可看在你的胸肌这么……看在你态度这么端正的份上，这次的事情我就暂且原谅你了。你记得下次引以为戒，今后绝不再犯，知道吗？宁错用力地点了下头。女人说原谅他了，这是重点，因为原谅他就等于两人和好了。和好之后，小兔就不会拦着他疼他，到时候他就可以想怎么样都可以了。宁错狠狠地闭上眼，用最大的毅力忽视胸口作怪的小手。定住，不急于一时，不急于这一时。既然此事说好了，那我们就说说今天的事情吧。今天还有什么事儿吗？今天你怎么不来找我了？我中了你的药起不来，如何能去找你？不过小兔这么问是不知道吗？你怎么又不说话了？难道真的是哄了我几日，心中觉得不耐烦就不去了是吗？自责，都知道自责了，看来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过下次就算再自责也不可以忘了过来，知道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喜欢上我的？第一次。
哎呀，就会说好听的话。你第一次见我，分明是想杀了我吧？宁错看着他的笑颜，美眸目不转睛。看什么呀？我笑起来就那么好看。你哭更好看。哎呀，你住嘴！讨厌你啊！以前跟饿狼似的，这会儿怎么这么不解风情起来了？但凡他现在能动，娇哼了一声，将小脸扭到了一边。1分钟，2分钟，3分钟。瞧见都3分钟了，身边这家伙竟然还没上来。哼，人家都生气了，你没看见吗？人家都说要生气了，你还不快点来哄我吗？宁错的身体正在强烈的抖动着，他在强行驱动身体，却半天都没成功。啊，你不会是还在自责吧？人家都说了不生气了。哎呀，别自责了嘛，我原谅你啦。小兔看着宁错还是不为所动，接着他一只细白的小手支起香腮，一只小手抚在半开的衣物深沟，雪白的贝齿也轻咬在了美艳的红唇上。宁错看的眼睛都不带眨的，里面可怕的凶光能吓死个人，要不是身体不能动，分分钟就要化身成某人口中的禽兽了。1分钟，2分钟，3分钟，还是没过来。哼！宁错，你这个王八蛋，老娘都脱光了，你竟然都不为所动。你简直禽兽不如，我要跟你分手。宁错当场喷出一口老血，缓缓地转过鬼艳的脸。宁错狠狠地压下了全身的躁动，缓缓地抬起手来。来，干什么呀？突然吐血吓我。吓到你了。本座刚才练功出了问题，身体一直无法动弹，也不能说话，所以并不是真的不为你所动。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测试一下。原来是这样，那你现在好了吗？差不多了。所以小东西，你且等等本座，且等等。你干嘛这么看我？感觉有点吓人。本座只是心里觉得对你有些歉意，毕竟方才你可是费尽心力的邀请本座，可本座刚才却有心无力。不过你不要急，本座很快就好了。感觉瘆得慌，是怎么回事？哎呀，既然你练功受伤了，那就早点休息吧，我感觉也困了，先睡了。说着，他打了个哈欠，趴在男人怀里3秒入睡。宁错的表情几经抽搐，无语。本座就先让你睡好。感觉犹不解恨，低头对着女人小嘴儿狠狠地吻了起来，直亲的睡着的女人难受的呜呜的打他，才恶狠狠地将人放开。屋外明月当空，去叫李仲卿来。爷，您找李老太医来是身体见好了，还是更严重了？是见好了，你没看如今本座都能下床走路了，这都要感谢那个小东西的功劳啊！叫李仲卿来，告诉他无论用什么办法，本座今晚一定要恢复。翌日，这里是宁错的房间。李明善看着他点头。好啊，那个混蛋竟然趁我喝醉了酒就把我强行掳到了这里，这个禽兽竟然还趁我醉酒睡着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怪不得我身上这么疼，肯定被糟蹋了。哼，这个无耻下流的混蛋，他人在哪儿？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宁错，你这个混蛋原来都在这里。行了，你还笑？你这个色狼、色批、色鬼、色魔！不知道本座是哪里又让你这个小东西不满意了？你这是想吃干抹净不认账吗？淫贼，是在说本座？当然是在说你了，禽兽！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吧？竟然趁我喝醉了酒，就将我强行掳到了这里，然后趁我熟睡，就疯狂的蹂躏我这朵娇花。我现在身体可都还疼着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过来找本座，然后主动睡在了本座的床上？哼，这绝不可能！我怎么会主动来找你？那如果你就是因为喝醉了，才控制不住自己来见本座呢？都说不可能了，就算喝醉了也不可能，本座是说如果。哪有那么多如果？你就别想没事了。事实上，确实是你自己来的，而且你不光见了本座，你还当着本座的面自己脱光了衣服。
挑逗本座要。萧兔闻言，掐着腰仰起头，万分豪放的哈哈大笑起来。只是笑声还没落下，王妃，昨晚确实是你自己来的。你确定？就算是我自己来的，那衣服也绝不可能是我脱的。衣服也是你自己脱的。就算衣服是我脱的，那也只能说明我喝醉了，说不定是太热了，绝不是脱光衣服去挑逗你。你是挑逗过。小明，你到底是哪一头的？再说我挑逗没挑逗，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本来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昨晚你因为挑逗没成功，曾大声骂对方是禽兽，说你都脱光了，为何对方还对你无动于衷？因为声音太大，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到了。一旁的宁错再也忍不住的笑什么你笑？笑什么你笑？我都脱光了，你还无动于衷，你简直不是男人！本座就让你看看，本座是不是男人。哎呀，针还在身上呢。小东西，多少日了？你知道本座忍得有多辛苦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忍了几十年似的。实际上呢，不过才几天。不过才几天？那这不过几天的粮，你先全部吃下去吧。你流氓！本座不光是流氓，还是个淫贼。这话就不必重复了。知道如果是淫贼会怎么做吗？据说那些人可是极下流的一群人，本座今日让你试试好不好？萧兔愣了一下，正要张嘴说话，红唇却是被男人凶猛地堵了个结实。窗外阳光明媚，清晨街道喧闹，此刻不少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仔细听还能听到誉王府、誉王还有誉王妃这些内容。誉王听完侍卫汇报，脸色就一直无比阴沉难看，不知道是何人，竟然如此卑鄙。萧兔之所以失身，他知道全部都是于凤儿设计。派人去查，派人去查，本王要知道到底是何人在针对本王的王妃。王爷，您对王妃也太……本王知道你要什么，不过这次王妃本王保定了，我对她说过，会让她看到本王的诚意的。王爷，您虽然一片诚心，不过属下觉得王妃怕不会接受。本王开始给她的印象太差，她会如此也情有可原。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是想说王妃她可能外面真的有人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下面来禀报说王妃她昨夜并未回府。她或许又出去喝酒了，然后宿醉在外面。你去叫人查下王妃昨晚去了何处，让你去查到底是谁哄骗了王妃的事情，可查出结果来了？查不出来，每次查到一点线索，很快就会被对方切得一干二净。有这种能力之人，本身就说明了身份不凡。可是满朝王公贵族，本王实在是想不出是哪位有这样的本事。时间飞速而过，不管外面世界如何熙熙攘攘，华美的宫殿里依旧热情如初。好甜美啊！一天了，无尽贪婪，不知疲倦，整整一天，这个混蛋就没停过。小东西，你休息好了吗？我没，你走开！再一次就好。萧兔心中狠狠地翻起白眼，这话今天说过多少次了？很快再次被贪婪的男人裹挟着坠入了情与欲中。天空越升越落，转眼已是清晨。天都已经亮了，你快起开，不然我就打爆你狗头了。天不过才刚刚亮，不着急的。太阳都出来了，什么刚刚亮？你快点滚！今日本座并无事，不如你个头啊！今日你还敢，我就直接咬死你！再一次就再一次，本座可以保证。你再敢说这一句试试，信不信老娘跟你同归于尽？你再敢说这一句试试，信不信老娘跟你同归于尽？别生气，你一生气身子就……你住嘴！快点滚蛋啊！你这个禽！就如一场盛大的寿宴，大口朵颐，贪得无厌，不知疲倦地享受着美味被自己吞噬入腹的无上快感。天际懒洋洋的太阳缓慢地爬行着，好不容易来到了天空的正中，一道妖孽华丽的人影直接被赶出了房门。男人浑身只穿了一条亵裤，好歹还让穿了条裤子，
看来没有真的生本座的气。小兔子，本座的衣服还在里面，不如……混蛋！本座不能不穿衣服出门，不如你先让本座进去，穿好衣服本座就出来，本座保证。宁错，你这个禽兽！你再给我提保证这俩字儿，我就出去打爆你的狗头！哎呀，已经不好用了呀！傻愣着看着本座干什么？还不赶紧给爷去拿衣服，不然本座这个样子被人看见成何体统？还不赶紧给爷去拿衣服，不然本座这个样子被人看见成何体统？爷，您还知道不成体统呢？还知道怕被人看见呢？奴才我的三观都被您给震碎了，您知道吗？可话虽这么想，小乐子却是半点不耽误，赶紧去拿衣服。衣服本座就不拿了，你且休息一会儿，本座叫人做些你最爱吃的菜送来可好？屋子里的人这次根本就不理他。那你睡吧，本座晚上再过来。爷，赶紧先披上吧。急什么？更衣。哎呦，我的主子爷爷，咱都这时候了，就先别端了，回头再让人给瞧见了。真该庆幸男人先前歪打正着，将满院子的暗卫都驱远了去了。又在心里腹诽本座什么？没有，奴才什么都没想。你不说本座也知道，是在吐槽本座被那小东西光着身子撵出房门吧？你又无女人，哪里会懂得这夫妻间的情趣儿？您跟夫人如今还不是夫妻呀？小兔瞪着两只大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没事吧？小兔瞪着两只大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就是感觉很难过。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心里不舒服，我竟然又被那个禽兽糟蹋了，我好惨！整整2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伤害。我感觉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再也不会有爱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禽兽？他不是人，他是淫贼，不，他是诈尸鬼。李明善感觉有什么车开过。我的肾现在已经被榨干了，它空空如也，一滴不剩。我如今就是被玩坏的破布娃娃，我千疮百孔，我满身伤痕。小明，你怎么不说话？我也遭受了伤害，不想说话。我的肾啊！你赶紧歇着吧，宁都公说了，晚上他还来。他敢？你能拦得住？那他来了，我就吊死在门口，吓死他！你现在就这点出息吗？先把声音都给我处理干净，本座不要看见一丝一毫的污言秽语会落在他的耳里。小乐子听得心中一寒，口中慌忙应是，就知道说了都公爷会动怒。这下手的人也不知道是瞎了哪只狗眼，竟在这没事儿找事儿。爷，还有一件事儿。哦，今儿个这么热闹。是，下面人来说，誉王啊，他已经在拜访的路上了。誉王拜访本座？可不是，帖子都递来了。这倒是有意思，本座还没腾出功夫去找他，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小东西刚跟本座和好，他的镜子回去就定要和誉王和离的，这个时候不适合多生事端。据下面人来报，誉王这次来应该是发现了夫人跟都公爷有些什么。终于发现了。那爷，您见还是不见呀？本座自然是要见一见。京城街道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正如主子所料，誉王果然去都公府了。如主子所料，誉王果然去都公府了。让这二人闹翻，咱们倒也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就怕这誉王根本不是那位宁都公的对手啊！跟宁错斗，他自然是不行。不过能将这潭水搅浑，咱们也正好能趁机摸鱼。让你查荣昌郡主被关押的地方，可有消息了吗？有了，人在大内的诏狱里。竟然将一国王侯之女关押在诏狱那种鬼地方，宁错那个疯子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据调查，人还受了刑。疯子！东陵王还有几日才到？最快也要10日。来不及了，趁着誉王这会儿去都公府，你们组织人手，赶紧将人救出来。殿下，你要劫诏狱？不然呢？眼睁睁看着荣昌郡主被那个无法无天的疯子玩死在牢狱之中吗？本殿我要的是东陵王投靠于我，荣昌郡主死了，谁帮本殿去劝说？而且现在救了荣昌郡主，本殿也算是对东陵王有恩在先，到时事情只会更加顺利。
可赵月那个地方把守森严，咱们的人想要进去，必定会露了行迹，到时候宁错的人肯定会发现是殿下你出的手啊。玉王妃的流言一出，你以为宁错那个疯狗还会放过本殿？哼，为了个有夫之妇，他敢跟东陵王直接翻脸，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藏是藏不住的。再说了，想要拿下东陵30万大军，不冒点风险是不可能的。殿下说的有道理，属下现在就去办。现在玉王、东陵王再加上本殿下出手，就不信你一个奸宦真的能做到只手遮天。本王请见宁都公。等着。誉王静候了足足有半个时辰。玉王爷，请吧。拜见都公千岁。起吧。宁都公，本王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事想要向都公求证。说吧。敢问宁都公，本王的玉王妃此刻可在都公府里？你的玉王妃，她是本座的女人，所以她果然是在此处了。你不是知道了吗？她人在哪里？自然是在本座的床上。她人在哪里？自然是在本座的床上。荒唐，这绝不可能！如何不可能？2天2夜，她片刻都不舍得离开本座。你以为本王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哦，是吗？男人懒懒的一抬手，轻扯开衣襟的领口，刹那间露出了苍白的肌肤上满是暧昧的女子抓痕。萧图，他真的跟宁错在一起了，他宁愿选择一个太监，都不愿意接受本王。看明白了，就赶紧回去准备和礼。本座可不是每次都这么有耐心，跟你在此处说这么多废话。誉王恨得眼睛血红，最后却是什么都没做，转身大步的离开了。哼，废物！誉王是挺废物，爷，您表现的也不咋地，竟然还扯开衣服给人看抓痕，被夫人抓成这样，您是得意炫耀个啥呀？时间不早了，那小东西睡醒了吗？刚醒，应该正在用膳了。宁错眼沉一翘，抬脚就朝后殿走去。你慢点儿，也不怕噎着自己。不会的，我吃东西从来就没被噎住过。那也慢一点儿，你看你这吃的，跟饿了好几年似的。小明，你不懂，我这是消耗太大了，不吃补不回来的。那也不能吃太猛，对肠胃不好。放心好了，我肠胃棒棒的。那也不好看啊。我小主从来不在乎别人看法，惯来都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才是女人。突然听见远处有脚步声传来，那声音是他最熟悉的。萧兔整个人就是一愣，怎么了？噎住了，是水。不是说从来都不会被噎到吗？醒了。宁错唇角上扬，直接走过去，将他抱进了怀里，坐在了他的椅子上。是不是还不舒服？饭也不吃？没力气，不想吃。没力气？那本座喂你可好？哎，这辈子也没见都公爷伺候过人，萧夫人真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呀！来啊！怎么这么大一块啊？我怕是吃不下去的。怎么这么大一块啊？我怕是吃不下去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也就你一口的事儿。什么叫就我一口的事儿？你是在说我的嘴巴很大吗？怎么会？你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怎么了？我吃饭的时候嘴就很大，所以很难看，是不是？自然不是，本座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嘴张大点，本座也喜欢的。所以你还是觉得我嘴巴大？这个小，你嘴也小，适合吃这个。看在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你嫌我嘴大的事儿就接过了。这事儿虽然接过，不过这2天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我的腰现在还酸疼着呢。要不要本座帮你揉一揉？你休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借着揉腰的机会对身娇体软的我做什么。鉴于我今日腰酸腿疼，我要申请休息几日，这几日你都不准碰我。几日？17、8日的吧。不行，时间太久了。拒绝无效，我身体不适，需要休息。那也太久。你休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借着揉腰的机会对身娇体软的我做什么。鉴于我今日腰酸腿疼，我要申请休息几日，这几日你都不准碰我。几日？17、8日的吧。不行，时间太久了。拒绝无效，我身体不适，需要休息。那也太久了。多久啊？身体用过不要保养的吗？还是你就只顾着自己，一点都不爱惜我？怎么会？本座……
那就这么说好了。宁错放下了筷子，挑眉正想说什么，不让你做饭都不给我吃了吗？果然，我就知道你就只是贪图我的美色，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个人。2日不能再久了。我终究是错付了真心，以为碰到了对的人，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外人唾骂，义无反顾地跟你在一起，你却只是贪图我的美色，玩弄我的肉体。再继续，现在就玩弄你肉体。才2天，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歪歪嘴，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歪歪嘴，喝完凉水变魔鬼，喝完凉水萧兔被瞬间放倒，他叭叭叭的小嘴儿被嘴角抽搐的男人恶狠狠地吻住。殿外晚风轻踩着云朵，晚霞渲染了天空。萧兔从奢华大殿出来，脚下像是踩着棉花，整个人双腿发软，头晕眼花，轻飘飘的像个游魂儿。你看着点路，大门在你后边。看到了吗，小明？现在这都公府，你们王妃我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别看现在天都要黑了，我说今晚不留宿，那是扭头就走。宁错那个混蛋，他敢说什么吗？小明？是，宁都公什么都没说。他敢说吗？是，他不敢。你都要哭了，他哪里敢？是吧？看到我刚才的表现没？这就叫做轻松拿捏。是。轻松拿捏，所以你还是先把路走稳了再嘚瑟吧。说起来，那个混蛋的法式深吻还是我教的，他竟然反过来用在我身上，差点没把我亲断气儿了。那他如果不用在你身上，还用在谁身上？说的也是哦，他用在别人身上，那我还不直接打爆他狗头？所以这么看，这也是好事。李明善无语，两人搀扶着走出大门，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你怎么了？是不是被人下药了？身不由己才会被掳来这里。哎呀，我没被下药，我是被亲缺氧了。所以你跟宁错果然是那种关系。是那种关系啊？可他是个太监啊。这个省日里装什么不好，装个太监。小兔，他是个太监，不能人道，你跟着他不会有幸福可言的。你还没回答我，你怎么在这里啊？本王午后去见过宁错，所以宁错知道你在这里等我？他自然知道。这个混蛋，心里怕是巴不得我出来就跟誉王大闹一场，然后干净利索的赶紧和离。小兔，本王还是那句话，宁错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宁错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本王已经知道是此人先前假冒我，卑鄙无耻的欺骗了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头，本王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们现在立刻离开此处，今后本王定会竭尽所能的对你好。王爷，我早就说过，咱们交情并不深，你其实不必如此。跟交情没关系，自从本王知道自己曾经喜欢的女子是什么样子，才觉得王妃你这样的才是好姑娘。而且本王自己也清楚，如果这次错过你，将来本王肯定会后悔。王爷，我的回答是，你不必现在拒绝，本王先带你去个地方。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带你来认识下那位宁都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此处名为朱雀街，曾经是帝都皇城最为繁华似锦的一条街。这两边的街道中，曾住着无数的朝廷高官权贵。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些个高官权贵全都因为宁错消失了？准确来说，应该是赶尽杀绝，一灭三族。你可知道都是因为何事？我对这些只是因为这些人都得罪过他，有的是因为反对他独揽大权，上书参奏；有的是看不惯他恶行，仗义直言。只是因为这些人都得罪过他，甚至有的只是因为一句话就惨遭灭族之祸。就这样一家接着一家，这些年他竟活活的杀光一条街的所住官员。其实小兔，本王说这些并不是挑拨你跟他的关系，只是想让你看清楚宁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本性残忍，手段狠绝，血腥冷酷，是个不择手段极其阴暗恐怖的宦臣。这京城一街不过是这几年他残酷暴行下一个小小的缩影，期间只会有更多见不得光的阴暗之事。这些年他一步步坐上大招的都公千岁，那是踩着无数人的鲜血尸骨爬上来的。至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朝堂上把持朝政，玩弄权术，罗织罪名，铲除异己，私底下培植势力，豢养军队，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小兔，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个残忍嗜杀，满手血腥，心思阴沉，恐怖可怕的叫人毛骨悚然之人呐！王爷，其实你……话又没说完，马车外忽然传来异样
扬声，一群衣着华丽的女人正凑在一起，对着他们的马车指指点点。萧兔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却是能够看见他们头上正断断续续地冒出了不少的字。那不玉王妃吗？真是不要脸，荡妇，简直是败坏妇德。勋贵之家出来的，不要脸。皇亲贵胄娶了这荡妇为妻，要我说就该进猪笼。玉王也看了过去，他是习武之人，显然是能够听清的。岂有此理！来人，把那群女人……他话还没说完，这群妇人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片黑色披风，满身肃杀冷酷，正是东厂的番子。对方冲过去，挨个的捂住这群女人的嘴，就拖去了阴暗的角落处，然后就是一声声的惨叫跟血腥。王爷，你刚才说了宁错那么多，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那就是我萧兔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对于宁错此人，我就一句话，那就是可不可怕我不管，我就喜欢这一款。玉王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着萧兔，目瞪口呆，久久都没能说出话来。就在二人停住的马车不远，一座无人的八角高楼屋檐上，恭喜主子爷呀！夫人虽然平时不显，可是关键时候却是一心向着爷的。恭喜主子爷呀！夫人虽然平时不显，可是关键时候却是一心向着爷的。誉王那无耻小人，以为说爷您几句坏话就能离间您跟夫人的关系了，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结果怎么着？夫人他就直接说了，主子您不管什么样他都喜欢。哎呦，这直白的，奴才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平日里本座想听他说一句，就是不肯，小嘴多硬，今日却在别人面前说这些，都是那誉王太过卑鄙，说了都公爷您那么多坏话，夫人真是一句毒死了他，省得这卑鄙小人还不肯死心。本座今日心情好，也算这个杂碎运气够好。主子爷，您就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才让某些小人在背地里如此诋毁。别拍马屁了，赵玉情况怎么样了？多亏了都公爷您神机妙算，这些人果然是冲着荣昌郡主来的。这东陵王的30万大军当真是诱人了，这东陵王的30万大军当真是诱人了，他人都还没到呢，就已经有狗垂涎欲滴的坐不住了。也是他们瞎了狗眼，竟妄想从夫人这边下手，真是老虎嘴里拔牙，自己找死。从别的地方出手，主子或许没那么在意，结果飞不长眼，直接动到主子的心头肉上。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想的这么个馊主意。人呢？都在诏狱里呢，一共200来人，除了死的无一人漏网。审了吗？正审着呢，不过都是些硬骨头，其中有一个熬不住酷刑，说要见您保下命才肯说出幕后之人。见本座，那就去看看吧。你是说你喜欢宁错？王爷，我想我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其实早早和离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什么意思？王爷心里应该很清楚，你自己都说宁错是个不择手段之人，就应该清楚你这么拖着我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以为本王会怕他吗？我相信王爷不怕他，相信王爷不怕他，不过怕与不怕只是你的态度，他并不能改变情况或者结果。想必这些年王爷就算没有我时，也同宁错此人暗自较量过。从对方如今如日中天的势力中来看，想必王爷自己也明白，你从各方面都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是比我清楚的。本王在你心中难道就这么无用吗？哎呀，我这是客观分析，也算是好言相劝。你这么说不过是想我放你走，好跟宁都公双飞罢了。王爷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不过你这么说其实也对，我今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跟王爷说清楚，一直以来可能是我的态度都不够明确，话也说得不够清楚，所以才让王爷心中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那我现在就把话说得更简单直白一点好了。第一，我不喜欢王爷，一直以来就不曾喜欢过，就算没有宁错此人，我也不会喜欢王爷。第二，我要和离，就算王爷不同意，就算王爷再不干，我也是要和离。具体原因请参照第1条。如果本王无论如何就是不同意呢？
哦，王爷的意思是想跟我翻脸吗？本王并没有那个意思。王爷不愿意和离，那就是这个意思。要知道，被自己不喜欢的人一直纠缠着，那也是很烦的。希望王爷不要再让我困扰，那么我就等王爷的好消息了。誉王眼睁睁地看着他毫不留情地离开。王爷，您没事吧？也许只有宁错死了，本王才会有机会。王爷，为夫是。你这事都说清楚了？唉，自然是说清楚了，听不听那就不一定了。这么说，看来誉王怕是还不肯罢休，你准备怎么办？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就算他是真的喜欢我，那我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之后那看他怎么做吧。看来你对他的耐心已经告竭了。本来跟他就不熟，我没因为玉老王妃的事情迁怒他，已经是大人大量了，不能只是因为他喜欢我就得寸进尺，这对那个混蛋不公平。说起来啊，都怪我这该死的魅力，总是容易让男人迷失方向，失去理智。宁都公怕是早就想弄死此人了。萧兔眯眼笑笑，正要说话，李明善头上骤然浮现出猩红的必死杀结，萧兔脸色顿时一变。小袁回来！后见都公爷，起来吧。一群没眼色的，还不将人带过来？狱卒们赶紧将一个血滋呼啦的男子给带了过来。本座已经到了，你可以说了。你最好不是在浪费本座的时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没资格跟本座讲条件。我是六皇子的人。只有这些？六皇子这次行动是因为荣昌郡主答应他，只要他愿意出手帮他对付誉王妃，就愿意说服东陵王投靠他。我还知道很多六皇子的秘密，他的势力都有哪些，包括朝堂上谁是他的人，还有他做过很多隐秘的事儿。宁错缓缓地吹了一口热茶，小乐子此刻已了然主子的意思，带下去包扎一下，然后让他把知道的都说清楚了。跟属下猜的大差不差，果然是有皇子掺和进来了。这位盛宠多年的高贵妃腰子，看来也有心想争一争那个位置了。只是二皇子一直是皇储的热门人选，与六皇子又是亲兄弟，现在照情况来看，这兄弟俩也不是一路的。既想争，那就帮他一把。属下明白。再帮本座送他一份大礼。大昭皇宫内，此刻六皇子脸色极度难看，已经这个时辰了，派出去的人却是一个都没回来，他心里已经有预感，自己这次行动怕是失败了。殿下，怎么样？事情成了吗？人一个都没回，看来是全出事了。本来以为可以打宁错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害了这么多人还是没成。那大内诏狱防守就那般严密不成？属下会去查探清楚。还有何事？是下边有人给殿下送礼来了，你自己看着处理就是了。属下见那箱子很大，抬起来也非常吃力，下面人查验完说是份重礼。既然如此，那就抬进来吧。殿外四个大汉抬着一个巨大的红木箱子走了进来，六殿下亲自上前取下锁扣，掀开的瞬间，他惨叫了一声。红木箱子里满满一箱子人头搭建的金棺，是他们。这些尸体头颅正是六殿下派去诏狱的那200来人。是宁错，他知道是本殿下了。是宁错，他知道是本殿下了。可怎么会这么快？应该是有人被活捉，背叛了本殿。看来那宁都公早有准备，诏狱就是个陷阱啊！六殿下早就听闻这位宁都公不好惹，早知道。住口！大内诏狱，小乐子拿着供状恭敬地递到宁错面前。这些人倒是有些意思，既然是别人派去潜伏在六皇子身边的探子，跟在六皇子身边多年，竟然悄悄挖出对方这么多秘密。是不少，拿下去看着办了吧。爷是准备回府呀，还是？多此一问。夫人这会儿子估计已经忙完了，誉王若是能够识相，说不定这会儿夫人的和离书都到手了。都公爷，下面人来传说荣昌郡主想见你。不要命了，都公爷是什么阿猫阿狗想见就见的吗？属下知道，不过荣昌郡主说事关萧夫人生死。萧兔的生死？荣昌郡主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信誓旦旦地说，若是都公不见他，肯定会后悔的。带路。不过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就能引得这人亲自踏足这种肮脏的地方。小兔那个贱人到底是凭什么？想必都公已经知道六皇子是我的盟友了，不过我那天并不是只拉拢了他一个人，我还找了另外的人对付小兔，那个人就是
荣昌郡主仅有的一只眼睛瞬间瞪大，口中涌出大口的鲜血。他愣愣地低头看向胸口，那里正插着一根剧毒长针。荣昌郡主带着无尽的不甘倒在了地上，他死得无比突然。众人警惕地看过去，就见不远处的牢狱中有个人发射完暗器，然后直接咬舌自尽了。督公话才出口，就发现眼前哪里还有自己主子的身影。夜色浓郁，月色冰凉，萧兔对着李明善一声大叫。李明善陡然听见声音，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跟黑衣人突一交手，就发现对方的武功不在他之下，他甚至分不开心回应萧兔。萧兔脸色瞬间一寒，瞎子！瞎子跟亚能同时出现，而萧兔还在厉声大叫：来人，全都给我出来！声音落下，数十位穿着东厂制服的黑衣暗卫们同时落在了萧兔的身前，虽是不解，可是却行动迅速地将他围在了中间。几乎就在同一刻，黑夜中荒芜的民宅里，一声声尖锐的破空声袭来，铺天盖地的箭雨密集的数量遮天蔽月，箭头上还沾着油绿色的光，一看就是精心涂抹了剧毒。众人的脸上几乎同时一变，瞬间回拢到萧兔身边，将他围得密不透风，每一个都撑起一片刀剑屏障。该死！刚刚就差一点，此女就被万箭穿心而死。此女的反应也太快了，我们这边人才刚跟她手下侍卫交上手，她那边就知道有人要杀她了，不光叫出了自己的暗卫，就连令督公的人也全都叫了出来。此女本是诡异，本以为吸引对方的注意，顺便引开对方的护卫，再利用弓箭突然袭击，定是万无一失，可却还是被对方先一步察觉到了异常，真是该死！主子息怒，虽然必杀一击被对方化解，确实可惜，可此刻暗杀也不过是刚刚开始，他能逃过这一次，也定逃不过下一次。长街上箭雨还没停下，随着时间拉长，众人已经个个鲜血淋漓。而此刻，萧兔神情越发的冰冷，眉眼如冰，冷冷地射向夜色的某一处。暗处的人见此，顿时心中一跳，怎么回事？他难道能发现我在这里不成？这怎么可能？此处离对方少说有几百米远，他怎么会发现？定然是巧合。可他总觉得被那个女人发现了似的。大家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且如果再如此射下去，今天必然全都要死在这里，必须要想个办法。夫人，10个呼吸之后，我们众人掩护夫人离开。必须要想个办法。夫人，10个呼吸之后，我们众人掩护夫人离开。可就这一个小小的分神，密集的箭雨中，一条漏网之鱼朝他胸口而来。萧兔想都没想，出手拉了他一下，瞎子避开了利箭，可箭头却是射向了萧兔抬起的胳膊。不要分神！长箭射穿了皮肉而过，还好没有伤到筋骨，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箭上有毒，还是剧毒，这需要马上处理。刀给我！暗卫头领一愣，跟着从腰间递了一把匕首过去。萧兔接过，手起刀落，将胳膊上染毒的那块皮肉给削了下去，鲜血顺着胳膊汩汩落下，将地面染红了一大片。一会儿你听我命令行事。是，有刺客！李明善此刻不发一言，拼尽全力就是猛攻。青衣侍女武功也不弱的，可是却被对方不要命的打法打得节节败退，眼看着就差一步要退到马车，杀到自己主子面前。他急忙的连声叫道：来人，快来人！他这一叫，长街上射箭的人纷纷的停滞了一下。正在这一刻，小兔厉声就道：走！一群人抓住这片刻的喘息，运起轻功，迅速的朝夜色下冲去。混账！谁让你们停下的？给我继续射！骂完之后，他顿时捂住了嘴。马车外听见他声音的李明善冷冷的看了马车一眼后，也瞬间冲向了夜色。贱婢，谁让你擅自叫人的？可李明善，住嘴！若是今晚因此放跑了萧兔，你死不足惜！必死该死！他果然是发现了我在这里，不然不会故意让李明善过来刺杀，好借机会逃生。如今我的声音也被人听了去，说不定就会因此而暴露。今夜萧兔身边的所有人都必须死，全都必须死！叫所有人全部出动，把府里高手、咱们手里的兵马全都给我调出来！今日要是给我放跑一个，全都给我提头来见！一会儿我们分开走。夫人不必在意我等，我们的命本来就是用来保护夫人的。我们一起行动，目标太大，是甩不开身后追杀之人的，而且很容易被对方锁定包围。到那个时候，谁也跑不了。属下可以分批留下，阻击敌人。对方人太多了，而且看情况还会越来越多。你们留下几个，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属下们可以依次全部留下，到时候你们全死，我只会死得更快。好了，别再打断我，听我把话说完。一会儿你们……夜色越发的浓郁低沉，有人传来讯息说萧兔一行人突然兵分4路跑了，而他们并不确定萧兔到底往哪个方向跑了。一
群废物，连个人都分不清吗？本来一路之上，所有人都拼死保护的围着对方，可是突然间对方就不见了。等再清楚时，已经有4个形似萧兔的女子出现，有的穿着对方的衣服，有的是一样的头饰，有的是露出受伤的胳膊。如此，还没等我们仔细分辨清，这4人就一边一个方向跑了。这个狡猾的贱人，兵分4路去追。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身边的人接到命令，此刻已经四散而去。就在这一刻，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巨大的隆隆声。是他来了，怎么会这么快？主子，咱们必须马上走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来得这么快？怎么会？主子您冷静点，宁都公已经来了，咱们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再说您派去的人已经去追杀，说不定此刻萧兔已经死了。你确定他死了？主子派去如此多的人，他们已经全都杀过去了。宁都公此刻就算到了，那也不见得来得及。说的不错，来不及，一定来不及的。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主子，咱们现在必须走了。走。此处没有尸体，说明人还活着。现在让所有人都去找，本座要今晚京城所有此刻身带武器之人，一个不留。几个统领对视了一眼，声音冷酷。放信号。漆黑的夜空之中，一朵硕大的血色莲花绽放开来。同一刻，分布在街道各处中，无数正在追杀的人看到头顶绽放的血莲，都明白这是事情已经败露了。主子，咱们的人今晚恐怕宁死了。找到了，碰见了夫人的手下，所以做要的是萧夫人。这个时候了还搞不清楚状况，想死不成？还不滚下去，赶紧去找！男人眼睛竟然隐有猩红之色。爷，您可千万息怒啊！夫人她可是还等着您去救呢。另一队人马快速地赶了过来，正是宁错派去保护萧兔的那群人。这群人中间还带着萧夫人的那3个手下，可是所有人都在，独独就萧夫人一个不见了。主子他是主动提出分头走的，而且是在兵分4路之后。爷，你想，凭借夫人的聪明才智，这群人这么重的伤都脱困而出了，夫人不可能没脱困。京城这么大，夫人随便找户人家一躲，她是不会躲到别人家里的。宁错忽然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了什么，快速翻身上马，消失在了夜色下。寂静的街道上，一个身形看起来佝偻驼背的瘦小男子正擦着额头的汗水，辛苦地拉着一辆恶臭的泔水车。同一时间，长街夜下的冷风中，一道铮铮马蹄声响起，四目相对，两人的视线就再没有离开过彼此。你这个混蛋，现在才找到我，是本座的错。本来就是你的错，需要你的时候找不到，不需要你的时候跟个狗皮膏药一样，死都死不下来。是本座的失误，本座向你道歉。萧兔摸着下巴，上下的打量男人。还是那个妖孽惑人的样子，也没看出哪不对。哼，看在你这么诚恳道歉的份上，我就原谅你这次好了。宁错闻言看着他笑了，长指抬起他的下巴，动情又温柔的俯身吻向了他的小嘴儿。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本座当然是亲你了。不要，我现在这个样子丑死了。你什么样子本座没见过。那不一样，我以前虽然喜欢变身，可每个都是绝世美人，如今我这算什么？丑就不说了，还是嘴歪眼斜浑身臭气的男子，我怎么可能？说到这里的时候，男人骤然伸手圈她入怀，她的小歪嘴儿瞬间就被男人强势的吻了个结实。你去叫人打探，查清楚萧兔他到底死了没？本宫的人今晚既然都死光了，那萧兔此人今晚也必须要死。只要他死了，那这一切就都值得。可现在外面到处东厂的人，他们正在杀人，不必管他们，派些人小心打探就是。属下的意思是，东厂现在见人就杀，就算打探得到消息，也不可能活着送回来的。你这是害怕了？属下不敢，属下只是怕派人出去，死还是小事，可万一被抓，会暴露了您的身份。都到了这个时候，本宫还能瞒得住吗？可总归是没人能指证您的。可若是咱们府上的人被抓，那就是铁的证据。宁错连问都没问，就如此不管不顾的杀人，也算是帮本宫灭口了。若是这些人都死，是不是就能？太想当然了。宁错是什么人？就算不提宁错，小兔那女人的手下可是亲耳听到本宫的声音。为今之计，他不应该在这里想着看萧兔死没死，毕竟这件事儿明天自然会见分晓。现在真正该想的是他暴露后会有什么后果。你就不能放我下来？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那就让他们看着。不害臊，说是这么说，可是人却是浑身都惬意极了。伤得怎么样？养养就没事了。本姑娘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不知道是哪个跟我是什么仇，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就是为了要杀我。不用费力去想，本座一会儿就给你答案。属下听主子令行刺对方的时候，听见过对方的声音，是个女的。女的？属下听得很清楚，是个女的。女的？如果是女的话，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人。是谁？长成这个样子，也难怪有女人会这么想我死了，还真是蓝颜祸水啊！先告诉本座是谁？是你的爱慕者，大长公主。你怎么一点不惊讶啊？本座很惊讶。切，你这装的也太不专业了吧！说回这位大长公主，我跟她不过就见过一面，甚至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就这，对方今夜就能用这般手段来对付我，可见此女也是个果断狠辣的主。这女人见过我之后，应当是查过我，可能看出我还有些本事，所以今晚的刺杀才会这么大的阵仗，没有半点犹豫，出手就是全力，不杀我誓不罢休啊！看看你这个混蛋给我找的麻烦，是本座的错，本座。哎，这次可都是你的锅。不过倒是给我找了个这么有意思的人，最近刚好没什么事做，让我猝不及防吃了这么大个亏。唉，让我想想该怎么好好回报这位公主殿下呢？你帮我想想。都可以。切，你真没新意，还是我自己想好了。唉，忍不住又想要捂眼了。主子爷的萧夫人哎，您但凡多注意一点儿，就会发现眼前这个男人明显是在哄你嘛。萧夫人哎，眼前这个男人明显是在哄你嘛。还等你想着该怎么去回报长公主呢，你就没发现你说出幕后主使是谁后，身后跟着那群杀人不眨眼的东厂番子们早就不见了一大半了吗？个宁都公，当真是为了那个肮脏的有夫之妇，如此这般的疯狂不计后果。本宫可是一朝的大长公主啊，真是疯子，疯子！竟然为了那样一个女人，连本宫都敢杀！公主殿下，咱们进宫吧，这里还是太危险了。你说的对，这里还是太危险，咱们赶紧走。母后，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是出了何事了？这深更半夜的，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渐渐公主吓成这个样子，是公主府起火了。下去吧。说完，看向周围的宫女嬷嬷，你们也全都下去。别哭了，跟母后说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母后，宁做太想杀我。宁都公，宁都公。他刚才杀了儿臣所有人，还烧了儿臣的公主府，更想杀了儿臣。所幸儿臣跑得够快，不然现在就见不到母后了。什么？宁错虽然是宦官，可是自从封王就一直在前朝活动。你一个公主，同他八竿子打不着，怎么会跟他结下仇？还让对方甘愿冒这么大风险，非要杀你这个当朝公主？都这个时候了，是什么事情让你跟我这个当娘的也不好说？是我喜欢他。你说什么？你喜欢宁都公？是我喜欢他，可他可是个太监。这个女儿知道。你这个孽障啊！母后，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既然你喜欢他，那他为何又要杀你？反正都说了，我就全部告诉母后了。儿臣喜欢宁错，所以发现一个不知道廉耻的有妇之妇勾引了他，就让人去埋伏暗杀那个女的。我曾想被宁错给发现了，他直接杀光了儿臣的人，现在还要杀了儿臣。最近你就不要出宫了，此事本宫会帮你处理。多谢母后。这件事处理起来怕是并不容易。华丽的宫殿，精美的宫灯，萧兔被男人放在床上，抵住还想帮他脱衣服的妖孽。这个我自己来。反正都要洗，不如……不要，我今天连番的折腾，可是累死了。再说你可是答应过我要休息2日的，所以不准你骚扰我。受了伤怎么不告诉本座？哼，都说不让你进来了，你又进来偷看我洗澡。别转移话题。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为了怕我生气，所以就将这么重的伤忍到现在。那也不能怪我，谁让你刚才那么吓人，跟个杀人狂魔似的。我这不是怕再刺激到你吗？小兔，你凶我。本座没有。
你竟然叫了我的全名，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我，你以前都叫人家心肝、宝贝儿、小兔兔的。咦，太肉麻了。你错，你变了，不喜欢我了，不疼我了，你凶我，我好伤心，好难过。你凶我，我好伤心，好难过，我再也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屁股上被用力的拍了一巴掌，萧兔瞬间老实，趴在了宁错怀里，红唇缓缓地露出了笑意。好了，别生气了，我又不是什么娇娇女，比起他们几个，我这已经算是很好了。他们本就是为了保护你，既然他们是为了保护我，那我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就送命。可他们让你受了伤，死不足惜。哼，就知道你会这样。先听我说完，我并没什么妇人之仁的心思，也没什么生死关头谁都不能死的圣母心态，只是觉得既然他们肯舍命为我，我自不会看着他们白白为我而死，这又不是到了必死的绝路上。还有一个就是我是玄修，修的是功德，人因我而死，可是会影响我的修行的，所以我不许你因为这件事再生气了，你听见没有？快说话。好。宁错拿出了伤药，小心地为萧兔包扎好了伤口。别生气了，阿错，你吓到我了。小乖，你叫本座什么？小乖，你叫本座什么？阿错啊。本座很喜欢。小乖，再叫我。阿错。对，就是这样，继续叫，本座喜欢你。阿错。小乐子眉眼带笑地扫向了门口跪着的一群人。这群死气沉沉、面若死灰、神情黯淡的家伙，得了，诸位，这个点儿主子还没命令下来，看来今夜的事情已经是结了。也是你们几个家伙幸运，这次算是大难不死，逃过了一劫。咱们东厂的规矩，你们心里最是清楚。任务失败，死罪难逃。更何况你等的任务还是保护夫人，主子让你们13人去保护未来的女主子，那是对你等的信任。可你们呢？昨日任务失败不说，连着夫人还受了伤。最后更是要夫人冒了大险，你等才能一个不落的活下来。照着咱们都公爷的性子，你们这次绝对是十死无生，不过好在你们命够好，夫人她昨晚肯定是替你们求情了，不然都公爷发现夫人受伤，怎么可能到现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啊，咱家才说你们这群家伙幸运了呀。所以乐总管的意思是我们没事了？那可不是。行了，就别都跪在这儿了，赶紧回去疗伤吧。乐总管，属下有一事相求。还是你小子懂事儿，是不是想见夫人？救命之恩，理当重谢。这事儿啊，咱家应了。只要夫人一有空，我会叫人知会你们一声。多谢乐总管。去吧去吧。一转眼已是天光大亮。哎呦，尊贵威严的都公爷，今儿穿个衣服的功夫，不自主地笑了3次啊！傻了不成？奴才该死，只是乍然见到主子今日格外的丰神俊朗，姿容绝世，这才看得呆住了。宫里来消息了？是，皇上已经派人来催了3遍了，要主子您即刻进宫。还有一件事儿。说。昨夜长公主提前1步跑了，所以跑了？跑去哪儿了？跑去了慈宁宫。皇太后？是，而且下面报来的消息，长公主去了之后，今日一大早，太后娘娘就去见了皇上，据说发了好大的火气，还不由分说的要皇上派人，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长公主这个姐姐。倒真是母子情深。都公爷放心，咱们东厂盯上的人跑到天涯海角都没用，就算他躲进了宫里，躲到太后身边，那也照样是要死的。不必了，本座亲自动手吧。都公爷要亲自动手？哎呀，这可真是。爷，您可是多年没亲自出过手了。怎么？没，属下是想说，夫人一觉起来，说不定就能收到主子您的这份惊喜了。先别告诉他，不然那小东西该发脾气了。属下都明白。走吧，进宫。
哟，爱卿来了，快赐座。参见皇上。爱卿太多礼了，朕早说过，你在朕的面前不必多礼，礼不可废。爱卿就是这么见外。行了，快入座吧。啊，诸位今日到得挺齐啊。宁都公，这是在威胁众臣吗？左相此话从何说起？本座只是见诸位官员今日朝会人来的奇邪，随口说了一句。左相，这是怎么了？朕可是坐在这里，宁爱卿他方才确实只是感慨了句，并无威胁任何人的意思呀。啊，皇上，是不是该说说宁都公昨晚宵禁后大开杀戒之事？是啊，皇上，尽管是宵禁之后，可是当街杀人，还杀了上百人之多，必须要宁都公给个说法。臣附议。臣也附议。哎呀，诸位爱卿，或许此事是有什么误会，想必都公昨晚应是缉拿盗贼或者是逃犯，这都不一定啊。皇上，就是为了怕众人不了解真相，猜忌误会了都公爷，才更应该将事情说清楚。左相多虑了，东厂办事儿从不在意别人的猜忌误会，东厂为皇上办事儿从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都公的意思，这是皇上的命令，这话鬼才会信。本座奉皇上之命，代军行使朝政大权，统摄内务政事，掌管东厂6部朝堂。本座的意思自然就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觉得宁错说的有理呀，毕竟是他亲自下的旨意，朝堂诸事由宁错全权处理。反正这些琐事，这些大臣们可甭想往朕的身上推。哼！事关上百条人命，都公以为假托皇命就想隐瞒过去。东厂办事儿，皇权特许先斩后奏，确实可以为所欲为。东厂办事儿，皇权特许先斩后奏，确实可以为所欲为。皇上面前还由不得宁都公如此放肆。本座代天寻目，为君分忧，再放肆些又如何？宁贼，你大胆！太傅大人，辱骂本座，罪名可是不小哦。哎呀，徐太傅，你这也太口不择言了，还不快点向都公赔罪？是老臣一时失言，都公莫要怪罪。谅你也是无心之过，而且大人大量，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既然皇上开口，本座自然领命的。哎呀，还是爱卿大度识大体。今日的事情就……皇上，昨夜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城皆知。若是不给个说法，这满京城百姓心中惶恐啊！皇上，既然诸位大人定要问本座要个说法，那本座就破例一次，给他们个说法好。昨夜的事情，实际是东厂出动抓捕夜间盗窃的逃犯。是什么样的逃犯？有上百来的人。人自然不可能是凭空冒出，所以本座之后还会详查。至于偷了什么，为什么本座又将人杀光，还是请皇上自己看吧。是什么？竟然敢盗窃军械营地的兵器？这些人想干什么呀？这是兵器？不，绝不可能。太后明明说了，宁错杀的是长公主的人，原因也不过是因为宁错跟长公主的私怨。皇上，此事事关重大，本座本不欲声张。爱卿不必说了，朕都清楚，此事交给宁爱卿彻查啊！朕要知道是谁他妈有这么大胆子，想要图谋不轨，犯上作乱。微臣遵旨。宁贼，当真是好恶毒的手段。诸位，军械一案事关重大，皇上既然要本座彻查，本座自然不敢懈怠。宁都公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里可是皇宫金銮殿，你要是敢乱来，立刻就会惊动皇上。诸位不必慌张，是本座表达错了意思。都公有什么话就快点说，若是没有，今日我等就先行告退了。诸位别急嘛。来人，本座奉命彻查昨夜的军械案，而诸位今日朝堂之上开口多方逼迫本座说出昨夜案件详情，所以本座有理由怀疑诸位之中有人与昨夜一案有关。宁都公，你只是怀疑并没实质证据，就敢直接对这么多朝廷命官下杀手？左相大人怎么会这么想？本座只是让人进来进行排查而已，污蔑本都公可也是重罪哦。
诸位，案情重大，东厂接受举报，凡是举报一人者，立刻释放回家。这话让左相等人的脸色大变，好不容易抱团的一众官员们纷纷变色。华丽的宫殿外，太阳依旧温暖明媚。爷，事情料理完了，人找着了？找着了，只等爷过去呢。那就走吧。看来想要打压宁错的气焰是做不到了。听闻今日百官竟然都被禁锢在了金銮殿，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筹谋的事情没成。来人，去请宁都公。扎太后，下面监视的人来报说，宁都公好像朝慈宁宫这边来了。你是说宁错他自己来了，可是来找本宫的？好像吧，这个属下不肯定。废物，不知道消息打探清楚再来报吗？是，属下再去看清楚些。哀家刚说要请他，他就往这边过来了，莫非是想做些什么？长公主现在在何处？回太后，长公主听了您的话，一步也没离开过宫门，人此刻就在后殿之中，咱们的人都看着呢。皇上派来保护的人呢，也守着公主呢。那就好。太后娘娘这是害怕那位宁都公前来是为了对公主不利？倒也不是害怕，只是突然听说此人靠近这边，哀家心中有些不安罢了。娘娘这是关心则乱，他一个臣子是疯了不成？还敢在您这里闹事儿？今日早朝，哀家让人联络众臣对付此人，现在却反被此人全部扣在了金銮殿里。他动辄就敢对百官下手，可见宁错此人极其胆大妄为，还极难对付。皇上他养虎为患，倒要我的子怡来担风险。哎呀，毕竟不是亲生的。娘娘慎言。慎不慎言的现在都无所谓了，毕竟皇上连朝政都交到他人手里，江山都不要了，就忙着他的成仙大业，哪里还会注意我这个不是亲娘的太后？今日这事儿是指望不上皇上了，哀家的子怡，哀家自己来护。去吧，也别打探了，直接请宁都公来吧，态度客气点儿。刚送来的消息，太后请您慈宁宫一叙。他请本座过去。是啊，说有重要的事情跟都公爷您谈。哦，那就一叙吧。都公宁错，没曾想竟然长得这般姿容祸世，像个妖孽，怪不得子怡会不嫌弃此人是个太监。宁都公，哀家今日请你来的原因，想必你心里应该也清楚。那么哀家也就不跟宁都公拐弯抹角了。昨夜的事情，长公主她有错在先，哀家可以替她亲自跟宁都公赔礼道歉。我此生就长公主一个女儿，她既然做错了事，哀家定会替她一力承担。宁都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就是。太后不如先说说您的诚意。桂嬷嬷，把东西拿给宁都公。这是一份旨意，由皇太后亲拟，赐予王府王妃萧兔跟誉王和离的懿旨。这是哀家的第一份大礼，只要宁都公愿意冰释前嫌，哀家立刻就将这份旨意送去誉王府。之后哀家还会再下一道旨，赐婚都公跟萧姑娘，让你们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宁错目光不着痕迹地看向了身边的小乐子，小乐子也不动声色地朝他点了下头。太后娘娘想得很是妥帖，太后娘娘想得很是妥帖。宁都公别急，哀家还有大礼相送。前厅内似乎相谈甚欢，而后殿之中，长公主却是气疯了，脸色扭曲的正在摔东西。你说母后真的要给宁都公跟那个荡妇赐婚？公主恕罪，奴婢对此事并不清楚。废物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不去死？长公主想知道太后跟都公那边的情况，奴婢现在就过去打听。打听什么打听？打听母后要把那个荡妇嫁给本公主想嫁的人是吗？你也想看本公主的笑话？不是的，公主殿下，贱人，都是贱人，叫你看本公主的笑话。一个肮脏的有妇之妇，竟然敢跟本公主抢男人。等这次的事情过去，本公主定要将你千刀万剐，以泄我心头之恨。长公主疯了似的抽死了宫女，而长公主这次的视线却是落在了不远处的侍卫身上。你们都是皇兄派给我的人，应该都是武功高手吧？既然如此，你们现在就去帮我杀了那个荡妇。宁错既然在这里，那个贱人就没人保护。你们现在就去。
长公主越说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忽然诡异安静下来，而她吩咐的众多侍卫刚才还害怕神色，忽然就变得眼神焕然，表情呆滞，像是失了魂似的。来人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跟母后在前庭商议赐婚吗？长公主觉得本座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是来杀我的？长公主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就为了一个有夫之妇，你竟然就做到如此地步。可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喜欢你的呀，宁总。这么多年，本公主一直默默忍耐的深爱着你，我从来不求回报，从来不敢奢望你看我一眼。我洗你喜欢穿的华服，爱你爱的宝石珠翠，我穿跟你一样的衣服，连这性格都在模仿着你。我冰冷孤傲，目下无尘，我是真的很爱你。你爱本座？是，宁左，我爱你，我的心中只有你。这么多年，我的心一直都属于你。深情的告白戛然而止，长公主缓缓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胸膛，一只苍白修长、优美至极的手正慢慢地从自己胸膛掏出了一个还带着跳动的血红色的东西。你的心里有本座吗？可为何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宁错静静地看着长公主死去的过程，压抑了整个晚上骨子里的血腥和暴虐，此刻才算是真正的暴露无遗。看着自己手上的血，衣袖上、胸襟上竟然都有。本座搞成这个样子，不知道那小兔子见了会不会嫌弃？夫人她不会嫌弃您的。蠢货，本座是要帕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他最爱的就是本座这一身的风华入骨。不过本座这个样子是不能让他见到的，可知道为何？属下不知。你自然是不知，你又没夫人。暗卫头领无语，这咋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呢？前面如何了？还谈着。叫回吧。是，督公，此处您想怎么处理？这般肮脏的东西自然是一点不留。是。众人快速的处理善后，一把大火点燃了宫殿。慈宁宫大殿，太后带着喜悦地送走宁错。本以为今日会是场恶战，没想到宁督公此人如此好说话，倒是省了哀家很多麻烦了。还不是太后您智谋无双，一下就找准了此人的软肋，他想不答应都难。哀家也是看出那个什么叫萧兔的，很得这位督公爷的喜爱，不然昨夜也万不会做出那等目无尊卑之事。也幸好用此事拿捏住了此人，不然哀家怕不是还要在这个女人身上下功夫了。太后娘娘，不好了，公主那里失火了！不好了，公主那里失火了！什么？怎么会？公主她是知道太后娘娘要给宁督公赐婚，所以才气疯了，到处砸东西，最后还是点了一把火。说您什么？说您竟然要将她心爱的男人娶别人，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他，所以他要让您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哎呀，简直胡说八道！是真的，后殿的宫女太监刚才都看见了，现在人还……子怡啊，你有什么话出来说，你先出来，母后什么事情都答应你，你快点先出来呀！可就在这时，整个宫殿突然崩塌，太后眼前一黑，晕死了过去。小乐子拿着到手的2道旨意，脸上笑得可谓是满面春风。他一旁跟着的妖孽的男人，此刻正缓缓地揭开了脸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今日这事儿办得不错，一会儿见督公爷，本总管一定会为你请功的。为督公办事儿是属下的职责，不敢居功。本总管说的请功可不需要我开口，而是督公爷一会儿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定然会主动赏你的。只要主子爷高兴。那可不高兴，你还不知道。算了，就不跟你细说了，你就等着领大功吧。什么时候这般没规矩？主子爷恕罪，奴才就是高兴。
你高兴什么？你也找到夫人了？奴才哪里有爷您这般的本事？不过随意一找就找到夫人这般绝配的女子。带来了？哎，带来了。不错。恭喜主子心想事成，得偿所愿，大喜。这可不算本座故意使坏，设计二人合理吧？自然不算，这是太后娘娘的主意，上面还盖着太后娘娘的印章呢，跟主子爷您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没有？没有。很好。他抬起手，将2道旨意递过去。拿下去发了吧。喜从天降，本座也无可奈何。要赶紧告诉那小东西，这一切可跟本座无关。可是睡醒了？是醒了，魂儿还在睡。别睡太多，晚上该睡不着了。我晚上什么时候睡着过？今晚本座就不碰你了。哼。别睡了，有正事跟你说。哎呀，你能有什么正事儿？本座可以帮你提提神儿。哎呀，好了，我醒了，你有什么事情直说就是了。是好事儿，不过本座先声明啊，跟本座毫无关系。一听你这么说，就感觉没好事。说吧，又出去干什么天打雷劈的坏事了？你将本座也想得太坏了。此事当真跟本座无关，是太后下的旨意，要你跟誉王和离。太后，你去找那位长公主了？怎么会？不必不承认，一身的血腥味，以为我闻不到吗？人是不是已经杀了？杀了。都说要你别动，我吃这么大的亏，你不让我亲自报仇。本座一时没忍住，你知道的。旨意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是太后为了求本座放过长公主，特意许下的好处。不光有一道和离的旨意，还有一道赐婚的。赐婚？是啊，赐婚你与本座。所以你是答应了太后的条件，可还是杀了长公主，然后还堂而皇之的拿走了2道旨意。别转移话题，小东西。本座说了，赐婚的旨意已经下了。小东西，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我要你告诉本座，你要嫁给本座。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的想法是，本座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哎呀，我的意思是，话刚冒个头，红唇再次被吻住，萧兔狠狠地翻了个白眼。不是你要我回答的吗？这才刚张嘴就被堵住了，这还要我怎么说？什么毛病啊？小兔子，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你是逃不掉的，所以你快点说吧。你倒是给我机会说啊！你的答案要得太急，我想的是，喂，你这个混蛋没完了是吧？你到底要我说还是不让我说啊？刚说到关键地方，贱男人又扑过来。本座自然是要听你说的，本座自然是要听你说的。这个家伙一天到晚鬼里鬼气的。哎，行了，我的意思呢是这次赐婚，我想……小兔忽然明白过来，为什么这家伙一边问他索要答案，一边却又要狠狠地吻着他不让他说话。原因恐怕是因为怕听见他拒绝的话。怪不得一副凶狠的样子，还说什么跑不掉。不过这害怕被拒的样子也很可爱就是了。我想好了，宁错，我要嫁给你。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了。本座会。这次换上了萧兔堵住了他的唇，萧兔轻轻地合上了带笑的美眸，与这妖孽般邪虐可怕的男人极度缠绵。大殿外，小乐子正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墙角。杜公爷还有萧夫人，谁都没发脾气，看来进展很顺利，这婚事儿是成了呀。成了，准备准备，可以宣旨了。太后懿旨到。杜公爷，太后的旨意到了。杜公爷，太后的旨意到了。听见没？你的懿旨到了。都进来吧。杜公爷说进去，不装了吗？主子爷让咱们进去，乐总管您看。没事儿，咱们直接进去就行了。恭喜都公爷，恭喜萧夫人，鸳鸯闭合，两情相悦，盟结良缘，天长地久。好家伙，这话说的谁听了不高兴啊？这小太监反应可是够快的呀。有前途。赏，整个府邸的人全都赏。奴才替满府众人谢都公爷。那我也赏一份吧，跟你们家主子爷一样。多谢都公夫人，多谢都公夫人。
咱们的婚礼是什么流程啊？是赐婚圣旨下达后，接着下发礼部，然后选取吉日，接着是送彩礼、订婚期之类的？不是，不是。本座已经让人直接昭告天下，10日后成婚。你至于吗？你说呢？怎么了？帮你收拾烂摊子去，帮你收拾烂摊子去。本座的烂摊子？你以为呢？你不觉得咱们的大婚，你忘了件事儿吗？你同本座的婚事其实早就开始安排，此刻样样都已经准备妥当，你可以放心，本座保证绝对让你这小东西满意至极。是吗？那我父母呢？岳父岳母确实要通知一下。哼，你还真的只是通知一下。你去哪儿？当然是回家一趟，我又是合礼又是再婚的，我爹娘还全然不知呢。你不会真以为通知一下就完事儿了吧？你身上还有伤。哎，一点小伤，已经没事了。不行，你别动，本座叫人去接岳父岳母过来就是。得了吧你，接到都公府，再把我爹娘吓出个好歹。哎呀，我已经没事了，伤口也已经愈合了。你是说伤口愈合了？怎么不信啊？不信给你看看。当真愈合了？什么原因？都说我是玄秀之人了，我可是有功德傍身的，小小伤口对我无碍，不然你以为你这个淫魔整日这般折腾我，我为什么还能如此精力旺盛，活蹦乱跳？我可是有功德傍身的。所以其实本座每夜疼你到通宵达旦，也对你毫无影响。我跟你说这么多，你就只想到这个吗？别生气，其实本座心中一直有个7天7夜的想法。哈哈，7天7夜，你也不怕把自己弄秃噜皮了？本座很强，你说的功德甚是神奇，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这个需要自己领悟，毕竟我算是我们整个门派近1000年来唯一修成此术之人，我现在功德还太少，不太清楚都能干些什么。你说的术是专修眼睛的？此术名为洞照，据说啊是门神术，能探人过去窥人未来，确实是门神术。不过此术虽然厉害，可对你的保护作用却太弱。怎么你想教我武功吗？别人强不如自己强，你如果想学，本座带你去武库看看，喜欢哪个就练哪个。我可以吗？我是说我现在这副身体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说学武最好要从小时候开始才能学有所成吗？不是说学武最好要从小时候开始才能学有所成吗？顶尖高手肯定是不行的，具体能到哪一步要看你的状况。不过不必担心，本座会帮你熬制最好的筋骨药材，把上限无限拉到最高。真的，我要学。其实我一直都有些武功底子的。哦，不瞒你说，小时候我也是学过武功的，而且从小就身手灵活，身姿轻盈。我耍两招你看看哈。好，本座看看你的底子如何。小兔点头，摆开架势，开始无比灵活地打了一套螳螂拳。这个是最能突出他身形灵巧，尽显他的优势。小兔没等来夸赞，顿时更加卖力了，左右跳得好不欢快，啪的一拳，拧错左眼，迅速青黑。哎呀，眼都青了，你怎么没躲开啊？平时不是很厉害的吗？本座只是看你看得太入迷了。哎呀，讨厌！我拳可是打完了，你觉得我练得如何？本座觉得甚好。是吧？我都说我有底子了，你呀，不要总是迷恋我的美色，要多看看我的内在。现在了解我了吧？是不是大吃一惊？本座只是惊为天人。哎呀，讨厌了！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再耍一个我的绝招，你看看吧。本座觉得刚才被你击中的眼睛有点疼，今日就暂且先不看了。不是被击中的眼睛疼吗？你怎么2只眼睛都捂住了？因为2只眼睛神经相连。誉王府传旨的太监念完旨意后，誉王的2只眼睛冷得能冻死人。本王想知道，太后娘娘久居深宫，从来不管诸事，为何会突然下这种旨意？这个咱家咋会知道？无缘无故，太后怎么会要王妃与本王和离？可是因为最近经历了流言，本王可以亲自面见太后解释清楚，流言之事纯属一派胡言。咱家说了，当真不知。咱家这次来就只是来传达旨意，如果王爷对懿旨有任何异议，可以亲自进宫面见太后。王爷，这人确实是太后宫里的，可是替谁办事儿却是不好说的。这人确实是太后宫里的，可是替谁办事儿却是不好说的。你的意思本王知道，
无论宁都公在其中使了什么手段，可眼前这道旨意却实实在在是真。那王爷要去太后宫中一趟吗？只怕去了也没什么用。若是太后当真顾念我这个皇室宗亲一星半点，就不会一点风声都不漏，直接下旨强硬的让本王和离了。王爷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别吼了，没看见王爷正在想事情，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说。王爷恕罪，不过此事关乎王爷王妃，奴才这才一时没了规矩。到底何事？是太后突然下了一道昭告天下的懿旨，外面都传开了，说是下旨强逼本王和离，竟还用得着昭告天下，简直是岂有此理！和离的旨意？不是啊，是赐婚的旨意。赐婚？给谁赐婚？是给王妃，还有宁都公。宁贼，简直是欺人太甚！本王跟你势不两立。傍晚的皇城街道喧闹而嘈杂，一座偌大华丽的銮驾缓缓地行驶而来，其后面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红车队。有没人知道什么情况啊？有没人知道什么情况啊？怎么看着像是下聘啊？这是下聘吗？我的天哪，从街前排到街尾了。今日皇宫里来的旨意，那位宁都公要成婚了。就刚才那会儿，满城贴的布告，直接昭告天下了。不知道娶的是谁家女儿？听说呀，是前任的誉王妃。奢华的銮驾中，萧兔正趴在男人怀里，举着个粉盒，对着男人的黑眼圈仔细地描画着。我说我自己一个回去，你非要跟我一起，顶着个熊猫眼，也不怕别人笑话你。这不是有你这小东西主动献艺吗？再说，就算本座不遮，也无人敢笑。萧兔美眸横了他一眼，看着被修复的毫无瑕疵的脸，笑着低头亲了一口。搞定了，不过不能碰水，而且也不能持久。这次去你家，你就没要求本座换衣？哎呀，换不换已经不重要了。哦，怎么不重要？你不是怕本座吓到你父母吗？你凶名赫赫，恶名远扬，换身衣服顶什么用？反正都这样了，直接就这么着吧。你现在倒是想开了。哼，你把大婚旨意弄得天下皆知，我除了想开还有别的办法吗？其实你若能像上次那般跟本座许诺下一些好处，本座其实很乐意陪你演戏。切，你想的倒是挺美，一年中回门日子加上诸多节日，还有祝寿零零总总，又回去多少次？我要许你多少好处？不然不行，本座还没说呢。哎，不用说了，看你笑得一脸不怀好意，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那本座不说了，直接做好。哎呀，快到家了，你别闹，不然你妆花了，我可不帮你补的。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难听的留言，说咱们家小兔嫁去誉王府后，就一直不安于室，跟外面的男人勾勾搭搭，整夜的不回家，不知道是出去干什么，搞得誉王都要休了他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家小兔跟王爷夫妻恩爱，情投意合，感情不知道有多好。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这么造谣重伤，败坏我女儿的名声？找到此人，本夫人定要打断他的狗腿！找到此人，本夫人定要打断他的狗腿！小姐姐先莫要生气，都是外面的人在以讹传讹。不过现在外面留言说的这么凶，姐姐要不先将小兔叫回来问上一问？我们家小兔行得端，坐得正，又没做错事情，不必去问。我之所以要你叫小兔回来问清楚，其实是因为外面的流言比我刚才说的更加难以入耳。这群王八蛋，他们还说我们家小兔什么了？唉，说得很是难听。能罩住幕后卑鄙之人，本夫人定要他付出10倍代价。夫人放心，我现在就让人去查。咱们家虽然不如祖上显赫，可也不是好欺负的。敢动我的宝贝闺女，当我萧达是吃素的不成？方夫人又要开口，却见萧老爷竟然匆匆地跑了回来。夫人，小兔跟王爷一起回来了。可是到你家了，你还不肯放开本座吗？刚才是谁说着不要乱来，现在又是谁缠得本座这般急？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哎，快点起来，我爹娘应该过来了，等会儿再让他们发现。哎，快点起来，我爹娘应该过来了，等会儿再让他们发现。发现就发现吧，让他们都看看你这小东西是多么片刻都离不开本座。哎，这么长点啊你！今天还有正事呢。本座知道给你这小东西下聘嘛，赶紧让本座将你娶回去，
省得上个床都名不正言不顺。那也没见你手上，主要确实是很刺激。哎呀，去你的！一会儿下车，你什么话都别说，一切交给我处理，知道吗？一会儿当真不许本座伪装。自然，不过你要注意看我的眼色行事。爹，娘，小兔啊，这女婿他没事儿吧？他没事啊，我叫他过来。他今日可是有事情特意来找你们的。特意找我们？爹娘，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宁都公。宁都公？咱们还是进屋说吧，你先一边去。萧兔勾勾红唇，直接将这家伙推进了里间后，才走向了还在神游太虚的父母。小兔啊，这位宁都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啊，你这突然来这么一出，你爹我的心脏都快吓得骤停了。爹娘不必怕他，他这次来其实是向你们对我下聘的。下聘？可你跟他不是……爹娘，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跟誉王已经和离了。和离？是太后下的懿旨，我同誉王和离，然后又给我跟宁都公赐了婚，所以宁错他今日才来下聘的。你等会儿，闺女，你是说你同誉王和离，然后又被赐婚宁都公？是啊。那这宁都公跟誉王是俩人吧？是啊。可你上次带来的誉王跟这次带来的宁都公，他们俩明显是一个人呐。或许是长得比较像吧。你看你爹娘像是到了老眼昏花的地步了吗？这件事情其实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啊。对，你赶紧说清楚，你爹我这老心脏还挺得住。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其实是女儿婚后找错了人，一直以为外面那个是我男人，所以你跟那位真正的誉王是什么情况啊？哎呀，我跟他不熟，前几日才见的面，且我会认错人，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女儿才决心和离的。看来女儿嫁去誉王府后，其中还有更多的事儿啊。小兔既然决心和离，现在一旨以下，要不然你把出嫁后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小兔也没隐瞒，一口气不带喘的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我就知道不是咱们宝贝闺女的问题，那个什么狗屁誉王府当真是恶毒无耻至极。是啊，当初婚事本就透着蹊跷，现在看来竟然是这样。去母留子，这誉王府还是皇亲国戚呢，简直是猪狗不如。这丑女儿自己已经报了，誉老王妃跟她那俩闺女这辈子都甭想再下床，所以爹娘不必再为这种人动怒。恶有恶报，你做得好，不愧是娘的好女儿。那是子孝母嘛。萧母露出笑意，朝丈夫轻轻地看了一眼。萧老爷对他点了一下头，壮着胆子走进了内室。宁都公啊，小女已将事情原委说清，多有失礼，抱歉。岳父客气，事情解释清楚是好事。是，都公请。爹娘，今日宁错他是来下聘的，聘礼现在还堵在家门口，你们吩咐人搬进来吧。好，这就叫人去办。今日是个好日子，宁都公亲自上门，那咱们就好好喝上一杯。应当。那好，我这就叫人准备好酒好菜。屋内这下只剩下萧母，她不由得看着女儿。要不娘也……哎呀，娘，你不必太拘谨了。女儿同宁错现在即将成婚，那他就是你女婿，你不用想太多，就像上次来时那样就行。女婿多日不见，近日可好？本座甚好，岳母可好？我也好，就是时常担心小兔，他从小就是个骄纵的性子，他若是发脾气使性子，还望女婿多多体谅些。岳母客气，他什么样本座都喜欢。娘，我的事情你还不放心吗？我上次都跟你说了，他被我迷得五迷三道的，非我不可。不然也不会跟誉王闹翻，请下懿旨非要娶我。跟誉王府闹翻了？可不是，为了女儿，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女儿也就是看他可怜才嫁给他的，不然他这般声名狼藉，女儿怎么会嫁给他？闺女，你也不能这么说，女婿虽然外面的名声不太好，可他萧夫人本是要夸上两句的，可想了一圈也没从关于宁都公的这些流言中找到半句的好话。可女婿他长得好啊。不愧是我亲娘，咱们娘俩英雄所见略同啊。本座就知道
夫人只是爱慕我的容貌，而不是我这个人。怎么会？你无论内外我都爱的。你猜本座信不信？我猜你信的，是不是阿策？别勾我，不然。那你信不信我？信。萧兔一脸得逞的笑，萧夫人在一旁早早的就移开了视线，不去看黏糊的女儿跟女婿了。这俩人肉麻的他都不好意思坐在这儿了。娘，刚才我来的时候见到咱们家来了位客人。你说的是你方姑姑吧？方姑姑？是啊，她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也是母亲从小一起长大的闺中密友。你小时候见过，不过她出嫁后就随着丈夫外放去了外面，是近日才刚刚回京的，所以你不记得了。哦，原来是这样。你怎么问起她呀？这不是今日突然见的，有些好奇嘛。母亲也是好些年不见她了，听你方姑姑说，这些年她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嫁的丈夫感情也不好，听说家里庶子庶女一大堆，日子很是难过。萧兔听完只笑笑，这是自己的日子难过，所以就看中别人的好日子了吧？你方姑姑听说你嫁进了裕王府，还说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来着？哦，有说什么事情吗？这个他倒是没说，看起来好像还挺为难的。等你见到他就问问，要是能帮就帮忙解决了吧。娘放心，一定帮他解决的干净的。娘只说能帮再帮，要是需要麻烦到女婿这边的，就不用开口了。明白。一顿饭吃得很是融洽，当夜色降临，萧兔跟宁错才起身离开。你今日表现不错嘛，不光哄好了我父母，连这10日后就成婚的事情也都一并给谈妥了。一切都亏夫人帮衬。今日从我家出去的那个女人，你可瞧见了？你见到她时就很不悦的那个。唉，我这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命苦啊。看出什么了？我从他身上看到3句话：挑拨是非，心怀鬼胎，还有个东陵奸细。是东陵王的人？可不就是他，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来了。看来东陵王已经知道荣昌郡主之死了。唉，去那位什么方夫人处吧，我倒是想看看他们接下来是准备怎么对付我。夜色渐重，明月高悬，一座四方小院儿。娘子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没在你那位好姐姐家里用晚膳呢？为夫现在可就指着娘子飞黄腾达了。张群，你实话告诉我，王爷派给你任务时，可曾跟你说过萧家的女儿萧兔跟当朝宁都公有私？没有啊。那可就坏了。怎么了？可是出什么事儿了？今日我去萧家，竟见到了当朝的宁都公，他跟萧兔看着关系十分亲密。后来我打听到，今日太后下的旨意，萧兔同誉王和离，又同日被赐婚给了宁都公。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不是说是东陵王请你做事儿的吗？难道这么重要的消息他没跟你说吗？王爷是没与我细说，可能王爷也不知道吧，毕竟赐婚的旨意不是今日刚下来吗？宁都公要娶萧氏女了，那萧兔身边定然会有很多高手保护，咱们怎么还下得了手啊？对方要嫁宁都公，现在是妥妥的都公夫人，是千岁王妃，我们怎么敢去动她？萧氏女是誉王妃还好说，咱们做的隐秘些，总会让人察觉不出。可如今她却要嫁给宁都公，听说此人在京城只手遮天，而且为人极其残暴狠绝，整个朝堂百官退避，无人敢惹。咱们怎么惹得起这种人物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为今之计，只能作罢。咱们可是拿了钱的，咱们不做，东陵王不会善罢甘休的。宁都公其人虽然可怕，可富贵险中求。如今萧家若是不死，死的就是我们夫妻呀。我知道了，可这事儿急不来，咱们还是先上报吧。是该如此，那我现在就去了。你过去后将情况说得严重些，就跟他们说要弄死萧兔这一家是做不到了，我顶多能将人骗到他们手里，叫他们自己动手吧。还是夫人想的周到啊，人让他们去杀，不关咱们的事儿。我现在就去。那你快去快回，我在家里等你的消息。皎洁的月色下，青砖绿瓦的屋顶上，2道身影相携，无声地站在此处。哼，这2人知道的消息看来不多，目的也没什么意外。不过能这么快找到这2人，安排到我家，东陵王看来是费了不小的心思了。东陵王知道你是本座的女人，自然也知你身边有人保护，找这2人混进你家，反倒是更容易得手。
确实是个好办法，倒是难为他了。走吧，去看看这位去哪里报信。张渠沿着夜色一路小跑，走到了一家妓院，四下里看了几眼，快步的就溜了进去。哼，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喜欢开妓院？这种地方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方便收集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吧？哦，什么？可以自己玩啊。本座迄今为止可只玩过你一个。哼，你玩谁啊？明明就是我玩你。也对，本座至今确实也只被你那么玩。哎呀，人走了，快去看看。不是说了不许你主动来此吗？是出事了。张渠有些害怕，结结巴巴地将事情说了一遍。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先回去吧。至于接下来怎么行动，我们随时联络。张渠缩着头，快步地离开。计划有变，都通知下去吧。是。一群人快速地趁着夜色行动起来。哼，看来人数还不少。放心，一个都逃不掉。放心，一个都逃不掉。说起来，这位东陵王现在是什么情况？如你所见，荣昌郡主出事后，对方就立刻返回了东陵。应该不光知道此事与你有关，还知道了你这小东西同本座的关系。看来对方也不是傻子，这是不准备尽情述职了。东陵王做了20多年的异姓王，在东陵根基深厚，又手握重兵，他若是想报仇，有的是办法，根本不必孤身上京，来到本座的地盘，任我摆布。切，他是有办法，这不是就派人到我家了吗？本座派人除了他们。不过是个小卒，杀了还会有。对方既然认准了我，就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早前我留着荣昌郡主，就是担心后续会有麻烦，如今还是出了纰漏。现在敌暗我明，我岂不是只能坐等着吃亏？而且对方一出手，就直接对准我的家人，手段着实卑劣，此人我不会留。你这般样子，倒是少见得几，本座甚爱。你其实不必生气，东陵王势力虽大，可是本座也不是不能杀。对方远在自己老窝，你动手，那要闹出多大的动静？再有，对方手握重兵，一次不成，说不定立刻就反，那我岂不是成了引起战乱的红颜祸水了？区区祸水，怎么配得上你这小东西？你可是本座的新尖尖儿，你要是愿意，本座为你覆灭整个大赵，都在所不惜。哎呀，整日里没个正形。那你说怎么办？本座都听你这小东西的。对方远在千里，确实难办，先让我好好想想吧。不过这之前，你先帮我找人探探他的底，要是能悄悄解决掉，咱们也省得麻烦了。对方知道你我关系，不可能没有防备。若是势不可为，就不要叫你的人冒险。想要成事儿，哪里有不死人的？哼，我萧兔成事就不需要死人。这么喜欢吻我吗？不是喜欢，是本座甚爱，爱极了。爱极了，是有多爱？宁错的眼睛暗了下去，想要起来，却是被萧兔一把按住。督公大人想到什么了？督公大人想到什么了？眼睛都看直了。你知道本座在想什么？督公大人没说，人家怎么会知道呢？小东西，别逗本座。那就只许宁督公逗我吗？方才好似还听某人说，就被我那般玩过一次，语气甚是可惜哦。我这不是来满足你了吗？红唇在他的耳边吐气如兰，小手极为暧昧的缓缓地沿着他腰带扣子挑了开。小兔别急嘛，宁督公，今天保证比上次还让你觉得满意哦。誉王府邸，知道人在何处吗？查不到，不过两人没回都公府，应当是什么？应当是去了萧府下聘后，就带着萧王妃出去游玩了吧？你确定宁错下聘的时候，萧府那边当真半点动静没有？就这么简单接受了萧兔改嫁之事？王爷，当时萧家里外都是宁贼手下的人把守，咱们的人只在外面远远盯着，确实没察觉到府中有什么异动。不过事后咱们的人跟萧府下人打听过，屋内确实没有任何吵闹或者争执之类的事情发生，而且听说萧老爷还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了那宁贼。好酒好菜，好好招待。萧家夫妇是昏了头吗？宁错一个阉人之身，他们竟然肯同意婚事，这是要看着自己女儿断子绝孙吗？王爷，宁贼下聘时
王妃她既然同宁贼一同回萧家，那肯定是在父母面前替对方说好话去了。萧父萧母又是出了名的爱女如命，若不是王妃在中间周旋，属下想萧家夫妇也不会轻易答应婚事的。所以属下觉得王妃她这般做，肯定是心中极其中意那宁。住口！王爷息怒，是属下乱言。本王知道你的意思，觉得本王不该再对萧兔抱有幻想。可是萧氏，她本是本王的王妃，却硬生生被人抢去，本王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么多年以来，裕王府就一直被宁贼打压，本王也是处处被此贼针对，这些本王都忍了。可是现如今，他却将本王的王妃硬生生夺走，试问世间几个男儿能受得了如此屈辱？所以本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是属下想差了，王爷尽管吩咐，属下愿为王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属下愿为王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今夜但凡谁能杀了宁贼，本王愿赏金万两，加官进爵。谢王爷。哎呀，宁都哥，你这次好像很快啊。你若是再主动些，本座还可以更快。去你的！哎，天色不早了，人应该也抓得差不多了吧？你不是说本座快吗？或许人还没抓完。你还说很光荣啊？是有点没面子。你知道就好了，快走啦！禀报督公，今夜一共抓获了东陵王手下80多人，加上死掉的，一共103个。这东陵王潜伏在京城的人可不少啊。不算多，不过你一晚上抓到这么多，东陵王知道，怕是要气得跳脚了。毕竟嘛，哪个势力的潜伏人员不是一个一个定进来的？小东西倒好，直接就找到了对方的老窝，连着下面10几个分部，一口气也全部都给拔了个干净。东陵王那老小子，要是知道他准备对萧兔实行毒计的人，还没开始就被抓了个干净，不跳脚才怪。人可能还有遗漏，等明日我再找找。宁错正要说话，就见暗卫忽然朝他看了一眼，手上点动了一串暗号。宁错只淡淡的扫了一眼，邪美妖孽的脸上没有半点波澜。而暗卫见主子也已看到，懂事的恭敬的退了下去。人也抓完了，咱们也回吧。明早我还要早起，继续抓坏蛋呢。眼瞅着柔美的月色下，两人快要走到街道尽头，一路蹦蹦跳跳的小兔忽然看见路边的几个行人，他收敛起了笑意，直接停下了脚步。萧兔的视线逐个的扫过这几个人，又抬头看向了周围的民宅、一旁的树木，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他的目光清冷而锐利，充满了让人心悸的穿透力。凡是被他视线扫过之人，全都神色一变，浑身紧绷，一眼就发现他们这次暗杀的所有人，这让他们怎么可能不紧张不安呢？誉王的人，你带他们埋伏在这里来杀宁错啊？一众的杀手全都无语，竟然都派人暗杀来了，看来我上次的忠告算是白说了。众人没人敢说话，更准确的来说，他们都有些被吓到了。人呐，今天你们是别想杀了，倒是可以回去帮我带句话，替我告诉誉王，我跟宁错的婚事是我亲口应允，我既决定要嫁，那此事就不会更改，我也不会让他更改。还有，回去直接告诉誉王，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警告。我既决定要嫁宁错，那他就该知道，此人就是我萧兔的男人。他下次若是还有胆子碰我的人，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众人互相看看，退意已经写在了脸上。多谢夫人救命之恩。哼，你少来说，是不是早知道他们来暗杀？不算早，也就刚刚。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本座若是说了，怎么能见到夫人如此威武霸气的一面？切，你少给我灌迷魂汤！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就是想让誉王看清楚我是如何护着你的。顺便要是能让我们两人彻底翻脸，你就更高兴了，是吧？怎么，本座刚才可是全程什么话都没说，一切都是看你这小东西看见危险就立刻保护起本座。本座也是刚知道你也爱惨了本座。你还能更无耻点吗？如果你需要，本座还能下流点。你承不承认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本来也不想再跟誉王府扯上关系了。你本来跟那个杂碎就没有丝毫关系。该走了，可我不想动哦。背背还是抱抱？老公真好。老公是何意？就是我男人的意思。此意不错，本座约你以后用本座是你男人自居。臭美啊！每次见洗澡要用这么大的池子，本姑娘就觉得甚是奢靡无度啊！这万恶的资本家啊！本座让你先泡，
7日甚是疲乏，我想好好的泡个澡，无事别靠近本姑娘。不是说很累吗？本座看你精力很旺盛。这都是表面，其实我现在特别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千万别打扰我。宁错却是邪笑着，直接摁住他扑了过来。夜色渐重，两人在水里好一番的玩闹，才懒洋洋地回到了大床上。萧兔盯着美丽的月亮看了好久。月亮好圆啊，我好想吃大饼。想吃就吃。我好想吃大饼。想吃就吃。都上床了，还是明天吃吧。馋成这样，还是吃了吧，不然本座会觉得好似整日饿着你似的。那好吧，我就随便尝尝。萧兔弯唇笑起，朝腋下一处挥手道：兄弟，帮个忙，帮我去厨房拿点饼，10个甜的，10个鲜香的。树上暗卫闻言愣了一下，确定的看了看对方叫的是自己，慌忙的从上面跳了下来，朝厨房而去。他隐藏的这么隐秘，你也能看见？是啊，只要在我目力所及之地，他藏在哪里我都能看见。如何个看法？不太好形容，就是我的眼睛中，我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你们这个人，而是你们头顶上一行字。字？对啊，包括但不限于名字、身份信息这些。所以这些人无论躲在哪里，字都会很清晰的出现在我眼睛里。竟然如此，人藏不住不说，那岂不是很多人只要被你看见，真实身份也藏不住？不止哦，不止哦。正好端着大饼的安卫走近，萧兔的视线下，他的信息瞬间一览无遗，姓名按36，身份东厂影卫，能力暗杀、追踪、易容等等。心理读取第1条，王妃她怎么看到我的？第2条，我这也算是都宫夫人面前露脸了。第3条，我不光拿了大饼，还拿了包子。看到什么了？我刚才想着信息太乱，想着简化一下就好了，结果真的成了。本来就是你的能力，你有空多研究研究，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处。萧兔点着头，然后美眸坏坏的一笑，瞬间将目光定在了宁错头上。姓名宁错，身份大昭王朝9000岁，东厂都宫司礼监假太监。萧兔看着假太监，忍不住一阵笑。能力杀人，乱码，精神全部都是问号。萧兔愣住了，能力杀人后面那一串乱码什么鬼？精神这一行给出了5个问号，几个意思？解读无能啊亲。萧兔记得上一次解读宁错，动诏术回馈的全是危险标志，如今2人关系这么密切，按理宁错对他来说倒是不危险了，可给出的信息回馈还是语焉不详。宁错对他来说倒是不危险了，可给出的信息回馈还是语焉不详。萧兔想着一顿，不，或许也不是语言不详，也可能是这家伙的精神状态本身就不正常。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我读不出你的信息。不着急，慢慢来。萧兔呜了一声，也不在意，拿起了一个大饼啃了起来。颜值下饭，香。徐明，你怎么样？王爷，暗杀失败了。说说今夜事情经过，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就回来你一个？王爷，其实今夜暗杀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今夜我带人出去寻找宁贼的下落，准备伺机出手杀了对方。开始过程一直非常顺利，几乎是属下出去不久，就有手下来报找到了人，属下立刻就召集众人，选了对方必经之路上埋伏。本来按照王爷您的指示，我是打算装着普通百姓近身刺杀，却没想到当时刚靠近对方10米外，就突然被王妃给发现了。你是说萧兔发现了你们？是，属下到现在都觉得难以置信，不明白王妃她是如何一眼就瞧破了我等的伪装，还发现了四周所有兄弟的隐藏之处。这个事情或许本王知道一些。王爷是说，你知道王妃为什么能……这个先不提，你说萧兔发现你们了，所以他提醒了宁错的人。王妃她并没提醒对方。当真？虽然王妃没有提醒宁贼，可是她却点出了属下身份，而且她还要属下给王爷你带句话。她说什么？她让属下替她警告你，说你要是再动她的男人，就对您不客气。她真这么说？
是，这是王妃亲口所言。他还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最后一次警告本王？难道他不知道本王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他吗？本王知道先前亏欠他良多，只想尽力去弥补，可他呢，却半点机会都不肯给本王，如今却还要为了一个奸佞贼子又跟本王作对。所以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又怎么会只剩你一个？王妃让我们离开之后，本来属下也以为计划失败，最起码咱们人还在。可是哪里想到，刚刚离开王妃没多久，属下们就遭到东厂之人的劫杀，兄弟们全都被杀了，只剩下属下一人。他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还活着，并不是他侥幸逃了出来，而是对方压根就没想杀了他，因为萧王妃那边说了需要他传话，不然他现在也跟兄弟们一样，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了。这就是宁错这个奸贼，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当着萧拓的面故作大方的放你们离开，转头就派人将你们斩草除根，表面上装的再好也掩盖不了其恶毒残忍的本性。萧拓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好东西，这就是个残忍狡诈冷血恶鬼。王爷，宁贼势力之大，想要杀他绝非易事，而萧屠此女态度坚决，他这次既警告王爷，就说明他已经跟王爷翻脸。属下觉得他警告本王不要动宁贼，本王就不会动那个奸贼了。本王会先杀掉宁错，让他后悔今日的决定。王爷不可再冲动啊！放心，本王现在很冷静。既然今夜暗杀不成，那就另想办法。本王自今日起不惜一切代价，定要那个奸贼不得好死。大家都起这么早的吗？太阳竟然都晒屁股了，那是该起来促进一下光合作用了。哎，宁错呢？宁都宫好像进宫了，那岂不是今天可以痛快的玩了？快快，趁那个臭坛子不在，帮我梳洗打扮，咱们赶紧出门。几天没出来，看得出大家都很想我啊。萧兔扫过众人头顶信息，大家状态都很好。我的事情，想必诸位这几天应该也都听说了吧？好，今日高兴，咱们不醉不归。主子，这里还有孩子，不如还是改日再喝。是哦，把这小家伙忘了。哎，这样，夏儿，你给小雨准备份奶，咱们喝酒，他喝奶。我都听姐姐的。菜过5味，酒过3巡，桌前正喝得高兴的几人，看着举着酒壶突然蹦到桌上的萧兔，面露问号。又要开始了。今天心情好，看小花你面色粉面桃花，春色盎然，最近是过得不错啊。大师说的不错，我跟他最近确实过得很好。看你眉眼就知道生活很幸福啊。不过我也不羡慕你，因为最近我过得那也不差。看得出来，督工大人对你很不错。我家那个是极品，亏得我下手够快。大师你是有先见之明的，我这叫慧眼如炬，你就应该向我学习。你看我跟宁错那个混蛋第一次见，我就直接把他上了。还是大师够厉害。所以说啊，男人你就不能对他太客气了。你看我们家那个现在多听我话，他晚上说7次，我就是不同意，每天就给5次，轻轻松松就打发掉了。徐承欢和众人无语，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更加的剧烈了。那个萧姑娘，宁都宫那人听说那个混蛋很坏是吧？外面那都是胡扯，我的男人最好了，有钱还有颜，最主要的是他长得那么好就算了，活儿也超好，一夜7次不在话下。你都不知道他好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本座来的正是时候，你说是不是，小东西？拜见宁都宫。您怎么来了？本座若是不来，你明日清醒之后，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怕是丢人丢的门都不想出了。啊，我才不会丢人，我脸皮厚着呢。哦，是吗？我这也就刚出来，你就又找过来了，真是一刻也离不开人家，你也太粘人了。阿错，你来的正好，刚才我正在跟他们夸你呢。本座都听见了，小兔子，你对本座如此满意，本座十分高兴。我也高兴，我还有很多话没夸完呢。那就回去一句一句全都夸给本座一个人听。那好吧。宁错直接将人抱起，从窗口飞身而出。
太阳温暖，春风宜人。小兔从被窝里出来，人还有些迷迷糊糊呢。早安，小苗。早安，小苗。哎呀，太阳都晒屁股了，是该起床进行一下光合作用了。这话怎么总感觉我好像说过似的？哎，小苗，宁错呢？是不是人不在进宫去了？是，我就说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原来是跟我昨天做的梦一样。小明，你说巧不巧？我昨晚做了个梦，就是梦见先被你叫起床，再看外面太阳好大，然后宁错不在，我立刻带你跑去天香楼跟大家小聚，咱们玩的可高兴了。就是结局不太好，我在梦里喝醉之后说了好多宁错的羞羞话，还刚好被赶来的那个混蛋给听了个正着，然后就被那个色魔哄到了床上，之后非让我将夸他的那些话通通试验了一遍。梦里我可是被翻来覆去了36世，羞耻死人了。哼，还好是做梦。李明善无语。哎呀，怎么感觉筋骨这么软，弄得好像真做了36。李明善日常无语中。哎，小明，你今天比以往看着更沉默啊。属下觉得沉默是金。你这就是太闷了，刚好宁错那个醋坛子今天不在，咱们赶紧出去好好玩他一天。萧兔正兴味地开着自己新升级的洞照术，观察着人生百态。谢玉龙跟李明善走在他身后，正在打着眉眼官司。昨日的事情你一会儿别提。怎么了？主子喝断片了。断了多少？昨天一天都直接断没了。大师就是大师啊，果然非同凡响。你少拍马屁。我问你，我昨天不是让你给主子酒里兑的是水吗？是兑的水啊，我还是按55兑的，没想到大师这都能喝醉。所以其实是因为喝了假酒。喝了假酒的萧兔此刻还一无所觉，一群人忽然将他们给围住。你们3个站起来，你就是那个灵庙大师吧？哎，不是。什么不是啊？我早就找了你算过命的人，让人画了你的画像，你怎么可能不是？知道你还问？你可知道我是谁？你可知道我是谁？我不想知道。胖男人的脸由黑转青，气得小眼直瞪着女人。老爷，我不跟你个乡野之人一般计较。听外面人传说你算命只收几个铜板，当真是寒碜。看你这么穷，老爷我今日给你10倍，你给老爷我好好算上一卦。给钱吧。拿去，赶紧的。你应该是想求财。你还真有些本事，不错，你快说说我的财运在何处？刚好你今日命里要遇一贵人。说着，他目光看向了周遭，然后停在路边的一间酒楼上的一处。就是那处。就是那里？真的假的？我的本事你应该是听过的，信不信就由你了。我就这么直接进去，真的能碰见让我发财的贵人？自然不是，你还要念一句诗，这诗是对方的挚爱，你若念出来，必定会打动对方，见你一面。真的？那你快说。听好了，诗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我熟。下一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错，是借问美女何处有，牧童遥指3里屯儿。啊什么？还不赶紧去？好，那你在此处等我，若事儿成，我再给你10两；若是事儿不成，老爷我要你好看。大师，楼上不会真有此人的贵人吧？自然没有。我就知道是这样，此人当真是有眼无珠，根本就不知道大师您的本事，竟然敢在这里嚣张放肆。哎，大师，刚才您不让我跟明善姑娘教训她，却是给对方一首诗，还让对方上了那2楼，不知是何意？教训他干嘛？人家可是给钱了。再说打人还手疼呢。我这个人啊，最好说话了。他既然破坏了我听八卦，那就让他自己赔一个给我就是了。那好戏开始了。话一落下，只见刚上去的那个嚣张的胖男人竟被人给一脚踹了出来。那好戏开始了。屋子里跟着又走出了2个高大的男子，摁着胖男人就狂揍起来。刚还张狂无比的胖子瞬间被打得鬼哭狼嚎。这群人真是碰上硬茬子了。屋里谁啊？一位知乎者也的老学究，正在里面品诗饮茶呢。
哦，所以大师才让那胖子带着那样一首诗过去念，对方听他这么侮辱圣贤，可不是要揍他了。这家伙一身肥肉，打起来都带反弹的，也不知吃了多少好东西。坑蒙拐骗，为富不仁，满脸晦气，吃多少最后也会原封不动吐出来。就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别在这里义愤填膺了，咱们可该撤了，一会儿那打人的老学究该来了。跟着突然扭头就跑了。是哪个混账改的诗？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时他身后缓步地走来一人，若是萧兔此刻转头，定会发现此人的样貌是他非常熟悉之人。其实不过是几个孩子的玩笑话，你就别跟他们一般计较了。哼，就是孩子才应该好好教育才是。比起教育，我倒是挺好奇，利用咱们教训这群人的这个有趣的女子到底是何人啊？你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道儿，咱们这次来京可是有正事儿的。虚实默契，刘英明白。现在你准备怎么做？是直让咱们的人？不必那么麻烦，咱们直接进宫。直接进宫？不先跟督主打声招呼吗？哎呀，不必打什么招呼了，他突然要成婚，不是跟咱们也没打招呼了吗？不可无礼。我是真的好奇极了，到底是何等女子，竟然能让咱们宁大都公起了成婚的念头？想想都叫人难以置信呐。徐氏，你信吗？老夫信不信不重要，等到面见督主，一切都自会知晓。徐氏，你这不是很明显吗？不信就是不信，这有什么呢？我也不相信啊！哎，你想想，要成婚的是谁啊？是宁错。哎，那是宁错。哎，那个变态他会成婚？刘云。哎呦，抱歉，口误啊，我一定注意。哼，不用那么多废话，直接进宫吧。同意进宫了，我还以为你不同意。看来徐氏心中其实也很着急的嘛。大昭皇宫，诸位，今日还有何要事，一并奏来吧。一众官员闻言，额头直冒汗，有要事的可都被你一连拖下去2个了，谁还敢上奏啊？怎么无人说话？是本座方才吓到诸位了。微臣不敢。诸位不必惶恐，你们只需明白，本座用你们是来解决麻烦，而不是制造麻烦，自可安枕无忧。微臣谨记。如此以后拖沓政务，妨碍国事，虚耗薪俸，也不必送到本座面前，抓住一个杀一个。行了，都退下。看着一群腿打哆嗦离开的官员，尊贵无比的高位上有一声轻嗤：一群废物。都公爷何必跟这群蠢物生气？本座倒是想不生气，可满朝大小事务何其多，屁大点事儿都要本座处理，本座何时有个休息的时候陪夫人啊？小乐子一噎，忍住，我忍，下机再图。您这不是刚休息完吗？可是陪着夫人玩好几日了，您自己忘记了？小乐子心中这么想，脸上却是陪着笑道：都公爷您身居高位，代天牧民，天下大大小小的事儿您不发话，下面谁敢动啊？言之有理，所以本座为何要代天牧民？小乐子竟是不知怎么接话了，宁侧妖孽的脸上有些不爽，特别是看着桌子上堆积成山的奏折，更是懒得多看一眼。皇上呢？皇上还在同道长一同参悟欢喜大道呢。他倒是会玩，本座也想欢喜。要不叫夫人晚上也准备准备？胆子越发肥了，竟敢打趣本座了。哎呦，奴才不敢，就是逗个趣儿，只求洪主子爷高兴。说起那小东西，可是又跑出去玩了。夫人自然是闲不住的性子，一起床就走了。听下面人说，今日在大街上，夫人行侠仗义。这个小没良心的，自己玩的倒是开心，半点想不起本座了。这个小没良心的，自己玩的倒是开心，半点想不起本座了。属下觉得是，夫人定是觉得主子爷您在忙，这才不想过来给您添麻烦的。你不用捡好听话说，本座还不知道那小东西。你信不信，本座若是今日忙不完，晚上赶不回去，他怕是能将本座抛到九霄云外去。小乐子想笑，却是不敢真笑出来。见男人开始忙，妥帖的将茶盏递上，然后弯腰后退2步，轻声的退出了大殿。哟，乐公公，好久不见呢，忙着呢。哎呦，宁公子，您怎么来了？哎，还有徐师也来了。二位当真是好久不见了。公子可好？您看您这还是一如既往的姿容绝世，风流无双啊。
还有徐师，多年不见，您老的身体可是清健如初啊。乐公公多年不见，还是这么的能言善道，当真是叫人怀念呢。老夫安好，公公可好啊？好，我一切安好，就是久不见老友，甚是想念呀。两位今日到来，实在是叫我欣喜。晚些时候，咱们好好聚上一聚。两位来的突然，也没事先递个消息过来，可是那边出了什么大事儿？公公不必多想，那边无事。我俩这次前来呢，主要是突然听闻督主大婚，喜不自胜，前来恭贺而已。哦，二位是想亲自确认消息真假？哎呀，公公还是惯来心思敏锐啊！我俩前来正是此意。哎，你现在赶紧同我们说说，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督主真的要成婚了？他精神近来如何？大夫怎么说？他……哎呦！话没说完，一旁的徐师就掏出了一个戒尺，直接给了他一下。别打！整日里胡说八道，编排主子，可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再敢造次乱言，小心我手中的尺子！我们确实是因为督主大婚而来，乐公公见谅。主要是那边得到消息后，大家都很意外，所以特意让我二人过来看看。主子爷大婚是真，不管如此，督公他这次在门外嘀嘀咕咕做什么？滚进来说！在门外嘀嘀咕咕做什么？滚进来说！这是听见了，咱们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没听见督主的话呀，赶紧进去。好嘞。属下徐庶，属下刘云，参见督主。起来吧，徐氏一路辛苦，可用过午饭了。谢督主厚爱，老夫已经吃过了。属下无遵命令，私自上京，还请主子责罚。本座知你此番前来用意，这次本座的婚事突兀，你们心存疑虑也属正常，恕你等无罪。多谢督主。赐座。谢督主。徐庶满怀感动地坐下，宁流云呢，瞪着个眼睛盯着宁错，不停地暗示还有自己呢。可惜高位上的男人就好似没有看见他一般。这心比针尖小的男人定是故意的。属下多嘴，督主您这次大婚消息传来急促，主子您事先也没通知我等，可是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徐师多虑了，并无什么意外状况。婚事是本座定下，婚礼其实早已筹备，不过是婚期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才没有去消息给你。徐师多虑了，并无什么意外状况。婚事是本座定下，婚礼其实早已筹备，不过是婚期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才没有去消息给你。所以督主您是真的要成婚了？怎么，本座不能成婚啊？不，属下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太吃惊了而已。徐师不必紧张，本座知你们所想，觉得本座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结婚成家？属下只是担心本座都明白。不过你现在也看见了，本座现在很正常，没有病，没发疯，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是，属下明白了。是个啥呀？他成婚本身就最不正常，还叫人放心，这可怎么个放心呢？宁流云声音虽小，可屋内谁听不见？就连徐庶这老头都听得一清二楚。还不闭嘴！督主，这位未来夫人是哪家闺秀啊？不知属下有没有荣幸先提前知道下这位未来女主子？你倒是积极，没注意到赐婚懿旨吗？哎呀，竟还发了懿旨！我们今日到京，直接就进宫了，根本没注意沿途消息。哎呀，这可真是失策了。不过主子你在这里，就直接告诉我们好了。你既不知，那本座就算说了，你也不会认识。那可不一定哦。你们的女主子，本座的妻子是京城萧氏嫡女萧兔。萧氏嫡女。我想想啊，京城中但凡有名有姓的闺秀们，我都仔细研究过一遍的。萧氏、萧兔，这名字这么好玩，我看过定会记得。等一下，萧兔这位好像是成过婚的姑娘。哎，是了，我想起来，萧兔是裕王府的王妃。操！所以你娶的是有夫之妇。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太惊讶了而已。不知属下今日可有幸见一见夫人？你这么急着想见她？我想啊，我能不想吗？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竟然有这样的本事，竟是二嫁给宁错，这可是宁错啊，变态呀！宁流云心中叫成了土拨鼠，可是脸上却是笑眯眯的。
自然，有幸拜见督主夫人，那是属下的荣幸。如此，那就今晚吧。夜间他就回府了。如此，那就今晚吧。夜间他就回府了。听督主的意思，你不准备叫他来，而是咱们一起等他回。自然。我的意思是，你也要一起等。不然呢？我去，宁错，你来真的呀？本座自然来真的，不然如何会成婚？哎，徐师，你听见了吗？这妖孽说他是来真的呀！两位老友，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今后啊，有的是你们大开眼界的时候。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能将你迷昏了头。昏了头？差不多吧。本座不是说等到了晚上就能见到？这种事我怎么能等？这可是你这个可是未来的督主夫人。为表达我的敬意，我现在就要马不停蹄的去拜见她。宁错懒得理他。徐师长途跋涉，若是无事，就先下去休息吧。属下遵命。还不走？一会儿惹烦了主子，看谁救你。宁流云不甘心的走了，不过路过小乐子时，眼睛使劲的给他打眼色。小乐子往高位上看了一眼，见宁错拿起了折子，他也悄悄的退了下去。哎呀，乐公公，咱俩可是老交情了，不知道我吗？我这真的是太急了。你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你成婚。哎呀，我成婚我至于能急成这样？现在是咱们主子他要结婚啊，你想想都不觉得恐怖吗？哎呀，说的是啊，主子这次说要成婚，我竟然没感觉有啥不对。可能最近这些日子刺激有些多，我竟都这么淡定了。不是，乐公公，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都经历了什么呀？唉，往事不堪回首，我不想回忆。唉，我就知道是这样。哎，那位萧夫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萧夫人呐，是个很特别的女子，你千万不可用平常眼光去看待她。小看我了不是？能把里面那位迷成这样，我会不知道她特别？我要问的是，她到底如何个特别法？哎呦，这个恐怕没人比我更清楚了。我可是眼睁睁看着萧夫人跟都公爷这俩人勾搭呢，相约在一起的。夫人的手段，我最清楚不过的。夫人的手段，我最清楚不过的。哎，那你快跟我说说，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萧夫人呐，她是一个正竖起耳朵的宁流云无语。不是，你什么情况？我突然发现我形容不出夫人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宁流云无语，一脸你拿我开涮的表情。不是，我是认真的。那怎么可能还有形容不出的人啊？连现在大殿里坐着的咱们那位喜怒无常的主子都能有词形容，这位萧夫人她是多善变复杂呀，竟然还形容不出来。哎，对，善变这个词儿或许跟夫人最贴切。善变有多善变？一会儿一个脸？不是一会儿一个人。哎呀，算了，我也不问你了，我还是自己亲自来吧。你要去找夫人？不然呢？他人在哪里你知道的吧？我现在就去会会他。那好吧。好什么好？徐师，你怎么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只是你们二人聊得太投入了，没看见老夫而已。所以你都听见了？自然是一清二楚。这样吗？徐师，你不会跟督主告状的吧？看情况吧。徐师啊，什么啊？老夫一会儿不注意，你就拉着乐公公开始八卦主上了。以前你们俩就是整日里只要凑到一起，嘴巴就没闲着过，说别人也就罢了，现在连主子爷的事儿也敢私下里议论，督主他何等威严呐！整日被你们偷偷摸摸的吐槽，主子他有那么多八卦给你聊吗？你们如此看着老夫做什么？徐师难道就不好奇未来的都公夫人是何许人也？是呀，徐师，我们议论都公爷其实就是因为担心，你都不知道都公爷跟夫人情事有多曲折离奇。夫人她大婚之日就将都公爷错认成了夫君，你知道都公爷当时是怎么做的吗？怎么做的？小乐子露出了笑意，为了将某人拉下坑，立刻叭叭叭地讲述起来。徐庶好几次都想义正言辞地打断，可奈何督主的事情太过惊心动魄了，他一不小心就听入迷了。督主一直枯坐也无趣味，不如咱们聊聊。聊什么？属下们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督主您要迎娶进门的这位萧夫人了。她可是我等未来的主母，是都公夫人，千岁王妃。督主不如同属下聊聊这位夫人啊。你想聊那小东西？
正是，属下想着呀，督主您的眼光奇高，您的意中人定然也不会同别的闺阁女子一般。就比如此刻，眼瞅着天黑夜冷，更深露重，夫君正在家中久等，夫人却在外面疯玩。督主大人，您现在就没什么想说的吗？本座应该有什么想说？就比如说被媳妇抛弃，独自在家，督公爷，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呀？这家伙明显看好戏，看到自家主子头上了，还敢出言调侃，这是太久没见督主，忘了以前那些教训了吧？本座的心情现在很不爽。我就知道你不爽，一晚上了不说话，就知道喝闷酒。你可是这当今的千岁呀，娶个媳妇儿却明显不拿你当回事儿。督公爷您一世的豪横，没想到竟会落到如此地步。你知道本座不爽的时候，看见开心的人会怎么样吗？属下不想知道。可宁错却已然抬手，徐氏叫我啊！徐庶不想搭理他，这嘴欠的家伙，纯属于自己找揍。小明啊，你这个家伙怎么不提醒我时间呢？出来本就已经很晚了，出来后我又看你笑得那么开心，就没有打扰你。所以你是看我笑得太开心，就想让我试试什么叫乐极生悲？属下哪里敢啊！这下可惨了，这么晚回来，家里那个醋盒不知道决定没？夫人您可回来了，督公爷等你回来用饭，都等到现在了。那个小心眼的家伙肯定是生气了，不行，要想个法子。这样，小明，你帮我去厨房找2颗葱来。找葱干什么？嘿嘿，还能干嘛？哄男人呗。用大葱哄男人，还是宁督公？嘿，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杀人我自有妙计。华美的大殿里，宁流云鼻青脸肿的坐着。都说打人不打脸，你怎么专门往脸上揍啊？因为本座不爽。你媳妇惹你不爽，你打我干什么？夫君，我回来了。宁流云瞪大眼睛看着门外，然后就看见门口露出了一根葱。宁流云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揉了揉眼睛，再次探头看过去，门外大葱却从1根陡然变成了2根，而且万分荡漾的在门外扭动了起来。突然一声嘹亮的唢呐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正瞪着眼看着2个扭动大葱的宁流云，差点被这陡然一声吓出个好歹来。双手拿着2颗大葱的女人踩着动感的音乐从门外蹦了进来，一边甩动着身体，还一边热情至极的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爱如火会温暖我心窝，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高位上最是处变不惊的宁错一口酒咽到了气管里，哎呀妈呀，人被呛得咳了起来。小土正来劲儿呢，陡然发现殿内还有其他人。我去！大葱从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随即落在了宁流云的头上。那什么，松月停下吧。小土秉承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追不上我的原则。现在是什么情况？本座也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怪不得你以前什么女人都入不了你的眼，原来你喜欢的是这款。虽说从小到大呢，我就知道督主您心思莫测，喜好不定，却如何没想到主子您这口味竟然这么超凡脱俗，发人深省。请允许属下说一句心里话，督主，我流云这辈子就佩服过您一个人，时至现在这一刻，我更是对您佩服到五体投地。我只能说，您不愧是我流云的主子，您口味简直就是所有男人中的楷模。您是英雄，您是创新者，您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怎么觉得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啊？他是在夸你吗？宁错捏了一下眉心，狭长的眸子扫了宁流云一眼。你可以闭嘴了。可属下还有很多敬仰的话想跟督主说。你确定？这人是谁啊？无关紧要的人，不必理会他。你今日同我说话，竟然都没对我邪魅一笑，果然是嫌我回来晚，生气了。要不我再给你跳一个？大可不必。是不是被我热情的表白给整害羞了？哎呀，放心，现在这里有人，等我回去啊，独自跳给你看。如此无趣，应当珍藏。不要这种的，我会跳的多了，用不着藏着。难道你不喜欢？本座甚喜。
我就知道你喜欢，这身可是特意为你定做的，本来想以后给你看的，但是今日我晚回就提前用上了，怎么样，惊不惊喜啊？本座惊喜。徐氏，你可听见了吗？督主他说他喜欢。徐氏，你可听见了吗？督主他说他喜欢。是我太小看督主了，以前只以为咱们主子心理不正常，却没想到他的口味也这么不正常。你就闭嘴吧。哎呀，真是造孽！早知道我就应该留在督主身边，如果我时时劝慰着他，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都叫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能不说啊？徐氏你也看见了，督主他竟然喜欢这款的女子，他还深深的迷恋着人家。你抬头看看他看着那女人的眼神多么温柔动容啊！徐庶，他不想说话，他也不想看。我是真没想到，也就几年没见到而已，宁错他就直接这么变态了。变态？谁变态了？萧兔戳了戳宁错。你这手下人没事吧？别理他，他有病。咱俩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有病。萧兔还是第一次见宁错手底下还有这么一款的。看你特意摆宴在这里等我，应该是想让我认识下这二位，不介绍一下吗？看你特意摆宴在这里等我，应该是想让我认识下这二位，不介绍一下吗？属下徐庶，属下宁流云，参见督主夫人。二位客气，夫君既然特意将你们介绍于我，想来两位也不是一般人，不如将身份都一同与我说说。虽然吧还不了解此女到底有何不凡，可是却不敢再如方才那般轻慢。属下徐庶是天德书院的院长。属下宁流云是镇南王世子。一个天下第一书院的院长，一个是镇南王世子，你手下倒是个个身份不俗。现在也是你的手下。切，我才不需要。小东西，你可是马上就要嫁给本座了，咱们夫妻一体，本座的自然也是你的。我就想每天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对你那些野心跟欲望可没兴趣。你看出来了？我什么也没看出来，而且也并不想知道。咱们先说好啊，不管你暗地里想干什么坏事，不准你骚扰到我，不准你嫌弃本座。我哪里有？你可别忘了，我刚才可是对你才热情告白来着。二位多礼，快坐吧。多谢夫人。你姓宁，莫非跟我家夫君是亲戚？不敢，一切都是巧合罢了。长得跟宁错起码有5分像，竟然还睁着眼睛说是巧合，骗傻子的吧？这家伙不老实啊！萧兔正想着要不要读一读此人的心，那边宁流云就弯着唇笑眯眯的道：属下初见夫人就觉得甚是有缘，不知流经的这几日能不能有荣幸陪同夫人一起吃喝玩乐呀？你想去我自然不会拦着，反正我近日也很闲，就陪你好好玩玩吧。宁流云眸光闪动，这话说的倒是有些一语双关了，莫非是看出了自己的目的了？不知道为什么被对方这么笑着答应，他总是有种自己才是被算计的那一个。想什么坏主意呢？谁想坏主意了？我可是人称心善慈悲的小仙子，你可不要随便污蔑我。那本座心善慈悲的小仙子，明日别把人给我玩坏了，本座还有事让他做。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吧。不过关键是他不给我捣乱哦。这个简单，你现在是他们的女主人，刚好趁机会好好管教管教他不就行了？你说厉威是吧？这个我熟。那就去做吧。那我可就对你的人不客气了。随意。此刻宁流云万分确定以及肯定，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般配的夫妻了。萧兔发现宁流云的态度变了，头上竟然飘着无数觉得他和宁错绝配的词汇，诧异地对宁错道：不过我小试牛刀，效果竟然就这么好啊！饿不饿？确实饿了，跑了一天，我想吃好吃的了。接下来萧兔就顾不上别人了，看着全是自己喜欢的菜色，胃口大开，埋头开吃。徐庶一直默默观察，见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才道：督主，属下有事要禀。督主，属下有事要禀。宁流云闻言神色也正经起来，本来两人进京就不全是为了看看未来督公夫人，那边一大摊子的事儿，现在督公又要成婚，很多事情怕是要重新计划了。说吧。于是三人就开始说起了公务。萧兔一口气扫光了满桌子的菜，才舒服地停下了筷子。可吃饱了？
我吃饱了。可还想喝点什么吗？哎呀，不用了，我先回去了。去吧，本座很快就回。哎，不着急，我先回去洗个澡，你可以慢慢聊。要不本座同……不要，我要自己一个人洗。看不出来，我们的督主大人竟还是如此缠绵温柔之人啊！如何？你嫉妒啊？我嫉妒你？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流云公子的大名？我红颜知己遍布天下，多少女子败在我的风流之下，我会嫉妒你？那又如何？女子再多，又岂能跟夫人相比？本座现如今已是有妻室之人，自然跟你这等孤家寡人不同。不如你过来亲自摸上一摸。好啊好啊，过来一起洗。来了来了。你的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过来，小东西。你可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阿策，你喜不喜欢啊？很好看，你过来。夜色正浓，裕王府的大堂，方夫人跟丈夫正跪在地上，神色不安地看着上手之人。你们说自己是东陵王的人？正是。既然是东陵王之人，来找本王做什么？裕王同王爷也算是旧相识了，荣昌郡主甚至差一点就能……别在本王面前提及此人，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本王没那个耐性听你讲这些废话。裕王爷的王妃被宁贼所夺，我们主子深知王爷心中的恨意，所以想跟王爷合作。跟本王合作？他当本王不知，他的目的就是要杀本王的王妃。我们主子自知裕王知道此事，不过不管是您要重新追回王妃，或者是王爷想要杀掉王妃，这前提都绕不开一个人。裕王爷这么多年，想必深知那位宁都公的手段，你现在想从他手里抢人，这无疑是异想天开。裕王的脸色骤然阴冷，眼中掠过杀意的射向了方夫人。王爷息怒，小夫人虽然说话直白，可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小夫人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即便如此，可这话也不是能从你一个市井妇人口中说出的。哎呀，是小夫人出言不逊，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恕罪。继续说。我们家主子说了，单凭裕王或者是单凭我们家主子自己，怕都不是宁贼的对手，所以两位如不联手，所谋必将落空。我们家王爷的意思是，只先联手除掉宁贼，他与王爷之后，那就各凭本事了。此事本王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娘子，你怎么就走了呀？那裕王他可是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啊？你敢去问他答不答应吗？这裕王也太不好说话了，你不过是实话实说。刚才我是故意激怒对方的。啊？你故意的？不然呢？如果刚才不说到对方的痛处，怎么能让此人赶快做下决定？你可别忘了，这次咱们俩的小命可都在此人身上记着。若是对方答应，咱们针对萧兔的计划就能继续实行；若是对方不答应，那咱俩这步棋就算是废了。对于没用的人，你觉得东陵王还能留咱们吗？竟然是这样，还是娘子你足智多谋啊！什么足智多谋啊！现在小命都快没了，再不赶紧想想办法，咱们两个谁也活不成。那东陵王那里……东陵王这次折了这么多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跟咱们联系的人，虽然莫名其妙就被发现了，不过东陵王势大，肯定不会就咱们这一拨人。至于裕王这边，恐怕也要不了几日。毕竟那萧氏再过几天就要嫁给宁都公了，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忍得住。王爷，刚才那对夫妻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毕竟宁贼势大，王爷不妨考虑考虑。此法虽好，可东陵王要杀萧兔，本王与他合作，恐怕会给他带去危险。可王爷，再过几日就是宁贼与王妃大婚的日子了，您再想出手，可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本王自然知道，此事暂且不提，明日进宫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王爷放心，花了重金打通的关系都已经办好了。如此就好。夫人她做了个跑得很快的小玩意儿，正在外面玩着呢。至于流云公子，他也想玩，不过夫人没让。哦，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小东西这般开心？本座……说着，视线扫到自己满桌子的奏折，口中的话顿时一停。为何本座看这折子越批好似越多了？主子爷，您这2日批的是前些日的，这几日的正在逐个往这边搬呢，所以……照你的意思是，
本座这折子以后是批不完了吗？这每日有每日的份儿，所以也罢，让他玩吧。爷，下面有一事禀报。说，刚才下面来报说誉王那边准备今日进宫。哦，入宫准备做什么？说是要面圣。面圣？要不派人拦着？拦着他做什么？他既然要面圣，让他见就是了。小乐子闻言顿了一下，有些不解其意。他正想着呢，门外传来了笑声。不一会儿，一个踩着个小木板，笑得美艳又张扬的女子，风风火火的就冲了进来。你这也跑得太快了，怎么也不等等我呀？我又没让你追。夫人做出这般有趣的东西，可不能一个人独享哦。拿去玩吧，不过先说好，一会儿就要还给我。没问题。搓着手提起滑板就跑了。哎，你的这位属下倒是有意思，昨日还想着试探我一二，看我如何配得上你，今日就为一个小玩意儿殷勤的到处追着我。他本来就没脸没皮，不用搭理他。眼看着都50了，你忙了吗？可是饿了。刚才跑了一圈，确实有些饿了，陪我用饭吧。好，想吃什么？吃火锅吧，倒是很久没吃了。宁错挑了下眸，朝小乐子看过去。夫人，这火锅是何物呀？恕奴才孤陋寡闻了。啊，你们这里不会还没有这东西吧？去做就是了。辣椒就是番椒、海椒，这些你可知道？哎呦，夫人恕罪，这些属下都没听过，不如奴才去膳房问问。你派人去多宝斋找我手下一个叫姬富贵的，他先前是个海商，那里应该有。之后又将火锅怎么做交代了一遍。请督公和夫人稍等，奴才去就来。你说的这个火锅这么美味，让你这么惦记着。这家伙不知道这东西，肯定也不知道辣椒的厉害。是啊，一会儿做出来，保管让你惊艳。哦，那本座可要尝尝。好，那你可要多吃点儿。宁侧低头亲了亲抱在怀里的人，抬手又认命的拿起了折子。萧兔靠在男人胸口，随意的看了几眼。除了这份折子，还有一些叙述各地水患、干旱，甚至流民暴乱的。这些他倒是觉得还有些意思，随口也能够说上两句。宁错听他随意几句就直指要害，妖美的眼睛有异彩。本座觉得你说的不错，不如写下来，救更多的人。萧兔也没多想，反正他闲着没事儿，接过折子提点了几句，然后他就这么一个接着一个接过男人递来的折子，如此提点了一份又一份，速度极快的扫空着满桌子的堆积。而紫金御案前忙了好一阵的萧兔似乎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看着手里的笔，再看看被满桌子批好的奏折，哼，你是故意的吧？哼，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会？本座是真心觉得你的提议很好，能救更多的人。你少来，你就是自己忙不过来，才来哄我帮你批折子。怎么会？夫人误会我了。小乐子终于回来了，听他说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摆在花园风景最好的凉亭中。萧兔直接拉着宁侧就朝外面跑去。来吧，快来尝尝。宁侧低头看着碗中特意被放了加倍红彤彤的东西，忽然有些不太想尝尝了。可萧兔此刻就站在他的身边，亲自为他涮了一片肉，蘸了调料放在了他的嘴边。夫姐，张嘴哦！男人嘴巴只蠕动了一下，整个人就顿在那里了。哼，小样，还敢忽悠我，吃不了你呢！怎么样啊，夫姐，好不好吃啊？好吃。说完，宁错猛地转头，媚眸锐利地看向小乐子。水。主子爷说什么？蠢货，水。宁错一把抢过，一口气喝了个干净。萧兔在一旁一边笑看着男人的样子，一边悠哉悠哉的也涮了羊肉放进嘴里。好了，辣椒放太多了不过好在我可以承受。想着又涮了一块吃下，又是一阵抽泣的嘶哈声。且他不光自己吃，还不忘热情地往身边男人口中送。宁错看着送到嘴边的东西，硬是再次张开嘴吃了下去。随着萧兔一口口的投喂，男人嘴唇不光是红，竟然还肿了一圈。萧兔一个没忍住，喷笑出声。我不笑你，你吃。等他彻底心满意足地吃完这顿饭，对面的男人已经嘴唇红肿，满头大汗，嚯人的脸都愣是被辣成了红色。宁错骤然抬手将人拉进怀里，捏住他的下巴，狠狠地吻住他同样娇艳欲滴的小嘴儿。你这嘴巴里面怎么那么辣？整顿火锅加起来都没你嘴巴辣
什么本座不觉得？你嘴巴都辣肿了还嘴硬，信不信下次让你吃变态辣？信不信下次让你吃变态辣？变态辣，这名字取得不错，是适合变态吃的吗？是啊，刚好适合你这种整日不干好事的坏蛋。多辣本座都可以吃，只要夫人觉得解气就行。算你识时务，这次啊就饶过你了。多谢夫人手下留情。吃完热辣的东西，一会儿叫人煮点下火茶，你记得要喝点。夫人竟然这么爱护本座，你少肉麻了。唉，我想睡一会儿。睡吧，本座陪你一起。午后，大昭皇宫，誉王已经在大殿外站了很久了。誉王爷，皇上他此刻正忙，真的没空见您。您看外面太阳这么大，不然你改日再来吧。高公公，本王今日入宫面圣，本来就是安排好的。你实话告诉本王，是不是宁都公从中作梗？奴才只是个传信儿的，对此事什么也不知道啊。誉王见他说个话都这么小心翼翼，心中就更加确定是宁错那贼子在阻他。王爷，你听奴才好言相劝，今日还是快些回去吧，皇上那里是真的没空见您。本王不走，你去帮我回禀皇上，就说本王今日若是见不到他，就绝不出宫。这怎么成啊？王爷您身份金贵，又早就进宫，等到现在，可是滴水未进，这身子怎么受得了啊？不必管本王，就这么跟皇上说。可皇上的性子您是知道的，您这又是何苦呢？今日见不着，明日来就是啊。公公不必多言，你就说本王有10万火急之事要禀报，看在本王父王的面子上，请皇上务必见本王一面。那好吧，我将王爷的话原样转述，至于皇上见不见您，那就不是奴才能保证的了。宁错，你个奸臣贼子，本王早晚必除之。片刻后，高公公就手脚匆匆地赶了回来。王爷，奴才已将您的话禀报过了，皇上那边说了还是不见，让你改日再来。你当真将本王的话亲口转述给了皇上？这是自然。你说谎，此处离皇上寝殿之远，你一来一回怎么可能这么快？这奴才还请公公实言相告。其实奴才并没见到皇上，宫中的一切早就被宁都公把持，下面谁想见皇上都需要都公爷首肯才行，所以放肆！宁错这是要造反不成？告诉本王他人在何处？应当是在太极殿的，不过王爷您……太极殿，威严奢华的大殿，坐落在皇宫最显眼之处。可这座堂皇奢侈的殿宇之内，此刻却是传来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你这祸乱朝纲、暴虐无道的奸宦，想让我背叛王爷，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今日就算是死，也不会说出半点关于东陵之事。本座很欣赏你此刻的忠诚，不过这种话本座也听得太多，听得耳朵都要腻了。话音落下，2把尖刀同时刺穿男人的膝盖。现在你可以重新回答本座的问题了。奸贼，不用白费心机，有什么手段尽管来就是。既然身份暴露，老子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不过我一个小小内侍，竟能让当朝都公亲自来审，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呢。定是与那位未来的都公夫人有关吧？你这没有人性的奸贼，竟为一个不贞不洁的2嫁贱妇这般紧张。你猜对了，这么轻易就看出本座的意图，你的眼光确实不错。然后男子就发出了非人般的惨叫声。那人走上前，将2个血淋淋的眼珠子递到了男人面前。这哪里够啊，这哪里够啊！我们的这位常内侍不光眼光独到，而且还很是能说会道，是个人才。你们这群奴才可不要瞧不起人了。我若没了舌头，你还想要什么考功？你还想……最后的话被强行掰开嘴巴的动作打断，这次连惨叫都没了。常内侍说的也对，没了舌头他如何招供？
所以你对本座已经无用了。本座倒是已经很久不制人皮灯笼了。虽说男子的皮肤不如女子细腻，不过本座手底下的人守一会儿也还过得去，就赏场内事吧。王爷止步，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本王就是来找宁督公的。属下说了，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本王在此，你速速进去回禀，告诉宁错，本王要见他。属下说了，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少给本王废话！你既不去禀报，本王亲自进去见他就是；你既不去禀报，本王亲自进去见他就是。侍卫脸色一寒，正要说话，却是接到了一旁人的暗示，便不再动作，任由誉王硬闯了进去。宁错，你竟然因着他帮本王觐见皇上，就施以如此重刑，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宁错！侄儿不必三番两次如此热情地呼唤本督公名字，本督公听得到。宁督公，不知此人身犯何罪，竟让督公爷处以重刑？侄儿这是在质问本座。本王不敢，只是不敢就闭上嘴。本座做事不需向任何人交代。就算宁督公身居高位，可是长内侍毕竟是皇上身边的人，你若是无凭无据就将人抓来酷刑以待，就不怕皇上知道了向你问责吗？那就是本座的事了，不劳烦侄儿你费心。我看是宁督公说不出罪证吧。今日既然让本王凑巧看见，宁督公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那现在就有请督公跟本王一同去皇上面前对质。你倒是句句不离皇上，看来今日进宫，侄儿是无论如何也要见上皇上一面了。本王身为大昭的王爷，皇上的子侄，自然心系圣上。所谓识君之路，为君分忧，更何况这天下本就是我御家的。我见皇上乃是天经地义，有些人用尽卑鄙手段阻拦，那也不过是一时之为。等到圣上知晓此事，定不会饶了那些从中作梗的奸佞小人。奸佞小人？这个奸佞小人，侄儿是在说本座吗？誉王侄儿，本座在问你话呢。但凡此刻他说出一句错话，那等着他的就是无边的恐怖。自然不是。原来不是呀，本座还以为侄儿长大了，这胆子也大了。如今看来，当真还是让本座大失所望。宁督公，方才本王说惩治长内侍的证据，不知督公能否让本王一观？证据没有，你还是直接找圣上状告本座。证据没有，你还是直接找圣上状告本座吧。送客。宁督公，你这是何意？莫非还是想杀了本王吗？既然没胆子杀本座，就赶紧滚吧。就算本王现在想杀宁贼，可此刻没带一兵一卒，孤身来到此贼的地盘，王拿什么杀这奸贼？不能冲动，不然落了此人把柄，还是要从长计议。门口刚好有人进来，而此人正是刚才给誉王传话的那位高公公。王爷救命！誉王爷救命啊！窝囊的废物，就这样灰溜溜走了，扫尽本座的兴致。这种软骨头，知道自己再不走，只会死得很难看。就这种东西，也配同本座抢那只小兔子？督公爷不必为这种货色动怒，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罢了。他是不知死活，等本座料理完东陵，再慢慢的炮制他。督公饶命，我什么都说。奴才跟长内侍是早些年东陵王安插在宫里的探子，本来只是为了监视宫中动向，可自从荣昌郡主死后，东陵王就传信给奴才们，说要奴才们做好准备，待到督公爷您那位萧夫人进宫时，借机铲除了他。可奴才胆小，得到命令后一直战战兢兢，从没想过要下手的。只是奴才是个小人物，完全身不由己，一切命令都是听长内侍调遣，是他说要杀萧夫人的，同奴才没有关系啊！请督公大人明鉴。还有，就是近日东陵王又传信我们，让我们想办法接触誉王，趁机挑拨誉王对督公您的仇恨，好让他尽快给
我们家王爷合作。对，奴才听到场内侍他们说，东陵王现在在极力拉拢誉王，想让他出力一块对付都公您，还说只要都公您死了，萧夫人就是无根浮萍，到时候他再同誉王一较高下。还有今日之事，是场内侍他见誉王没痛快答应，就准备设局推他一把，借用都公您的名头，故意阻拦誉王觐见圣上，然后引誉王前来跟都公您翻脸的。这都是场内侍安排的，跟奴才无关，请都公爷饶命，都公饶命啊！倒是跟都公爷您所料不差，还是冲着夫人来的。老匹夫，若不是本座大婚在即，非亲自陪他玩玩不可。好在宫里安插的钉子已经挖出了口子，将人带下去，让他把同伙都交代了。夜色降临，夫人，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家爷呢？都公爷正在殿内等您呢。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久，早你半个时辰。好香。怎么了？灯也不点，难道就只是为了突然抱着我闻上几口？是，本座今日想你良久了。宁错手缠着他的细腰，眼神极为邪气四溢，搂着他的手也不老实，开始上下的游动起来。小兔子今天好乖啊。不过一个下午没见，你又干什么去了？本座什么都没做，就是太想你了而已。我在街上买了个小东西，你要不要先看看？不必看了，你买什么本座都喜欢。你这话说的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有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啊？小东西，本座有些饿了。饿了，好的，没问题，大兄弟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多碗猪肉炖大粉条子。小东西，我买了礼物给你的，你确定不想看看？看，去床上好好看看。当当当当，看看喜不喜欢？萧兔当着男人的面拿出了带着金色的汤人，炫耀了起来。那这个男的就是你，这个女的是我，怎么样？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好看吧？好看，不过为何两人没穿衣服？这样才可爱啊！原来不穿衣服是可爱，那我们也脱了吧？哎呀，去你的！疼人！宁错笑意更深地咬住了他的红唇，抬手将糖人送去桌上，两人笑着滚成了一团。王爷息怒，气大伤身，请千万保重身体啊！如何？王爷放心，已经联系上了东陵那边的人了，他们很乐意跟王爷合作，还说愿意配合王爷您的计划。好，本王要宁贼的项上人头。翌日一大早，宁流云就顶着美好的伤脸，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大殿。哎，什么情况？我记得昨天他从我这里逃走，脸没这么严重啊。谁知道，或许是遭了报应也不一定。我的伤还不是拜你们所赐。左右眼睛很对称啊！喂，你们两个是看不见我吗？老公，他的眼睛好好笑，特别是生气的样子。夫人喜欢，本座就让人帮你画下来，没事时可以拿出来取乐一番。好啊好啊！你们俩当真是绝配，我祝你们天长地久，百年好合。你这么早过来，就是来跟本座抢饭吃的。小乐子刚才说你要我今日就出发赶赴东陵，有何问题？有何问题？你还问我有何问题？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气儿都还没喘上一口呢，你就又把我赶去东陵了，你还是不是人啊？本座昨日不是让你歇了一日吗？就给这一日，你这也太抠门了吧！一日已经不错，今日你就启程。这怎么成？你马上大婚了，我怎么能这个时候走？本座马上大婚，又不是你大婚，有何走不得？不要，再怎么说我也要参加你大婚再走。你确定？你想干嘛？我告诉你啊，宁错，你这是威胁、恐吓、胁迫。我宁流云说不去就不去，我宁折不弯，我誓死不去。我宁错，你够狠！等我料理完东陵，再回来给你算账。你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怎么这个时候派他过那边？那老匹夫今日太闲了，本座帮他找点事儿做。说的也是，再过几日就是我们大婚了。我若是东陵王，也定会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送杀女仇人一份大礼。夫人所言极是，所以本座先送他一份大礼。
你是说宁流云啊？你别瞧着宁流云看着不靠谱，这家伙手段还是有，送去东陵王处正合适。哦，没看出来宁流云竟然还有这本事，没看出来宁流云竟然还有这本事。他算是本座手下阴谋诡计的好手了，表面装的风流公子，实际上下手黑着。所以夫人，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哼，京城距离东陵路途遥远，这场好戏怕是要久等了。这期间东陵王恐怕也不会闲着。放心，翻不起浪了。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如我也送还份大礼给他吧。哦，夫人有什么妙计？哼，等我办成了再告诉你。哎呀，我吃饱了，先去玩了。下面传信儿来说，誉王联络了一批人，怕是想要对夫人出手。说是誉王眼看奈何不了都公爷您，所以就找了一批官员，准备对夫人下手，想先辱了夫人的名声，再借机坏掉都公与夫人的婚事儿。本座本想着等大婚之后再弄死的，没想到他却这么迫不及待的找死，那本座就成全他好了。那誉王联系的那些人，让本座看看都有谁，如此这般志同道合，自然该一起上路。朱爱卿，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冲冲的换阵过来呀？皇上，臣有本参奏。爱卿有事就说。臣要参奏宁都公的未婚妻3条大罪。徐卿所言的3条大罪，不会是针对宁爱卿的吧？皇上明鉴，此事与宁都公无关，臣参的只是宁都公未婚妻萧氏之罪。哦，到底何事啊？端阳公主和离正是受了萧氏女挑拨，不光如此，除了公主之外，此女竟然还在大街之上硬是让一户好好的夫妻和离，害得对方全家妻离子散，丈夫公婆瘫痪在家，用心实在是可恨。竟有此事？宁爱卿这位未婚妻竟然如此的恨毒拔顾啊！这样的品行哪里配得上宁爱卿其人呢？宁都公到！爱卿来了，快赐座。方才本座听着殿内挺热闹，怎么这会儿没声了？爱卿匆匆赶来，看来已经知道方才众官员弹劾萧氏之事了。事关臣之妻，臣自然要亲自来听听。说的也是，正好你来了臣也同你说说爱卿同这萧氏女的婚事儿，今日就到此作罢吧。婚事作罢？宁爱卿，萧氏女虽说是母后亲自下懿旨赐给你的夫人，不过到底是身份低了些而且此女人品不堪，搬弄是非，心思狠毒，朕觉得她实在是配不上爱卿当然朕撤了你这门婚事会亲自再给你找一个合意之人。以爱卿的身份样貌，这王公亲贵的女子，朕随意你挑，如何呀？皇上说了这么多，句句指责臣妇德行人品，言语间都有排斥。恕臣来晚一步，还不知诸位大臣都参了臣妻何罪，竟让皇上对臣之妇如此的厌恶。爱卿还不知道？臣知道，想来跟皇上并不相同，不然臣妇此等大功之人，怎会惹得皇上如此厌恶？臣妇心地善良，为人和善。那日上街游玩，碰见一恶棍正怒打其妻，臣妇上前询问，才知那恶棍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将家里钱财输得尽光，竟要将儿子抵卖出去。其妻在街上苦苦哀求，却遭受此人一顿毒打。臣妇于心不忍，给钱买下那妇人跟孩子，这才换得对方一纸合理。事情竟然还有这般隐情？皇上，臣有证词、证物、证人，皇上可一一验证。皇上，宁都公的话不可信不信宁爱卿，难道信你吗？怎么样，诸位？本座学你们这一出胡说八道、插圈弄套、阴谋灾害，学得还不错吧？经过上次的事情，本座以为诸位最起码能老实一段时间，哪里想到是本座低估了诸位忠臣惩奸除恶的勇气了。诸位今日送给本座的这份大礼，本座已经收到了。作为回礼，本座已为各位大人准备好了各种忠臣的死法，定让诸位名满天下，举世闻名。
本座忘了，不光是诸位，你们的家眷想必也不忍诸位大人孤身上路，就如诸位对本座夫人般，本座也会送诸位的家眷一起下去陪你们。命错，祸不及妻儿。原来徐御史知道这句话。本官今日所奏，就算不是全部事实，你敢说他就没有丝毫错处？凭什么宁都公就以此认为我等是故意陷害了他？你问本座凭什么？那本座告诉你，他之所以能欺压平民、殴打命妇、挑唆公主，如此为所欲为，却不用受到半点惩罚，那是因为他男人是这当今天下权势滔天、大权在握的宁都公。他男人是这当今天下权势滔天、大权在握的宁都公。莫说他今日只是小打小闹，就算他将这天捅个窟窿，座也兜得住。大殿内却是一片死寂，所有人瑟瑟发抖，却没有人敢上前去救人。怎么样，夫人？匠人们照着您的要求，把这击阔类的小东西都做好了。看着还行，等我试做一下，看看效果先。夫人这是准备做什么？看着像是暗器般的东西。眼光不错嘛，算是暗器一类。奴才还没见过这么怪的暗器，看着好多的洞啊，像蜂窝似的。就是看着好小啊。明儿叫人来封，可不像蜂窝嘛。叫你办的事儿办得如何了？嘿，夫人放心，人呐已经在乱葬岗拉回来了。就是荣昌郡主死这么久了，人都臭了。找人好好休息，我有用。夫人放心，这个交给奴才。埋在我家那个什么方夫人，你家爷将人杀了吗？没呢，都公爷知道你有用，一直都留着呢。都公爷知道你有用，一直都留着呢。这两夫妻不是什么好东西，前几日呢还偷偷跑到了誉王府里，帮着东陵王劝誉王合作对付都公爷呢。看来你们家爷最近有不少事儿瞒着我啊。小乐子呵呵的陪笑，却没有再说下去。萧兔本来也不在意，誉王自取死路，随他去就是了。让他悠着点儿，把人刷干净了，东陵王怕是要狗急跳墙了。夫人放心，您对主子的关心，奴才一定转告给都公爷。不过也不用等太久，等我送东陵王这份大礼到了，也就差不多了。这话都公爷肯定爱听。你怎么来了？哎，大师，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我刚才路过驸马家，竟然看见徐太傅府上此刻正在抄家呢。抄家？是啊，全家男丁斩立决。是你家爷的手笔吧？夫人聪明睿智，心思敏锐，慧眼如炬呀。哎呀，说说吧。这件事儿其实是……哎，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夫人恕罪，奴才不是有意想隐瞒，主要是都公爷他……别管他，说就是了。那都公爷要是怪罪下来，夫人你可一定要保我呀。他还怪罪你，我还没找他麻烦呢，出了事儿也不告诉我，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夫人别恼，这事儿不怪都公爷，主要是有些小人真是有够无耻的，竟然纠合一些官员，用夫人善心做的几件事儿，直接诬告到了皇上那儿。都公爷不告诉你，主要是怕您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对这些状告我的官员很有兴趣。说说都有谁啊？都公应该都帮您处理了，只是有一个罪魁祸首。该不会是誉王吧？这夫人都猜到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家主子那一肚子坏水，定是一步步激的誉王狗急跳墙，好让我好好看看对方的丑态，然后再当着我的面逼不得已的杀了我这位前夫，是吧？哎呦，天地良心啊！小乐子可是什么都没说，夫人这么轻易就全猜到了。若是都公知道了，都公爷也就是稍稍刺激了誉王一下，哪里想到他人无能，对付不了都公，转而竟然会选择对夫人您动手，此人实在是太过卑鄙无耻，阴险下流。好了，你不必再次伺候，忙你的去吧。宁错这混蛋，出了事儿竟瞒着我，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誉王听完手下禀报，整个人的神色难看到了极点。宁贼他没发现此事与本王有关吧？王爷安心，咱们的人小心着呢。那王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你去帮本王联系东陵王的人吧。你今日倒是殷勤，竟然站在府门等着本座。奴才这不是殷勤，是奴才今日想早早来跟您报个信儿来，省得您等会儿回去见到夫人半点准备都没有，就被夫人直接给收拾了。
你的意思是，那小东西正在里面等着收拾本？那小东西正在里面等着收拾本座？哎，正是。今日的事情呀，夫人已经知道了，应当是对您隐瞒下此事很有意见，说您回来要收拾您来着。要不，爷您先躲躲。如此，本座就更应该进去看看了。这不是我们的宁大督公吗？回来了。是，本座回来了。那宁督公有没什么想对我说的？想说的，本座想让这腿现在缠在本座腰上。你再不老实，他也不会缠在你腰上，而是会把你一脚踢出去。给我回答问题。夫人尽管问，本座必定知无不言。那就请督公爷好好说说，背地里都瞒着我干了什么吧。本座怎么会瞒着夫人？近来天气热了，本姑娘觉得两个人睡在一起很不舒服，不如宁督公就……本座不会有事瞒着夫人，若是瞒着，也只是本座想为夫人分忧。那宁督公还不赶紧将为本夫人分忧的好事都仔细说说吧。小乐子说你都已经知道了。小乐子说你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宁督公明知我已经知道，却还不想承认的拿话来哄我。夫人，不准叫我夫人，叫我女王大人。好，我的女王。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骗了本女王可是要受到惩罚的。那就请女王惩罚本座吧。这可是你说的。说着，狱卒勾起了男人的手，直接将人拽了过来，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让我想想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我的女王，想怎么样都可以。放心，不会便宜你的。督公大人，你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开始了。舌尖从红唇探出，表情魔魅而妖艳恶劣。他就只用红唇给了他几下，将他直接丢在了那儿，任他一下从天堂掉在了地狱里。宁错鬼美妖孽的脸上难受的难以控制。怎么这么看着我？不是你说什么惩罚都可以吗？是本座说的，是本座说的。不过这样不行。可不是你说的，我是你的女王大人，什么都听我的吗？除了这件事儿。哦，是吗？可你说的不算啊。本座错了。错哪儿了？你说错哪儿了就错哪儿。算你聪明，今天就放过你了。不必放过本座，是本座做错了事儿。你想干嘛？本座可以让你更解气。本座刚才就觉得你还缺点东西，我的女王大人。去你的！那小东西你继续玩，这次本座不许你再停下来。本女王满足你哦。夜米粒，月娇羞，花海在风中摇曳起舞，花香越发的浓郁，勾人心魂。一日天光大亮，哎呀，昨夜玩得太疯了，他的腰感觉都要报销了。难受的话，本座抱你回去。我以后再也不要主动了，感觉腰好似都扭到了。我以后再也不要主动了，感觉腰好似都扭到了。你的腰是挺会扭的。你还说我的腰都快断了。本座帮你揉揉。明明昨晚我才是惩罚者，为什么我还要辛苦一晚上？是没道理啊。那今晚你休息，换本座辛苦，本座精神好。说的也是，那换你来吧。小东西。哎呀，什么小东西？要叫我女王大人？小傻子。我听见了，你骂我，小心我今晚上……傲娇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亲的怕痒的直接笑了起来。好不容易等着两人忙完，上了饭桌，小乐子才赶忙的走进来。督公爷，何事？宫里传来了消息，皇上问督公您何时进宫呢？替本座转告皇上，本座准备辞去摄政一事，理由是本座要大婚了，很忙。小乐子闻言一愣，悄悄地看了眼萧兔，然后笑着躬身退下。你刚才的话显然不是真的，干嘛要他这么说？你刚才的话显然不是真的，干嘛要他这么说？你等着看就是了。神神秘秘的。哎呀，你是不是该带我入宫了？想去？马上就要大婚了，你准备要拖到几时？我可不是你身上的菟丝花，用不着你帮我扫清所有障碍。咱们可说好了，昨天的事儿下不为例。好，下不为例。这才对嘛！明明这么好玩的事儿，你竟然都不告诉我，害我平白少了这么多的乐子。
需要本座跟你说说宫里的情况。哎呀，不用不用，自己发现的才更有意思。哎，说起来，我有件事跟你说。什么事？我给东陵王准备了大礼，你帮我给宁流言递个信儿，让他帮我看顾这些。好。还有一件事儿，我有些拿不准。说来听听。就是最近我感觉我身体有些不太对劲儿。可是身体不舒服，去宣太医来。不是不舒服，准确来说是太舒服了。我最近发现自己不光身体越来越好，而且力气似乎也越来越大。最近我走起路来都感觉虎虎生风，我身体有些不太对劲儿。你是觉得这跟你的瞳术有关？不错，就跟我伤口加速愈合一样。我最近外出积攒功德，那种能力好像更强了，所以身体才会有这些变化。你这个能力有些意思，只要做好事，就能反馈好处在身上。是啊，就是一直搞不懂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情况，只能模模糊糊的靠身体感觉。先让太医看看。见过都公爷，见过萧夫人。帮夫人诊脉。太医诊着诊着，心中忽然狠狠地漏跳了一下，不过他的面色却是毫无变化。禀报都公，夫人的脉象健康的简直不像是正常人呐。具体说说。如属下没看错，夫人身体生命力极其旺盛，已经达到寒病不侵的地步，或者准确来说，以夫人现在的身体状况，一般的毒物都对其无用。臣行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如此奇特的体质。倒是跟我料想中差不多。此事保密，下去吧。是，属下告退。照我这样的身体提升速度，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进化出什么神奇能力。无需等到以后，去将大牢中犯了重罪的囚犯带过来。抓这么多人过来，到底想干嘛？现在可以说了吧？杀一个不留。住手！什么情况？你想救他们？是要救。好，送回去吧。绣衣卫领命上前，将数百犯人全部送走。你是想让我救他们？既然做好事能让你得到好处，那一次救下数百人性命，算不算天大的好事？你这也太会钻空子了，我下次不许这么做了。本座就是试试，感觉下看看身体有没有变化。萧兔直接用意念开了洞兆术，然后他就看见了数不清的金色光点如雨水一般朝他蜂拥而来，他竟然看见了救人的功德。随着金光扑进了他的身体里，他的眼睛世界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是视野被一寸寸的拉长，从以前只能看见身前左右，变成了周边365度全能照见。这还真出神奇能力了哎！正准备分享好消息，却骤然发现自己看向男人的头上方竟然出现了一幅画面，是真画面，上面正清晰无比地上演着昨天晚上他跟男人疯狂缠绵的画面。关了。这么想着，画面骤然消失。如何？果然升级了，我现在眼睛前后左右什么方位都能看得到。果然神奇。不光如此，我以前只能窥到人心底几句话，现在我直接能看小店，能看到别的八卦了。这样。是啊，以后就算不是将死之人，我也能窥见对方做过的一些事儿。所以你刚才是看见了本座。是了，脸还红了，看见什么了？就昨天晚上我们的画面。的画面是指？哎呀，你少明知故问。主要是本座想知道是哪个时刻，也好同你回忆回忆。哎呀，你别闹，我还要去多看几个人，试验一下新能力。还是继续看本座吧。别闹。何事？主子爷，皇上刚下了旨意，册封女主子她为一品镇国夫人。如果不是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儿，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这般完美的女子。这些话根本还及不上夫人万一。这就是你让小乐子传那些话的用意，让皇上给我册封。他们昨日如此冤枉夫人，皇上自然要做出个补偿。他封你个一品夫人，自是理所应当。其实你不必这么麻烦，我嫁给你已经是都公夫人，还是千岁王妃，这2个名头已经够用了。这哪里够？这3个名头听着是不差了，可总归不是最好。这家伙野心真是毫不掩饰。昭告朝野内外，明日本座要携夫人宴请文武百官及家眷，共赏御花园春节。你这邀请可真是半点也不走心。现在都快是春末了，你却来一句赏春景。本座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本座只要想，他们就要来亲自迎接本座的夫人。
本座只要想，他们就要来亲自迎接本座的夫人。大昭皇宫，一身华美宫装的高贵妃闻听明日要在宫里举办春日宴，眉头就不喜地皱了起来。宁都宫这也太过分了，这堂皇宫是他们家的，竟然要百官还有家眷一起迎他夫人，简直是太猖狂了。住嘴！你是嫌本宫宫里太清闲了吗？竟然在此处乱嚼舌根，舌头是不想要了吗？奴婢这也是替贵妃您生气啊！宁都宫为了他这个还没有进门的二嫁妇，今日竟胁迫皇上下旨册封其一品，这可是镇国一品夫人呢，都抵得过王爵了。此女进宫，还不知道怎么嚣张呢。她如何嚣张，也跟本宫无关。宁都宫在前朝大权独揽，连这皇上都要避让3分，说要封一品就封一品，本宫有什么办法？反正这位萧夫人耍再大威风，那也只在外面那些臣妇面前，又耍不进这后宫之中。只要她不惹本宫，本宫也懒得去管她。正说着话呢，门外侍女来禀，六皇子到了。怎么走得这么急？看看热的。翠柳，赶紧拿面巾擦擦。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还不好跟母妃说？母妃，宁都宫明日要带那个萧夫人进宫，您知道吧？知道。你怎么问起这个？是儿子跟那位萧夫人有仇。你怎么会跟他有仇？是儿臣前段时间散布过他一些不好的流言。你给我把事情说清楚。起因是因荣昌郡主，他找到儿臣说要对付当时还是玉王妃的萧氏，儿臣想着刚好可以趁机拉拢他父王的势力，为二哥所用，所以就散播了对方跟外男有染的流言。哪里想到跟此女有一腿的竟是宁都宫，所以就……六皇子这话说的是半真半假，将自己想要收服东陵王的想法说成了是想要替二皇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糊涂事儿？东陵王盘踞东陵多年，野心勃勃，怎么可能会因为你帮了他女儿一点小忙就投靠你二哥？你真是太异想天开了。还有那宁都宫，现在前朝被此人一手把持，连这诸多皇子都避其锋芒，你父皇更对其宠信至极。你不想着怎么拉拢此人就算了，竟然还要去得罪他！哎呀，母妃冤枉呀！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萧氏的奸夫是宁都宫，再说了，他一个太监儿臣怎么会想到？行了，不必多说了，此事本宫知道了。宁都宫此人睚眦必报，儿子得罪了他夫人，他定然不会放过我的。放心，此事本宫帮你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那儿子多谢母妃。天色不早了，你早些回去吧。贵妃娘娘这是怎么了？莫非六皇子的事儿很难办吗？不是小六这次的事情倒是提醒了本宫，宁都宫娶这位萧氏，或许对我们是件好事儿。是好事儿？不错，本宫起先只想着萧氏这个二嫁妇顶着这么大的名头招摇，实在是让本宫生厌，却忽略了宁都宫既然这么宠爱此女，若是本宫将其拉拢到身边为本宫所用，那岂不是间接就拿捏住了宁都宫吗？贵妃的意思是想要收买此女，可如今她顶着一品镇国夫人的名头，身后又站着宁都宫，身份何其荣耀，怎么肯为贵妃您效力啊？这你就说错了，这位萧氏是什么出身？家里不过是个破落户，她能嫁给誉王，也不知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可她成婚不过数月，就踹了誉王，转嫁给宁都宫。你以为她图的是什么？不过是图宁都宫更有权有势罢了。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只要给够利益，想收服她，再简单不过。可六皇子不是得罪了此女？这都是小事儿，本宫正好借着此事接近，到时本宫给够他面子，再许以重利，或者做个局抓他个把柄，拿下此人，定对本宫有大用。你亲自去准备，明日本宫就要见到此人。奴婢这就去。怎么样，母妃可说了要帮我怎么解决此事？贵妃娘娘的意思是说，要借您的事儿拉拢这个萧氏。什么？母妃不帮我对付他，竟然还想拉拢他？说是萧氏可以雪莉收服，对我们会有大用的。这怎么行啊？我已与对方结下大仇，对方如果被母亲收服，定然会将本皇子的野心说出来。不行，绝对不行。那怎么办啊？翠柳，这事儿需要你帮我。我现在或许只能靠你了。你也知道，母妃她一直就不看重我，说是她知道我有心跟二哥争夺皇位，定然会对我失望透顶的。好，我帮你，你想我怎么做？明日母妃见了萧氏，你就趁机除了他。萧兔忙着试验自己的新能力，对着满院子的人看了一个又一个，而大家也都新奇地围在他身边。我们家小芝还真是个乖孩子，平日里除了女工就是女工，我的衣服可都靠你了，绣的鸳鸯很不错嘛。
夫人真是厉害，我最近正在帮您绣一个大婚贺礼，这你都看出来了。哎，看我看见了什么？你这家伙很不老实啊！昨天晚上竟然偷喝了你们家都公爷的酒。奴才乃是先帮主子尝尝，若是劣质的东西，绝对不能入主子的口。小明，我都没看出来，昨天你竟背着我出门去偷偷买了不少画本子，让我看看都是些什么书。哇！春闺梦里人，偷香窃玉不为偷，勇猛将军俏寡妇，春香弄影。李明善终于逮住他，赶紧把他的嘴捂上，可萧兔却是已经笑翻了。今日你给夫人诊脉时发现了什么异常？今日你给夫人诊脉时发现了什么异常？督公当真是观察入微，老朽确实察觉了点问题。说。是属下察觉，夫人她的身体或许无法生育。对身体可有影响？没有影响。夫人的身体正如今日属下所言，出奇的健康，也就是太过健康了。体内生命力自成循环，不光隔绝一切伤害，而且隔绝一切外物入侵，所以夫人她才无法受孕。下去吧。督主，或许微臣可以想想办法，或许不必。可您怎么能没孩子？不然找女子代孕。知道本座的规矩，还明知故犯。看来是那小东西来了之后，本座确实变化了不少，一个两个的都学会帮本座拿主意了。属下知道是属下多嘴，可您不能没有孩子。为何不能？在世人眼里，本座本就是太监，管好你的嘴，以后不许出现在他面前。我刚才测试过了，能力太绝了，有了它，我以后帮人算命简直能赚翻了。怎么对钱财这么着迷？本座记得你手里有几十万两了吧？这你就不懂了吧？是金子总会花光的，所以我要多存钱。存来干嘛？存来看着啊！你不觉得屋子摆满金子，那感觉看着特别迷人吗？不如本座帮你打造一座金子做的屋子如何？想金屋藏娇啊？是啊，所以小东西你要不要？我要，老公你最好了，人家最喜欢你了，给我盖大点啊！你这是干嘛？你喜欢本座，本座也喜欢你，我们如此心意相通，此刻场景又这般美好，已经到了情到浓时情不自禁的时候。所以你要干嘛？所谓情不自禁，你能直接点回答问题吗？想干你。现在青天白日的，你有点节操行不行？再说了，昨天晚上不是折腾了一晚上吗？你怎么这么快又想了？宁侧一手直接扯开了衣襟，露出了苍白性感的肌理。